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这部影片，吴明老师会重点来教大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快速学会并理解紫微斗数，帮助大家从入门到最后能自己论断命盘的吉凶祸福。这些课程的重点也是吴明老师多年来研究紫微斗数及论断许多人命盘的心得累积，免费的提供大家去学习，希望对大家学习紫微斗数上有所帮助。吴明老师影片课程的重点主要是以南派三合紫微斗数为主，搭配北派四化紫微斗数为辅，从紫微斗数12宫之间的关系和生年四化作用的关系及各主星星种的特性，并参酌北派飞星的一些四化的论断，帮助大家从紫微斗数的基础一路教你到精进完美，最终能自己论断命盘的吉凶祸福。而吴明老师也帮大家将各章节整理成时间点的目录，方便大家透过这些课程目录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部分去做精进。而这部影片的特点是，你会发现影片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且详细的，也能节省大家相当多在坊间书局或网络上去寻找紫微斗数资讯的时间，因为这里都帮你整理好了。还有吴明老师把这部影片的课程重点整理成了一份紫微斗数课程清单，里面会提供你这部影片内资讯卡的图卡，帮助你观看影片时的参考，也能变成属于你的专属紫微斗数笔记。如果大家需要这份紫微斗数课程清单，可以透过吴明老师的评论区的连结去免费的下载哦。如果大家觉得吴明老师的影片能对你学习紫微斗数上有所帮助，欢迎为吴明老师点个赞，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对吴明老师的创作是非常大的鼓励，并欢迎加入吴明老师专属LINE群组或 FB 社团，在那里可以与吴明老师有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学习紫微斗数的免费课程吧。第一章节，紫微斗数之源流。第一章节，吴明老师来介绍紫微斗数的源流。紫微斗数在古代是不传之秘术，这些算命术士大多是为皇亲贵族服务，甚至大到国运的预测都是靠紫微斗数，所以也称帝王之术。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紫微斗数之源流及其介绍。紫微斗数源自于易经，是中国人发明的算命术，号称天下第一神术。紫微斗数的发明者相传为五代末北宋初的著名道家陈希夷，并有传言说是吕洞宾传给陈希夷的。紫微斗数自开始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预测术，与西洋占星亦有渊源。紫微斗数在古代被尊称为帝王学，并在皇宫设有钦天监，对其进行研究。由于理论严谨，计算复杂，几千年来非普通人可以接触，更不用说研习。这也是为什么八字在民间广为流传，而紫微斗数却少为人知的原因。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紫微斗数得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紫微斗数是中国古老的实用科学，是世界最早的心理学，是中国最早对个性、基因的研究，分析人的个性准确无比，具有非常巨大的实用价值。以现代科技来解释紫微斗数，在吴明老师看来，紫微斗数为几千年前的 AI 逻辑运算的方法。古代没有电脑这种东西，无法将这些数据透过大数据跟 AI 来演算，只能从一张张命盘记录上去传承经验。而今看来，
紫微斗数命盘可谓一套能透过出生年月日跟时辰连接每个人阿卡西记录的一个工具，进而借由紫微斗数论命主的过去、现在、未来，找出人生的方向，并明了每事每个人的责任。在古代，命理之学可是不传之秘术，尤其在清朝之前，只能是皇帝及皇宫贵族才有机会算命，因为他们能圈养这些术士为自己服务，一般民众很难接触到命理之学，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直到紫微斗数帝王之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时，我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帝王之学的奥秘。而其实命理工具有很多种，为何你会选择紫微斗数这个工具来论命呢？其实紫微斗数在命理学之中是最有逻辑系统的，是很容易建构系统化且学习的工具。只要你有着基本的教育程度，是很容易能入门，并利用紫微斗数这个工具来预知未来之吉凶，也是了解自我的最佳解析工具呢。第二章节，我们来选择排盘的工具。这一章节，吴明老师教大家怎么排出自己的命盘。由于现在科技发达，排盘已经不是件难事，手机排盘也是个趋势。同学可以在手机搜寻文墨天机 APP 这个排盘软体。吴明老师认为他的排盘方式是很适合初阶使用者去排出自己的命盘的。你只要在 APP 中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及时辰，就能很快速及简单的排出自己的命盘，并且它一般版本是免费的，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当然，吴明老师还是希望大家有空还是要学习自己动手排盘，因为经由学习亲自动手排盘安心，你才会明了紫微斗数的来龙去脉。因为古人放在斗数中的智慧都在排盘安心的口诀中，如果你不去了解其背后的原理跟背景，你就无法更深入的去了解紫微斗数的真正意义。但这些对于初学者又有点太过枯燥乏味，所以我们暂时不在这部影片去教大家自己动手排盘。但吴明老师建议大家未来如果有时间，还是要学习自己动手排盘安心，这样才能让你的紫微斗数功力更加精进哦。第三章节来了解命盘12宫的意义。这一章节，吴明老师就先来介绍紫微斗数中最重要的命盘12宫真正的含义。紫微斗数命盘12宫基本上就把我们生活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及很明白，概括了一个人一生中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了。因为包含了6亲宫及6世宫，用这些宫位论一个人的一生已经足够。经由解析命盘12宫的状况，进而也能更了解自己。甚至当你自己能看懂别人命盘时，也能快速且一目了然的去了解当事人的状况，并且搭配面向12宫的状况，判别出当事人当时的状况，并且搭配紫微斗数命盘12宫透露出来的生命密码，是可以非常的详细的，让我们能从命盘中去找出吉凶祸福，进而趋吉避凶，就是运用紫微斗数的最高境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命盘12宫的课程吧。紫微斗数命盘12宫将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与表现、思考模式、能力取向、人际关系、6亲关系、能力、价值观等等分割成12个部分，
赋予特定的排列位置与定义。12宫的顺序是以命宫为首，依逆时针方向为顺序排列，分别是命宫、兄弟宫、夫妻宫、子女宫、财帛宫、疾厄宫、迁移宫、交友宫、官禄宫、田宅宫、福德宫、父母宫。此12宫位视为固定的排列方式，每个人皆是如此顺序皆同，无论命盘当事人的命宫是落入此12个方格的任何一个位置做命，此顺序则皆是不变的。紫微斗数命盘12宫又分为六亲宫，六亲宫是指命宫、兄弟宫、夫妻宫、子女宫、交友宫、父母宫，和六四宫。六四宫是指财帛宫、疾厄宫、迁移宫、官禄宫、田宅宫、福德宫。搭配各种星曜，则依不同的排列组合分布在紫微斗数命盘12宫上。最直接的应用方式即是参照宫位的字面意义，快速的寻找查解要了解的人生问题。古人说道：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佛家认为，一个人的外貌神韵隐藏着命理玄机，这也是道家玄学武术3-1命相谱所说的相术。其中最有名的相术就是麻衣相法。其实经由人的面相，也能一窥紫微斗数命盘12宫的位置及其面相展现宫位的含义，并且用来推测吉凶祸福、贵贱夭寿的方法。而麻衣相法中所谓的面相12宫，也是相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麻衣相法将人的面部12个关键位置称为面相12宫，分别是位于印堂的命宫，对应着此生本命的方方面面；位于前额两侧靠近发际线部分的迁移宫，反映着出门在外的吉凶情况；位于额头正中间的官禄宫，代表着事业官运；位于眉尾上方的福德宫，则表现出品性、品德与福德福报的关系；位于眼尾的夫妻宫，就是看一个人的感情婚姻状态；位于卧蚕部位的子女宫，展现的就是子女子嗣的状况；位于左右面颊两侧的交友宫，代表的就是交友的状况及人际关系；位于两眉位置的兄弟宫，代表的就是兄弟姐妹的状况及关系；位于上眼睑的田宅宫，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不动产或家中的状况；位于山根及鼻梁的疾厄宫，可以看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位于左额中央和右额中央的父母宫，就是代表与父母亲的关系跟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及位于鼻头的财帛宫，代表的就是财库状况及赚钱能力。当然，相术跟紫微斗数一样，命宫都属于论命最重要的论命宫位，由命宫立太极，再转向至其他11宫位来观看一个人的命格或一生的命运好坏。详解紫微斗数命宫，你这辈子的个人成就、事业、财富都看这一宫。命宫为绝对太极，无论任何事的推断，均不可忽略命宫的事化，其乃天户性格所造就的吉凶，其力等同于生年的事化，影响一生，必须同载于原始命盘中。命宫观看一个人的个性，决定命运、才华、性向、职业适性、生涯规划、脾气、性情、特质、身上的特征，皆是由命宫来看。命宫代表这辈子我所有的一切。命宫显象个性、天性、
及思考。命宫在宫职的基本含义，在人的部分指我本人，偏向精神、意志、思想、性向的我；在事方面主运势、财运、事业运、身体健康运；在物方面指个性、才华、内心世界之真我。命宫表现喜、怒、哀、乐的感情抒发位。命宫依16宫中之理，命是性，也就是第一宫；疾厄宫是第6宫，是心。命宫代表的六亲，也是祖母宫，也代表大伯父、叔父、祖母、外公、大姨妈。在宫位转换的含义中，命宫是财帛宫的官禄宫，为财帛之气数位，看财帛之支出行为状况。命宫是官禄的财帛宫，也就是事业的资金调度，由此可看出。命宫是疾厄宫的交友宫，交友宫为交易变化之意，故可看疾厄之病变吉凶。命宫是夫妻宫的福德宫，可以看配偶之福分、嗜好等。详解紫微斗数兄弟宫，你的财库和母亲、兄弟姐妹的关系。兄弟宫观手足之情，兄弟姐妹格局的高低与我的缘分厚薄。兄弟宫看你与兄弟间的感情是否融洽。兄弟宫看你与兄弟间彼此相处的态度。兄弟宫看你与兄弟间缘分是否浓厚。兄弟宫看你与兄弟姐妹间的未来成就。宫职的基本含义为，在人指的是兄弟姐妹跟我本人缘分厚薄。但是如兄弟宫有生年路表工作事业、财路、时路跟福路。在物方面往往读私立学校、私人事业机关的服务、私人工厂、直销传销的工作。兄弟宫也是现金的收藏宫，是积蓄、银行存款的经济位，也是家中的保险库、银行的保险箱，简称财库位。兄弟宫指野心、雄心，显象领导统御的能力。兄弟宫得权就会造交友。兄弟宫是疾厄宫的9位气数宫，身体体质位、中气位，看一个人是否气虚，看健康的重要宫位都是看兄弟宫。兄弟宫是显象的物质生活位，兄弟宫又表示身体上隐性的疾病。兄弟宫代表的六亲有我的大哥或弟弟、大女儿位、妈妈的借宫之位、父母宫的夫妻宫，就是看妈妈。夫妻的六亲如岳父、公公，也是二伯叔的父位、大姨子位，也就是配偶的大姐，或妈妈、大兄弟、大女儿等。兄弟宫宫位转换的含义，兄弟宫是财帛宫之田宅宫，指的是财库、藏财之所、资金之宽绰所在。兄弟宫是官禄宫的疾厄宫，也就是宫中6位，对事业体的诊断，由此可以看出端倪。兄弟宫是田宅宫之财帛宫，田宅等不动产之状况，可由此看出。兄弟宫是迁移宫之交友宫，可知交际能力及手腕与外界之因果。兄弟宫是子女宫之福德宫，可以窥知子女之福分、嗜好等。兄弟宫是疾厄宫之官禄宫，亦即气数位，乃身体之支付行为，所以严重的身体事故都可以在兄弟宫显现。详解紫微斗数夫妻宫，你未来的配偶及夫妻对待的关系。夫妻宫观感情、婚姻，也是异性缘的宫位，看老公老婆及结婚前的异性朋友。夫妻宫看你对感情的态度。夫妻宫看夫妻间的对应关系。夫妻宫看你与配偶的缘分。夫
夫妻宫在宫职的基本含义，在人为我的配偶的格局高低，在事为姻缘位婚姻观先天缘分的厚薄，在物指的是何年何月结婚，姻缘的类型为何，论婚后的对待，夫妻宫为少小线的借宫之位，主第二大线前所有的年岁都由夫妻宫立太极去看少小线。夫妻宫为结婚成家，也就是田宅的共中六会。夫妻宫代表的六亲友、另一半或有缘的对象，命主的二哥或二弟位，妈的兄弟姐妹、大舅舅，因为他是妈妈的兄弟宫，二哥、二弟位。夫妻宫宫位转换的含义有：夫妻宫是福德宫的财帛宫，福德为前世之因果，看因果福报中的福分财，因此婚姻有缘定三生之说。夫妻宫是极恶宫的田宅宫，极恶为我之身心，故可与极恶同论。夫妻者缘分深浅，看体型，因为是极恶的田宅宫，和健康有关，看健康，健康的收藏宫，夫妻宫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夫妻宫是田宅宫的极恶宫，可以查知田宅之危机。夫妻宫是迁移宫的官禄宫，为迁移之气数位，出外的运气位，意外灾劫在此显现。夫妻宫是兄弟宫之兄弟宫，可以看出兄弟的经济状况。详解紫微斗数子女宫，你与子女的关系好坏、缘分深浅，也是观看合伙位、桃花位的状况。女宫可以看子媳的缘分多寡跟资质，子女宫可以看子女的个性跟特性，子女宫可以看与子女的缘分，子女宫也可以看对子女的态度，子女宫更可以看夫妻间的性生活。子女宫宫职的基本含义，在人为论子女格局高低，子女缘分的厚薄，论子女的有无，或看子女、晚辈、下属、学生、宠物与我的关系。在事为合伙位、学生缘位、桃花宫、性生活能力、意外宫、娱乐休闲宫位。在物质慈心、根气、善缘、福报跟德行。子女宫也称桃花宫、外遇宫、婚外情位。如果逢桃花星的话，子女宫也可以看再婚对象或小老婆的位置。子女宫也是亲戚位，结婚而来的亲戚是夫妻宫的下一宫，因婚姻而来的人际关系位。子女宫也为意外、业力病的位置，双忌以上为破，多忌才可能发生严重的意外。子女宫也是看老运、晚景的位置，是福德的共中六位。子女宫代表的六亲友、妯娌、兄弟的夫妻宫、二舅、大舅子、长子位，也就是大儿子、婆婆、二老公、二老婆，或者已婚之后的情人，或一切晚辈缘、宠物跟亲戚。子女宫宫位转换的含义，子女宫是福德的极恶宫，为桃花宫，子田线乃桃花线，是享受欢乐的宫位，亦表示性能力以及个人在性方面之癖好喜忌。子女宫是极恶宫的福德宫，可显现身体灾厄的状况。子女宫是迁移宫的田宅宫，意外灾劫有时在此显现。子女宫是交友宫的气数位，可以看交友状况或合伙关系。子女宫是官禄宫的交友宫，财帛的父母，因此子女是股东位、合伙的关系。子女宫是田宅宫的迁移宫，指的是离家在外，也指驿马外出位。在风水来说，是指家的外面，住宅入门的玄关。详解紫微斗数财帛宫，你的个人财富多寡、
赚钱的方式、财运的好坏。财帛宫观钱的缘分位、行业赚钱的状况。财帛宫观一生或10年大运进财顺不顺，也就是财的来龙去脉。财帛宫观金额的大小、赚钱的机会、理财的能力。财帛宫观财进来的快慢，是怎么进来，有无曲折，中途是否有变。在宫职的基本含义来看，财帛宫在人指的是对象、配偶、金钱观、价值观；在事指的是投资者与上班族的区别；在物指表示先天财运的机缘，手边钱与现金的缘分位；财指的是金钱，帛指的是衣帛，还能看出一个人的衣着、行为与品味。大限财帛宫如果禄全禄本命负极线或凶有线，都主此大限代表有钱赚，前景美妙。如果记录这10年最好稳定上班，否则可能倒店。代表的六亲有次子，也就是子女的兄弟宫；二舅子、侄儿位；三老公或三老婆。财帛宫宫位转换的含义有：财帛宫为迁移宫之福德宫，指在外闯荡之有钱无钱、有禄无禄在此看出。财帛宫为官禄宫之官禄宫，表示事业中之营业状况及损益。财帛宫为夫妻宫之夫妻宫，表示夫妻的对待关系。财帛宫为父母宫之疾厄宫，显示父母的健康状况、情绪位。财帛宫为福德宫之迁移宫，代表情绪的表现位。财帛宫为交友宫之田宅宫，在风水来看就是指客房。详解紫微斗数疾厄宫，你个人的身体健康、疾病种类及民生好坏。疾厄宫观一、身体健康，体质强弱；二、五脏六腑哪个器官有症状；三、飞来横祸、灾祸的类型；四、脾气及 EQ 管理。疾厄宫显示喜、怒、哀、乐的情绪反应位。疾厄宫看健康状况，看胖、瘦、习性、懒惰还是勤快。在公职的基本含义为：在人指的是思维、脾气、劳力；在事指的是靠劳碌、身体赚钱、运动以及劳动量；在物指的是健康、灾厄、意外及物质生活。命为性，疾厄为心，两者交互感应而发为情。命是一，疾厄是六，一六共中，合为一体，可看健康状况。疾厄宫为命宫的共中六位，肉体、身体也是行为的促成位，也可以表现出家运。疾厄宫可以看疾病灾难的来源。疾厄宫配合命宫、身宫、福德宫，可看一生最困扰你、最苦恼你的事情，也就是烦恼的来源。疾厄宫代表的六亲有三子、大媳妇位、儿媳妇，因为为子女宫的夫妻宫。疾厄宫宫位转换含义有：疾厄宫为交友宫之福德宫，显示与人相处的个性本质位。疾厄宫为田宅宫之官禄宫，田宅之吉凶表象于此，也是家运位，显示物质的生活位。疾厄宫为官禄宫之田宅宫，为工厂或店面、办公室、生产线、工作环境、工作地方、公司等营业场所。疾厄宫为夫妻宫之子女宫，可以看配偶之桃花，由此见端倪。疾厄宫为父母宫之迁移宫，看父母的社会关系、地位以及能力位。
己二宫为兄弟宫之财帛宫，可以显示兄弟的金钱状况。详解紫微斗数迁移宫，你个人在外给人的印象及在外的吉凶祸福。迁移宫官在社会上待人处事、交际应酬能力、人生舞台能力展现、身份地位、人生因经历磨练而成长。迁移宫可以看出外的际遇，在外的交通状况。迁移宫可以看遭遇的人事物，不论你认不认识或是否遇贵人。迁移宫也可以看人际关系，也就是人缘的好坏或是否有人缘。迁移宫宫职的基本含义有：在人指的是个性、夫妻、老运；在世指驿马、出外、出国、移民；在物指出外的一切因缘。迁移宫为行于外的外表、模样、表象宫，也就是在外的形象气质。迁移宫为社交、活动力、人生的舞台、能力的展现、领导统御的能力。迁移宫为驿马位，非特定对象的广大人气位，广大的社会、离家在外的情况。迁移宫看人生的经验、视野、判断、应变、智慧的学习位、成长的历练位、人生价值观位。迁移宫看因果里的人生因缘、际遇、天赋的果报位。迁移宫与意外、灾难、因果病有关。迁移宫也可以看外出或一个人是否适合远行。迁移宫代表的六亲有二媳妇或长孙位，也就是孙子，因为为子女的子女宫。迁移宫宫位转换含义有：迁移宫是福德宫的官禄宫，也就是气数位，父母宫之交友宫，因此迁移宫可以说是父母及祖上遗传给我在命与性的潜在因子。迁移宫是父母的交友宫，故可以看父母之寿元。迁移宫是福德的气数位，阴德如何在此展现？出外访小人，如以因果论，是在常前世在，常有人不良于行，即是迁移宫受制于福德，也就是前世之因果也。迁移宫是夫妻宫之财帛宫，可以看配偶的金钱状况位。迁移宫是兄弟宫之己二宫，也可以看兄弟的健康状况、情绪位。迁移宫是福德宫的官禄宫，可以看老运的走势，看老年是否有福可享，也是寿限位，因为福德三方主果报。迁移宫是田宅宫之田宅宫，在风水上可以指庭院或门外的环境。详解紫微斗数交友宫，你的人际关系位，看与贵人及小人的关系。交友宫可观：一、益有损友；二、众生相的宫位，因为就是人数最多的宫位；三、延寿关键宫位，这可以论生死。交友宫可以看交往的朋友层次，是达官贵人呢，或是凡夫走卒。交友宫是与朋友的对应关系、缘分。交友宫是可以看朋友对你是否有伤害。交友宫可以看员工、部属，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交友宫公职的基本含义为：在人为朋友、部属、同事、众生、桃花、异性缘；在事指合伙、合作、人际关系；在物指借贷、竞争、升职考运位。交友宫为有缘接触的人际关系位，也就是人气位，可以指同辈、客户、朋友、同事、结婚前的对象。交友宫指的是人性的情与义、待人处事的表现位。心胸气量位，命忌入交友宫，很在乎感情，但冲兄弟宫
讲情义就多破财。交友宫代表的六亲友，同辈的朋友或同事。交友宫宫位转换的含义有：交友宫为福德宫之田宅宫，也就是藏福之所，故不能破，破则有灾，甚至亡命。行善布施的积德位，家庭的佛堂、神龛位。交友宫为父母宫之官禄宫，与迁移宫参考一起看，可知父母之寿元跟工作。交友宫为夫妻宫之疾厄宫，也可以看出配偶之健康状况。情绪位、遗传病的宫位也可以在本宫看出。交友宫为官禄宫之父母宫，可以看为上司或者是来货的之源头。交友宫为子女宫之财帛宫，可以显示子女的金钱状况、合伙事业的金钱状况。交友宫为兄弟宫之迁移宫，可以看兄弟的地位、能力跟形象。详解紫微斗数官禄宫，你个人工作事业的好坏。官禄宫官一，运势起伏的宫位，也就是运途宫位，升迁、失业、官非诉讼由此看出。二，老板事业营运的状态，上班族工作环境。三，学业求学情形以及考运。四，政治运途或选举运。五，一个人形象的宫位。官禄宫可以看自己与上司及事业伙伴间的关系。官禄宫可以看自己适合何种职业。官禄宫可以看事业兴衰的可能走向。官禄宫可以看工作领薪的方式。官禄宫其实也是个运气位。官禄宫公职的基本含义有：在人指的是上司及事业伙伴、异性缘、男女情缘；在事为工作、事业、职业、升官跟学校；在物为指先天工作运势强弱与否。官禄宫指工作、行业赚钱的方式，也是读书的学习位。官禄宫乃代表一个人的形象以及行为。官禄宫代表的六亲有孙子的老婆，因为是迁移宫的夫妻宫。官禄宫宫位转换含义有：官禄宫乃财帛宫之财帛宫，表示财帛之金之运用情形。官禄宫乃夫妻宫之迁移宫，指的是配偶的形象、能力、社会地位表现位、婚外情位。官禄宫乃子女宫之疾厄宫，显示子女的健康状况、情绪的宫位。官禄宫乃福德宫之福德宫，可以指祖坟。因为福德宫之福德宫代表的是先天因果及自身身后归宿，所以可以通称为坟地的意思。官禄宫乃父母宫之田宅宫，可以看父母亲住的房间、自己的书房或书桌的状况。官禄宫为命宫之气数位，命造本人之行为表现运之兑现之付处。官禄宫可以看婚外情，如果桃花星做官禄宫的话，可以看配偶的地位际遇。官禄宫为夫妻的迁移宫，婚姻之外的感情位，也就是婚外情的宫位。官禄宫忌入夫妻宫，如果是桃花星的话，容易因为自己的婚外情而破坏婚姻。详解紫微斗数田宅宫，你的财库位、房地产的有无，都看这一宫。田宅宫官一，能不能得主业，也就是不动产的多寡，其实也是个财库位。二，住宅的环境，会不会搬家、买房子或卖房子。三，阴阳宅的吉凶。四，也就是家运位。五，会不会遇到火灾、地震。
田宅宫可以观住家的环境，田宅宫可以观家中的摆设与装潢，田宅宫也可以观在家的情况，田宅宫可以观看什么时候适合买房子，会不会有房子，或房子是怎么来的。从古至今，从八字到紫微斗数，田宅宫一直有财库的说法。田宅宫的宫职基本含义有：在人指的是家族、亲戚、小家庭、家运姻缘；在事指客厅、搬家、店面、工厂；意外，意外指火灾或地震；在物指产业、主业、先天的不动产格局。田宅宫为财富的收藏宫，财帛的共中六位，含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珠宝钻石、珍贵艺品、银行存款、现金等一切有价物，简称财富、财库位。最大的财库位就是田宅宫了，因为它可以代表一切财产的总和。房地产、存款、家庭的一切财产宫位也可以从田宅宫看出。田宅宫也可以指宗亲家族家世、出生背景、家庭、亲情、天伦之乐、居住环境、邻居相处所拥有的有形的财产，房子、土地、祖上祖德。田宅宫包括居住环境和邻居的相处，也是物质生活位。欢乐宫也代表了天伦乐、男欢女爱的位置。田宅宫为第二命宫，所以不可破，破则有灾，故记录子女宫冲田宅宫也等同于记录迁移宫冲命宫的效果。田宅宫代表的六亲有二姑妈。田宅宫宫位转换含义有：田宅宫为财帛宫之极恶宫，财田为一六宫中乃表里关系，可诊断财之病源。田宅宫为极恶宫之财帛宫，财帛为交易之工具，说明田宅与极恶之风水关系。田宅宫为交友宫之夫妻宫，意为夫妻之交友，故表示为异性的朋友。田宅宫为父母宫之福德宫，可以表示父母的嗜好、兴趣位。田宅宫为子女宫之迁移宫，小孩的地位、能力跟形象由此看出。田宅宫为兄弟宫之官禄宫，兄弟的工作状况跟行业。田宅宫为命宫之田宅宫，命主住的房间、客厅或与一家人的互动。详解紫微斗数福德宫，你这辈子的福分、福报。福德宫观嗜好、兴趣、享受、精神信仰、偏执的想法、品味跟内涵。福德宫看你的主德是否庇应你，福德宫看你的潜意识跟个性，福德宫看你的财源以及主星的特质。福德宫宫职的基本含义有：在人指的是福气、德性、福报跟因果；在世指的是交际应酬的宫位、嗜好跟享受；在物指的是赚钱与应酬。福德宫观累世因果位，也就是果报位，根器、才华、人生观由此看出。福德宫观秉性、性情、嗜好、兴趣、精神感受、享受位，感情情绪的抒发位，所以福德宫有忌，精神压力大，是否会自杀或犯煞由此看出。福德宫也可以看寿限、晚景位，晚景窟窿的因果显现的重要指标由福德宫看出。福德宫也可以表现反映精神感受，也就是喜怒哀乐的表现位，也主导健康与病痛，因为它也是果报位。福德宫代表品味、内涵以及修行人的善缘、根器和自在智慧位，就是精神方面的提升，人生自我价值观位。福德宫可以看身后的归属，也就是灵堂的场面大小，以及
身后的棺木跟坟地的状况。疾厄乃属心性，福德乃由阴德主德而来，且较与钱财有关之情欲。福德为4号宫，偏重于钱财之关系。福德与疾厄同表7情6欲。福德宫也可以看自杀，又称为自我之病。福德宫代表的6亲有祖父母、祖母、大姑妈。宫位转换含义有：福德宫为夫妻宫之官禄宫，配偶的工作、婚后之生活形态、悲欢离合与福德有关。福德宫为疾厄宫之疾厄宫，身体的状况重要参考之宫位，说明福德为因，疾厄为果的不可分的关系。福德宫为官禄宫之夫妻宫，表关系企业，有实务往来之同行。福德宫为兄弟宫之田宅宫，兄弟的财产状况，创业连锁的财产，兄弟姐妹的房间。福德宫为迁移宫之财帛宫，可以看在外之财运。福德宫为财帛宫之迁移宫，金钱欲望的表象宫，个人物质的偏好宫。详解紫微斗数父母宫，你这辈子与父母亲的关系及长辈贵人的有无。父母宫可以看生我、养我、长我的父母或长者，以及你的长辈缘、上司、公司。父母因为庇应我，也可以引申为政府机关、修养内涵气质或形于色的形象位，也就是相品位。父母宫可以看学习读书、学历、读圣贤书、做人之事、尝试的学习位，也可以称为光明位。一个人的名声、名誉、奖牌、奖状与荣誉位。父母宫也可以指父母、长者、长辈缘跟上司。父母宫也可以看修养、内涵、气质等形于色的表象位，也称之为相品宫、修养位。父母宫可以看学历、读圣贤书、做人、知识、尝试的学习位，也称之为光明宫或光明位。母宫的宫职基本含义为，在人指的是我的父母、长辈、上司跟师长，在世指的代表政府、公职、学士涵养，在物指血缘地、批发中介服务、包商包工或用头脑智慧得财，引申为处理一切文件的文书宫。父母宫也可以指百善孝为先的积德位。父母宫又称文书宫位、婚后的家庭位、婚姻的名分位。父母宫代表的六亲，广义指父母，狭义指父亲、大姐或大姐的妹妹、二姨妈位、妈妈的爷爷、爷爷的兄弟。父母宫宫位转换的含义，父母宫为官禄宫之子女宫，指的是事业之子公司。父母宫为财帛宫之交友宫，表支票、钱币、支付契约等。父母宫为交友宫之财帛宫，引申为银行、互助会、私人借贷等与人金钱往来位。母宫为迁移宫之疾厄宫，代表在外之水土以疾厄。父母宫为子女的官禄宫，代表子女的工作、形象、行为，亦代表合伙的利弊。父母宫为夫妻宫之田宅宫，为外夫家的家庭状况位，配偶之家世、出身、财运之参考宫位，另一半的房间或另一半家庭的阳宅。第4章节南派三合紫微斗数生宫的介绍。我们介绍完了命盘12宫，这个章节我们来了解另一个快速可以论命的方法，就是用南派三合紫微斗数的生宫来看一个人后天命运如何。因为前一章节提到的命宫代表的是先天，而生宫代表的是后天，而生宫只会落入下面6个宫位：命宫、夫妻宫、财帛宫、
迁移宫、官禄宫、福德宫。申宫落到这6个宫位都会有不同的效果，而申宫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命宫，就是辅佐命宫的角色，所以一般用申宫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中晚年运的好坏的宫位，也就是指35岁以后，申宫才会逐渐发挥它辅佐的功效。申宫属于后天的努力，能帮助到先天命宫不好的人去改善原本命宫不好的状况。而大家要注意的是，论命时命宫占了 60%， 申宫占了 40%， 且命宫可以压制申宫，但申宫无法压制过命宫，也就是你无法利用申宫来改变本命命宫不好的状况，因为申宫属于的就是后天的辅助，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哦。所以命宫不好，申宫好，表示虽然早年艰辛，但经过后半生的努力及申宫的辅佐下，晚年的运就会好很多。但如果命宫不好，申宫也不好，那穷困潦倒一生的几率就比较高。尤其是申宫入到的是财帛宫、官禄宫或迁移宫，都要特别注意。但基本上由于煞忌星同落命申宫的几率不高，故基本上很难同时间看到命申宫都不好的状况，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而如何定申宫呢？其实就是依照你的出生的时辰来定申宫。子午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命宫；巳亥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夫妻宫；辰戌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财帛宫；卯酉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迁移宫；寅申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官禄宫；丑未时出生的人，申宫落在福德宫。申宫落在了命宫，就表示命主属于命申同宫的状况，而这个状况代表的意思是先天的所得与后天的所得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自我意识比较强，是比较自我，凡事先想到自己。命申同宫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感情跟朋友之间的状况都不会太好，因为太自我了。而且一生当中身体上都会有一种伴随一生的小毛病。这时我们再来看命主的三方四正的格局是否是好是坏的状况。如果是好的格局，加上有后天申宫的帮助下，这个格局会更好。反之，命主的三方四正煞忌过多，表凶相时，此时的申宫就会有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命主的中晚年会更惨一些，因为凶相就加倍了嘛。而且由于命申同宫，所以前半生与后半生的状况应该变化不大，但基本上命申同宫算是不错的状况，表这一生有始有终。申宫落在了夫妻宫，表示会为配偶付出很多，且异性缘会很好，属于顾家的类型。至于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是要看夫妻宫坐落的是哪一些星种来论吉凶。如果落入的星种煞忌过多，表示是非波折会很多，因为在夫妻宫甚至会离婚或配偶过世等状况。当然，如果碰到的是吉星，比如是某主星化禄，这样夫妻关系问题就不大，而且感情上也会相当恩爱长久。尤其申宫影响的是35岁后的状况，如果结婚了，申宫落在夫妻宫的人就会更注重在家庭生活及夫妻感情上面，会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况。不过前提还是夫妻宫坐落的星种组合性要漂亮，
不逢煞忌星最好，否则会破坏这样的和谐状况。身宫落在了财帛宫的人，就是会很想要赚钱，尤其是35岁之后，更是想努力赚钱，看待钱的态度也会越来越重要，凡事就是以金钱为考量。不过由于爱钱，所以善于理财，对钱的计划跟使用的方式都有他的想法，也很会精打细算。不过这样的状况要好的格局才会好，如果逢煞忌太多，可能就会变成钱奴，或花钱不经思考，常常花大笔的钱去消费，然后又后悔不已。身宫落在了迁移宫，它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年轻时都在家乡打拼，突然中晚年开始就会开始往外跑，比如到外地工作创业，或者是搬离了家乡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等等状况。基本上工作就是到处跑的状况，或者是远离家乡，比如时常出差的业务人员，或近年风行的外送人员等等的工作。由于落在了迁移宫，所以这一生基本上忙碌奔波不断，在家也待不住，一生难得清闲。身宫落在了官禄宫，基本上事业心跟责任心很重，尤其是35岁之后更是明显。身宫落在了官禄宫的人，且三方四正不逢煞忌，且逢所谓的杀破狼格或天府加天相的创业组合，如果要他在家庭与工作选一种，他绝对会选工作，因为他对工作很执着，而且对事业很有野心，会有想再创事业高峰的企图心，且一定会达到一定的成就。如果是积月同梁格的人，可能求稳定外，更有可能一生都闲不下来，尤其是退休后还会做个顾问或去当个义工。但如果逢煞忌过多，这一生的工作或事业状况就会起伏不定，尤其是35岁后会想创业或很有工作上的企图心，但要相当注意，因为失败的几率很高，还要参看其他宫位，如命宫、财帛宫的状况，再来做决定。身宫落在了福德宫的人，基本上35岁之后就会有机会得到祖上或长辈留下来的资源或遗产的机会，尤其60岁之后也容易享福，且有含饴弄孙，而且容易高寿的状况。这一生也爱享受，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活快不快乐。基本上身宫落在了福德宫，格局好的人晚年运会比较好，但如果逢煞忌太多的人，反而年轻时爱享受，喜欢快乐，晚年却是不同于年轻时的状况，有种大起大落的差别哦。第5章节北派飞星紫微斗数来因宫的介绍。这个章节我们继续来介绍紫微斗数北派飞星的来因宫。来因宫代表的是命主这一生中因果关系最重要的位置，也可以俗称为果报位，也就是看前世今生关联的宫位，这一生的责任位等等的状况。如何找到来因宫呢？就是利用命主的出生年的天干，找到命盘12宫中其天干相同的位置来找到来因宫。比如出生年在甲寅年，他的来因宫就在甲戌位的官禄宫的位置。要特别注意的是，来因宫不落子丑2宫，落入这2个宫位是不论其来因宫的关系的，而且来因宫要搭配生年四化来论，因为来因宫的四化基本上就是本命盘四化衍生出来的，不论是大限流年或是每个宫位的四化转换，
都脱离不了来因宫衍生出来的四化，因为这些四化是用来论来因宫相关象意及宫位关系非常重要的依据。而来因宫除了是看前世今生的宫位外，也用来论断命主格局的好坏的参考依据。且由于来因宫是来自本命的四化衍生出来，也可以依照来因宫所坐落的位置来观其因果关系。来因宫也有着相对阴阳通则的概念在里面。之后的章节我们也会来论各宫位的阴阳通则及本宫对宫通则的关系。这一章节我们先单纯的教大家来因宫坐落在命盘12宫的因缘关系。来因宫落在了命宫的人比较自我，这事的责任就是做自己，所以他不会因为别人而动摇自己的想法，为的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为主，不会因为别人的期盼而去做，为的就是自己的兴趣或理想而努力。来因宫落在了兄弟宫的人，这辈子与母亲比较有缘，也会在意与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也会有很多的因果关联，且代表了借贷、自产及变动、迁移等状况。如化忌在兄弟宫，且兄弟宫又为来因宫时，可论断这个人喜欢自产或常与人有借贷的状况发生。因为兄弟宫为田宅宫之财帛宫，表命主一有钱可能就会想自产，或就会有人来找他借钱。来因宫落在了夫妻宫的人，这一生的责任跟在意的事情就是在配偶及感情上，而影响一生的发展就是依照配偶的方向去走，而不是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凡事都会先以配偶为主要优先，并且会尊重其想法，比如钱财的管理运用、做什么工作、是否远离家乡到外地发展等等，都会以配偶的意见为主。此时最怕煞忌入此宫，因为反而就会不顺，执着于配偶感情上，但却得不到好的结果。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来因宫落在了夫妻宫的人，论命前要看他结婚了没有，因为婚前或婚后的论断是不同的状况的。由于夫妻宫的对宫是官禄宫，故未婚前他的努力可能都会在工作事业上，而婚后就会转向在配偶的身上，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而且还要看四化星的位置来看相互的因果关系。来因宫落在子女宫的人，这一生与子女的关系很亲密，也很重视子女间的感情交流及联系，比较少出现与子女缘薄的状况。而子女宫也代表了桃花位、合伙位等关系，也代表人缘很好，这辈子也有机会与人合伙。我们一样要注意的是，来因宫落在了子女宫的人，论命前要看他生小孩了没有，因为生了小孩后，命主对努力的方向及本身的运势状况就会有很大的转变。如果是逢化禄星的话，就会因此不论是事业或财运，都会因为有了小孩而有逐渐变好的状况。来因宫落在了财帛宫的人，这一生就会以赚钱为努力的方向，也很重视钱及赚钱，且也喜欢理财，凡事都是先以钱财来衡量事情的重要性。由于财帛宫为夫妻宫的夫妻宫，所以也代表夫妻间的对待关系就会以有钱没钱来衡量。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来因宫坐落在财帛宫人的身上。
来因宫落在了疾厄宫的人，这一生就很重视自己身体的状况，比如会重视养生、早睡早起或生活规律自律很好等等状况。且来因宫落在疾厄宫的人，由于对宫是父母宫，所以会很重视自己的名声好坏，因为落在了父疾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本宫对宫通则。之后的章节我们会介绍，所以很适合当老师或研究工作，也适合稳定的上班方式或文艺教育的工作。但来因宫落在疾厄宫的人，如果碰到了化忌，就要多注意合约的签署、帮人做保、抵押贷款等，就会有比较多的状况跟问题会发生。来因宫落在了迁移宫的人，表在外容易发生意外，如果碰到化忌的话，就要多注意。由于迁移宫表在外也表驿马，所以如有化禄星的话，容易有到处跑的状况，或者在外地异性缘也会很好，也很有出国旅游或工作的缘分。来因宫落在了交友宫的人，这一生热爱结交朋友，朋友很多，也很注重朋友的交情，各种吉凶祸福的原因都会从朋友身上发展出来。命主是很重视朋友胜过重视家人的状况，有可能朋友电话一来就放下家里的事情就出去了，因为他认为朋友最重要。而且来因宫落在交友宫的人，很容易与朋友合伙创业或交集。与子女宫不同的是，子女宫遇到的合伙创业的人不一定是朋友，而来因宫落在交友宫的人，这里一定会是身边认识的朋友关系引申出来的创业状况。来因宫落在了官禄宫的人，这一生就是为了工作事业而生，他的责任就是工作事业为主，也很有工作的目标跟企图心，会花很多时间为了工作事业忙碌奔波，加班或辛劳都在所不惜，也不会喊累。而来因宫落在官禄宫的人，由于对宫是夫妻宫，表异性缘是属于工作上的异性缘，所以不是配偶，而是配偶以外的异性缘。而是否会离婚，也可以经由此宫看出第二春的配偶状况及机会。如果有碰到四化星的状况来论的话，是可以看出第二春的好坏的宫位的位置哦。来因宫落在了田宅宫的人，表示会注重家庭生活及房地产的投资。由于来因宫落在了田宅，所以命主有钱一定会自产，而且还不止一间。而且田宅宫也是财库，所以也能看得出其财库的状况。田宅宫也可以代表搬家，故很有可能有机会在这一生中有搬家的状况发生，甚至是出国移民到外地生活等等的状况。来因宫落在了福德宫的人，命主比较重视自己精神方面的提升跟修行的状况，也很重视所谓的精神享受，也容易获得所谓的祖辈或长辈遗产的眷顾。因为福德宫为父母宫的父母宫，所以容易得到祖上之财之象意。至于这些象意，就要看四化坐落在哪一宫来论。如果落入的是在田宅宫，有可能就是留下房子给命主；落入到财帛宫，就会留下一笔钱帮助命主等等，甚至传承的是生财工具或技术的状况，也表命主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来因宫落在了父母宫的人，与父母亲的关系会比较好，且重心也会放在父母亲的身上，相对的也表示容易受到父母亲的帮助或管教比较多。
这与来因宫落在命宫的人以自我为优先不同。命主在这时候很容易听从父母亲的意见去学习学业或选择工作等等。当然，这些还是要再看碰到的四化星的状况而定。如果是化忌，虽代表与父母的关系比较好，但也不代表不会有口舌是非或争辩的状况发生。第6章节紫微斗数四化星的介绍。这一章节我们来介绍紫微斗数中的四化星。四化星包括禄、权、科、忌这4颗星。这4颗星也是紫微斗数论命的精华所在。化禄星象征着财富和地位，代表个人的财运和事业运。化权星则象征权力和地位，代表个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化科星则是名声和科甲的象征，代表个人的气质和功名。化忌星则是执着与灾厄的象征，代表的是烦恼和困难。总之，四化星在紫微斗数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代表着个人的命运和潜在的发展方向。它们出现在命盘的哪一宫，就可以预示命主的运势和潜能，提供了有用的参考和指引。透过四化星搭配紫微斗数主星在紫微斗数命盘12宫的分析和解读，可以更好的来了解论命者的运势和方向，以及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紫微斗数四化星的介绍吧。化禄星，化禄星不论落在命盘哪个宫位，那就是老天给你最大的礼物。这个福你不求自来，不要都不行。而且化禄星落在命盘哪个宫位，在那个宫位你都会比较顺利，甚至成为令人羡慕的地方。所谓路表缘起，忌表结果，所以路要随忌走，才能知道其前因后果。看到化禄星，一定要考虑对照的对宫，因为禄喜照，被照的宫位会表现得更好。化禄星基本的含义如下：化禄星在人子、人缘家、异性缘家，含桃花的意味，也主聪明、悟性高、才艺优。化禄星在世子，表征忙碌、随和、好施舍的工作。化禄星含有解厄制化之功，与健康、寿延有关。禄科可以用来看寿命。化禄星在物质，表征财禄、食禄、福禄，也就是福报跟慧报，表征增加、增多的意思，大多是指钱财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论化禄星进入命盘12宫的状况。化禄入命宫，主福，一生少忧，衣食无虞，处事较平和。化禄星入命宫，用钱轻松，食禄不缺。化禄星入命宫的人，为人不记恨，好相处，好沟通商量，人缘好，好的情绪。化禄星入命宫，命宫有禄就会造迁移宫，表我性格好，走出去别人会更喜欢我，社会会更接纳我，因为性格好，在外面混得也好。化禄星入命宫，主婚姻、家庭、父母、子女间容易相处的融洽。化禄星入命宫，父母亲经济不虞匮乏，因为命宫为父母的兄弟宫，也就是财库位。化禄星入兄弟宫，化禄星入兄弟宫的人，兄弟人缘好，与兄弟有缘，能互助，兄弟是我的福气所在。化禄星入兄弟宫，一生事业、金钱多顺少逆，因为兄弟宫为成就位，所以利于升迁，
创业，而且会化权的话尤其显著。化禄星入兄弟宫，兄弟宫也是经济状况位，得禄则经济佳，周转容易。化禄星入兄弟宫，人气旺，不寂寞，身边不乏兄弟朋友，因为兄弟宫为交友宫的迁移位。化禄星入兄弟宫的人表体质少病，因为兄弟宫为身体的运气位。化禄星入兄弟宫表与母亲感情好，缘分佳。化禄星入夫妻宫，化禄星入夫妻宫的人异性缘佳，对配偶有情，且配偶有人缘，家事好，有助力。化禄星入夫妻宫，容易感情早动，容易早婚，而且感情顺利，但有博爱的倾向，因为会对每个异性都好。化禄星入夫妻宫的人婚姻幸福，婚后诸多顺遂。化禄星入夫妻宫，夫妻宫也表少小限，表小孩第二大限前多福少灾，平妥无碍。化禄星入夫妻宫，一生花用的金钱顺遂，表有福分财，因为夫妻宫为福德宫的财帛宫。化禄星入夫妻宫，夫妻有禄会造事业宫，表一生工作较如意，事业将有一定的成就。化禄星入子女宫，化禄星入子女宫表容易得子媳，子女有人缘，子女多，疼子女，而且子女很聪明。化禄星入子女宫表性欲强，性机能好，一生多桃花，异性缘佳。化禄星入子女宫，因为子女宫为合伙位，表示比较多合伙机会，而且合伙容易赚钱，因为为交友宫的事业宫。化禄星入子女宫表小辈缘厚，喜欢小孩，比如你要是老师，你容易就桃李满天下，假如你是主管，你的下属也会帮助你。化禄星入子女宫的人宜向外求财，因为禄为福，福落于田宅之外，因为子女宫为田宅的迁移宫。化禄星入子女宫容易遇难成祥，晚景好，有依靠。化禄星入财帛宫，化禄星入财帛宫的人表有钱，看钱重钱，赚钱容易，靠自己赚钱，花钱不缺，但爱财不小气。化禄星入财帛宫的人生来即带财，而且有偏财运。化禄星入财帛宫，与钱有缘，财路好，手头方便，但这些财不一定都是自己赚的。化禄星入财帛宫表赚钱机会多，或赚钱容易，收入很好。化禄星入财帛宫容易去做分红的工作，比如销售就会有奖金或者是红利，由那些得来的财富。化禄星入财帛宫表婚姻对待好，和钱有缘，所以婚姻也容易幸福，因为财帛宫为婚姻的对待位。化禄星入疾厄宫，化禄星入疾厄宫的人表懒散无劲，不喜欢流汗，易有肠胃肝脏之疾病，而且要小心发胖，容易胖。化禄星入疾厄宫容易随遇而安，但不够积极，容易耽误正事，怠惰忘志。化禄星入疾厄宫表家运好，少操心，多好情绪，好的脾气。化禄星入疾厄宫物质生活优渥享受，且少久病纠缠之痛苦。化禄星入疾厄宫，疾厄宫也是事业宫的田宅宫，有禄进来表示工作场所大，
生财的地方好。化禄星入疾厄宫，疾厄宫有禄会造父母宫，疾厄宫是父母宫的迁移宫，表示父母在外混得好，在外面很有成就。化禄星入迁移宫，化禄星入迁移宫的人出外容易发达，财在远方，出外赚钱有利，出外能发机，而且能衣锦还乡，在外有人缘，出外机遇好，贵人也多。化禄星入迁移宫表善察言观色，聪明，容易攀援，机会多，际遇佳，事多顺遂。化禄星入迁移宫适合做公关业务的工作，宜分红的薪水。化禄星入迁移宫表晚运佳，也有长寿的象意。化禄星入迁移宫，迁移宫是所谓的果报的宫位，化禄表示你果报里有福，有不期而遇的好事，如遇偏财星如廉贞、贪狼、破军化禄，容易有中彩券的缘分哦。化禄星入迁移宫，迁移宫有禄会造命宫，外面圆融，名气好，让你的人生层次变高。迁移宫有禄好过于命宫有禄。化禄星入交友宫，化禄星入交友宫的人表交友广阔，花在朋友的时间胜过家人。化禄星入交友宫表朋友多，朋友也多有帮助，对朋友重情，而且朋友有钱，多靠朋友赚钱，交际也很多。化禄星入交友宫的人有同辈之福，他们能帮你，你也喜欢人际交往。交友宫就是指朋友、同事、客户以及有缘接触到的同辈。化禄星入交友宫有利于考试竞争，各行各业离不开人际竞争。如果交友宫有禄，那拥护你、帮助你出头的人就更多了，靠人脉、人气财，可从事服务业跟仲介业。化禄星入交友宫，交友宫有禄就会造兄弟宫，表人际关系好，被人照顾就更有成就。化禄星入交友宫，父母事业平顺，因为交友宫是父母宫的事业宫。化禄星入官禄宫，化禄星入官禄宫的人表运气好，手气顺，工作容易上手，工作机会多，也容易心想事成。化禄星入官禄宫，官禄宫代表外面的感情，表工作上有异性缘。化禄星入官禄宫的人要防感情外向、婚外情。如果是做桃花星的话，因为官禄宫为夫妻宫之迁移宫。化禄星入官禄宫比别人运气好，官禄宫是所谓的气数位，一生的运气位。化禄星入官禄宫表事业宫有禄就会造夫妻宫，事业宫是夫妻宫的迁移宫，表配偶容易外面光彩照人，有稳定的工作，会有助于成家。化禄星入官禄宫宜创业，喜欢投资，由事业赚钱，要钱也要靠自己赚。化禄星入田宅宫，化禄星入田宅宫的人容易享受家庭之福，爱家，有天伦之乐，家人容易平顺长寿，门风也好。化禄星入田宅宫，容易家庭物质条件不错，让你衣食无忧，得到不动产的几率也大。化禄星入田宅宫有主产、得主印、成主业、主地，也可以发机。化禄星入田宅宫表住宅环境好，或房子大、房子舒适、房子值钱、地段好，也有新房子之意。化禄星入田宅宫逢偏财星，可从事不动产的投资或这个行业，因为他投资的不动产容易升值。化禄星入田宅宫如果是偏财星，如廉贞、贪狼、
破军，更是容易富有。太阴路在田宅宫就会有不动产的继承，因为田宅是人生最大的财库位。化禄星入福德宫，化禄星入福德宫的人表乐观、好情绪、快乐喜乐、乐天知足，也满足，少计较。化禄星入福德宫的人表福报好、安逸，常不求自得，心想事成，安逸有福，也能遇难成祥或祸不离身。化禄星入福德宫的人有寿相、晚景优，好的情绪，气量大，也少恶疾或久病缠身的折磨。化禄星入福德宫的人要防散漫、不积极、满足现状、胸无大志或过于依赖。化禄星入福德宫，福德宫是果报位，表福报好。如果逢偏财星，如廉贞、贪狼、破军化禄的话，容易心想事成，不求自得。化禄星入福德宫，福德宫有禄就会造财帛宫，精神想法稳定乐观，也有利于赚钱。化禄星入父母宫，化禄星入父母宫表长辈缘好，父母好沟通，或父母之印，也容易受上司长官的提拔。化禄星入父母宫，利于读书考试，也容易考上公职，容易学习的不错，或有独门的学习技能，而且自己也很爱学习。化禄星入父母宫表子女事业顺利，因为父母宫为子女宫的事业宫。化禄星入父母宫，看似愉悦亲和，但防阿谀附和，甜嘴讨好，只做表面功夫，也防聪明有余而读书未尽全力，因为禄为兴趣关心，并不是专注跟认真。化禄星入父母宫的人容易有涵养，形象不错，讨喜，会说话，也爱惜自己的形象。化禄星入父母宫，父母宫是交友宫的财帛宫，也是指银行，表示你容易和人金钱往来顺利，少贷款压力，也少文书的麻烦。化权星，化权星表占有或者控制，或者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这不管是用在婚姻、事业，还是用在相处等等，是一种想主动掌控的状态。化权星基本的含义如下：化权星在人指表征权势、权柄、具威严，主小时候任性、霸道，长大后性刚果决，也就是做事有原则、有责任。化权星在世指表征占权、掌权、具领导的实质，主能干、有才华，含专门技能，富开创能力。化权星在物质表争执、摩擦，也表外来的伤害，小时候容易有跌伤、碰伤、烫伤等状况。表征增加、增值，指权力、地位或不动产。化权星入命宫，化权星入命宫的人个性强，思想高超，外表庄严，事业心重，喜掌权，一生总要比人高。化权星入命宫，格局差者容易不虚心，防自以为是，自视甚高。化权星入命宫，如获得官禄宫或财帛宫，以同心曜化禄来会，则此命宫化权得以发挥。化权星入命宫，如遇到兄弟宫、田宅宫以同心曜化禄来会，则此命宫化权将获得的是成就。化权星入命宫，如遇到迁移宫以同心曜化禄来会，则此命宫化权
必获得掌声与肯定。化权星入命宫，如碰到的是交友宫以同心曜化禄来会，则此命宫化权虽也能获致掌声，但要防谄媚奉承的状况。化权星入兄弟宫，化权星入兄弟宫的人，表兄弟掌权，兄弟间意见较多，兄弟间有人比我还要强。化权星入兄弟宫，表兄弟容易有主见，有成就，容易有兄长之下。化权星入兄弟宫，表兄弟能干，妈妈能力强。化权星入兄弟宫，我容易有事业，金钱有成，因为兄弟宫为成就位，尤其又会了化禄，尤其顺利。化权星入兄弟宫，表积极开创，利于升迁创业。化权星入兄弟宫，表身体体质强，因为兄弟宫为身体运的位置。化权星入夫妻宫，化权星入夫妻宫的人，表配偶掌权，配偶对我的事业有助力，配偶的主见性强，但防容易起争执。化权星入夫妻宫，我工作运强，因为权照事业宫。夫妻宫也表少小限，表小孩子少小限平妥无碍。化权星入夫妻宫，一生金钱多顺遂，因为夫妻宫为福德宫的财帛宫。化权星入夫妻宫，夫妻宫化权又逢自化忌的话，表配偶不会另娶或与人同居，但会经常吵架。化权星入夫妻宫，夫妻宫化权又逢自化科，就要小心婚姻容易有变化，也就是婚变的状况。化权星入子女宫，化权星入子女宫的人，如果格局好，子女主见强，格局好就容易有成就。化权星入子女宫，如果是格局差的状况，小孩的个性强，而且不好教，管教需很费神。化权星入子女宫，子女宫又为合伙位，会因合伙得财，拿技术合伙得财的状况，合伙容易有成，宜向外求财。化权星入子女宫，表性生活的宫位，化权则表示强势与勇猛。子女宫也是桃花位，主有桃花，也有桃花财。化权有霸占强制的形态，有时候会出现非两厢情愿而用霸王硬上弓之象。化权星入子女宫，如逢自化忌，表子女不理父母之管教，子女常不领情。化权星入财帛宫，化权星入财帛宫的人，创业掌权仲裁，适合做生意，宜专业专技赚钱，而且能高薪高职位。化权星入财帛宫的人很会赚钱，有钱就想投资创业。化权星入财帛宫，适合业务的开发、拓展、领导的工作，利于升迁，也可以创业。化权星入财帛宫，不宜固定薪资，适合分红的薪水工作方式。化权星入财帛宫，权喜入会，则机遇会更扎实，拓展的空间会更大。化权星入财帛宫，表父母亲身体硬朗，因为财帛宫为父母宫的疾厄宫。化权星入疾厄宫，化权星入疾厄宫的人，表少年多灾，易有外伤，而且调皮霸道，喜欢顺耳的话。化权星入疾厄宫，身体健壮结实硬朗，
爱运动，抗压能力强。化权星入疾厄宫，抵抗力较强，小病少，比较有活力，而且活动力也强。化权星入疾厄宫，个性较干脆，而且直线条。化权星入疾厄宫的人如家计，因为权忌相逢，则活动量大，格外劳碌，要防过劳、运动伤害等等状况。化权星入疾厄宫，表父亲能力强、果断，父亲容易有成就。化权星入迁移宫，化权星入迁移宫的人出外做事业有领导能力，喜表现才华，而且喜欢做得很大，发号施令，人格高尚，但多是非，易犯小人。化权星入迁移宫，反应敏捷，记性佳，容易见多识广，获得成就。化权星入迁移宫，适合专业专技，利于升迁创业，可以高薪或分红薪水。化权星入迁移宫，可获高职位、高的社会地位。化权星入迁移宫，迁移宫化权最喜欢化禄，则兼具能力与圆融，相得益彰，无往不利。化权星入迁移宫的人，迁移宫化权逢化忌，就要防狭隘的自恃与独断，也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的状态。化权星入交友宫，化权星入交友宫的人容易交上能力好、有成就的朋友。化权星入交友宫，造兄弟宫，表兄弟有地位、成就。化权星入交友宫的人，如果格局好，朋友成就我；如果格局差，容易被朋友牵着鼻子走。化权星入交友宫，交际广，不随便交友，但一经交上，就会对朋友很始终。化权星入交友宫的人，考运强，但逢化忌，容易棋逢对手。化权星入交友宫，格局差，防虚有其表，与朋友意见多，也会经历很多麻烦的事情。化权星入官禄宫，化权星入官禄宫的人表天生的老板命，有领导能力，掌实权。化权星入官禄宫，适合开发、拓展、领导的工作，利于升迁，也可以创业。化权星入官禄宫，一生事业比别人有成就，要注意配偶体质弱，对待关系不佳，容易因事业而忽略配偶。化权星入官禄宫，配偶能力强，可以独当一面。化权星入官禄宫，表上班族，主掌权，具领导实质，是外务的人才。化权星入官禄宫，化权入官禄宫，表拥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化权星入田宅宫，化权星入田宅宫的人，早年就有不动产，而且不动产多，有祖产，房子大。化权星入田宅宫，房子大，不动产值钱或地段好，可以自家开店盈利或房产出租。化权星入田宅宫，如逢偏财星，容易发富有，也可以从事不动产的行业。化权星入田宅宫，本身容易开创财富，也容易创业。化权星入田宅宫，田宅指家庭，表家庭富、积极、活力，或家教较严谨。化权星入田宅宫也表在家霸道，或子女也霸道。化权星入福德宫，化权星入福德宫的人表个性霸道，主观重外表，自负
做事以自我为主张，不愿受人约束。化权星入福德宫的人，敢赚敢花，容易着重物质的生活。化权星入福德宫，格局好的人常心想事成，格局差的人常眼高手低，大起大落。化权星入福德宫，防好大喜功，爱面子，造成奢华浪费的状况。化权星入福德宫，拥专业专技人，常大笔收入，因为权造财帛宫。化权星入福德宫，做生意喜欢走高品质、高格调、高价位、大手笔的做法。化权星入父母宫，化权星入父母宫的人格局好，记性佳，利于念书、考试、公职以及证照的取得。化权星入父母宫宜读圣贤书，则谈吐有误，仗义直言，或学习专业专技术，则更具说服力，以利提升生活的立足点。化权星入父母宫的人，父母主见性高，父母掌权，父母思想保守，能力强。化权星入父母宫，子女也容易事业有成。化权星入父母宫，化权入父母宫如逢化忌，则容易有草莽、鲁直的个性。化权星入父母宫，化权星入父母宫逢福德宫化忌转入，防容易激动、易怒、口出秽言、无礼。化科星，化科星表天生有慈悲心，心软善良，天生傲骨，自尊心强，念旧细腻，很重感觉的人，很懂得体贴对方，尊重对方，为对方设想，而且重感情。化科星基本的含义如下：化科星在人子，主声名、声望、名望，爱面子，多愁善感，主贵人，表适时出现的贵人，解厄制化之功，与健康有关。化科星在世子，表征科甲、科名、功名，考试，表征主聪明，易学集之，博学多闻，表征主平顺，无大风大浪。化科星在物质，文具、书本、礼物等等。化科星入命宫，化科星入命宫的人长相文质清秀，乖巧忠厚，随和，爱面子，好学艺。化科星入命宫，人缘佳，风度好，有助人之事，也有贵人相助。化科星入命宫，功名、考试、读书的成就高。化科星入命宫是念旧的人，重视感觉的人。化科星入命宫，表少年体弱，但长寿，应有解厄之功。化科星入命宫，如与地空地劫同度，表怀才不遇。化科星入兄弟宫，化科星入兄弟宫的人跟兄弟姐妹相处主和睦，有风度，有礼貌。化科星入兄弟宫，兄弟姐妹平和单纯，为我之贵人，我亦为兄弟姐妹之贵人。化科星入兄弟宫，表收入不多，但理财有计划，收支容易平衡。化科星入兄弟宫，宜上班安稳。化科星入兄弟宫，可能有异胞的兄弟。化科星入兄弟宫的人，表朋友较少损我，我与长辈相处融洽。化科星入夫妻宫，化科星入夫妻宫的人，表配偶漂亮、文质、秀气，配偶个子小，家世清白，不易老，好面子，为我之贵人。
化科星入夫妻宫的人，婚姻是经人介绍而成婚，如婚姻不顺，可借由笔友或征婚找另一半。化科星入夫妻宫，配偶容易家世较单纯。化科星入夫妻宫，容易藕断丝连的感情。化科星入夫妻宫，易有婚变，如在遇自化科更是如此。化科星入夫妻宫，如有外遇，易被捉奸。化科星入子女宫，化科星入子女宫的人，子女长相清秀，听话，会读书，有艺术造诣。化科星入子女宫的人，子女少，子女身材瘦，生了孩子以后运气较佳。化科星入子女宫，子女宫为桃花位，可能与2个女人生小孩，桃花不断。化科星入子女宫，性生活讲求情调跟气氛。化科星入子女宫，子女宫为合伙位，可以因合伙得财，但得到的不多。化科星入子女宫表有钱够用而不缺，虽为消耗但不大，甚至还有存余。化科星入财帛宫，化科星入财帛宫的人表赚的钱是平稳之财，财不会很多，而是细水长流之财，喜欢赚清白钱，不会贪污。化科星入财帛宫，适合白领阶级上班，外表看起来很有钱。化科星入财帛宫，表有计划性的花钱，而且容易量入为出。化科星入财帛宫，小额周转容易。化科星入财帛宫，表这辈子足有财，但不多，也够用。化科星入财帛宫，收入不稳定时，就会为钱财烦恼。化科星入疾厄宫，化科星入疾厄宫的人，身体较无灾厄，有病逢良医良药，身体的贵人运好。化科星入疾厄宫，因防过瘦，营养不良，贫血，身材苗条。化科星入疾厄宫，举止斯文优雅，不疾不徐。化科星入疾厄宫的人，因防优柔扭捏。化科星入疾厄宫，表心情情绪较稳定，不易得身心症，个性随和。化科星入疾厄宫的人，如果他要买房子，他是紫微化科的话，他买房子是看感觉，但他喜欢大房子。化科星入迁移宫，化科星入迁移宫的人，出外桃花，贵人多，在外有好名声。化科星入迁移宫，在外主平顺，出外有贵人，容易出国深造，发展都不错。化科星入迁移宫，在外机遇非常好。化科星入迁移宫，高雅文质，举止上的秀气，斯文形象好。化科星入迁移宫，因防矫饰矫揉。化科星入迁移宫，表一马重，容易出国深造或移民。化科星入交友宫，化科星入交友宫的人，表君子之交，朋友是贵人。化科星入交友宫，表所交的朋友多温文谦和。化科星入交友宫，表友情绵长，君子悠悠的情分。化科星入交友宫，少交不良嗜好的朋友。化科星入交友宫，流年交友宫如遇到化科，有机会遇到旧朋友，或会怀念旧的朋友。化科星入交友宫，与朋友相处有风度，有风情。化科星入官禄宫，化科星入官禄宫的人，表领薪阶级，事业平稳，力升迁，考试入宫门。化科星入官禄宫，有贵人助，
从事文教工作有潜力，因为官禄宫为运气位。化科星入官禄宫宜上班安稳，适合文职或企划的工作。化科星入官禄宫，夫妻相处和谐，而且是经由介绍成婚。化科星入官禄宫，表平稳有余，但防魄力不足。化科星入官禄宫的人也要防行事多思犹豫。化科星入田宅宫，化科星入田宅宫的人表有主业，亦能自给自产，得馈赠之财。化科星入田宅宫表家教好，花钱量入为出，计划性买不动产，而且子女聪明乖巧。化科星入田宅宫表房子漂亮，家中布置朴素，喜欢高雅古玩诗书。化科星入田宅宫，房子不大，但朴实有余，而且安适。化科星入田宅宫，家中书香气息，与家人相处主和睦，少有争吵。化科星入田宅宫的人，物质生活较恬淡。化科星入福德宫，化科星入福德宫的人表修道有力，福泽家，老运清闲且广积功德。化科星入福德宫表恬淡安逸，修心养性，不好虚华，平时无华。化科星入福德宫会赚钱，量入为出，享受多，需要用钱时有人帮忙，临急时贵人运好。化科星入福德宫表喜欢看书，不表示会读书。化科星入福德宫表修养好，量入为出，享受多，他的享受是属于有计划性的。化科星入福德宫容易有享受病，如果喜欢抽烟就会伤肺，喜欢喝酒就会伤肝，喜欢养宠物就容易过敏。化科星入父母宫，化科星入父母宫的人表文质谦和有气质。化科星入父母宫表学习容易，学业成绩好，有名气。化科星入父母宫为人聪明随和，读书运好，而且长寿。化科星入父母宫表有桃花，体质好，身材不错，遗传基因不错，但少年体弱。化科星入父母宫表父母忠厚，为人好。化科星入父母宫表贵人多为长辈、父亲、上司。化忌星，化忌星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属于化忌星。化忌星所在的宫位，尤其对宫被化忌所冲的宫位就要注意，往往是你如何奋斗都还是有不圆满的地方。化忌星如忌在人位，比如是命宫、兄弟宫、夫妻宫、子女宫、交友宫、父母宫，宜聚少离多，但因为这样而减少摩擦。化忌星如在物位，如田宅宫、财帛宫、福德宫，表得到。化忌星在四位，如迁移宫、官禄宫、疾厄宫，主凶跟损失。化忌星基本的含义如下：化忌星在人子，主思考逻辑多变动、多变迁，爱钻牛角尖，主驿马，动荡不安，表有数理细胞，容易是工程师、研发设计的人才。化忌星在巳子，不顺，因为常事与愿违，工作常怀才不遇，容易困扰、是非、凶兆、灾厄、死亡。化忌星在物质收藏，因为它是财帛的收藏位。化忌星入命宫，化忌星入命宫的人表执着、固执、自我，
容易偏激、偏执、狭隘，难沟通，固执己见，凡事先入为主。化忌星入命宫的人有特殊才能，学而不精，可做武职，偏门的事业反而是急躁，但宜上班。化忌星入命宫，体弱多灾，灾厄多，易犯小人，小时候多灾，有隐疾，自卑感，一生不顺，奔波劳碌，六亲缘薄。化忌星入命宫冲迁移宫，表外出也会因为固执不随缘而惹是生非。化忌星入命宫如逢自化忌，表固执，而化忌星入命宫逢自化权，表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化忌星入命宫如逢自化禄，容易情绪化。化忌星入命宫如逢自化科，这个人很讲理。化忌星入兄弟宫，化忌星入兄弟宫的人表兄弟少，兄弟感情不佳，兄弟为我一生最大的困扰，前世欠兄弟债，兄弟中可能会有夭折的人，兄弟间不顺利。化忌星入兄弟宫表收入不高或支出多，生活需简约，工作多为上班族或现金小生意。化忌星入兄弟宫，兄弟宫是身体的气数位，化忌星入兄弟宫的人容易气虚，精气神差。化忌星入兄弟宫如逢女命，容易是职业妇女。化忌星入兄弟宫，命格佳时，存钱可以积沙成塔。化忌星入兄弟宫，容易是长子长女，要为兄弟姐妹付出的角色。化忌星入夫妻宫，化忌星入夫妻宫的人表配偶执着、固执，不易沟通，感情不顺，或配偶容易有病灾急难之类，婚姻配偶少助。化忌星入夫妻宫表我执于情，防遇人不淑，夫妻间感情容易不好，所以宜晚婚，但一定表示会结婚。化忌星入夫妻宫，格局差的人不利于桃花、婚外情，慎防感情债、桃花债，因此而破财或身败名裂都有可能。化忌星入夫妻宫的人勿赌博、投机，因为福分财不厚。化忌星入夫妻宫，工作容易转换，也可能容易没工作，因为夫妻宫忌冲事业宫。化忌星入夫妻宫，如果有婚外情，容易被抓，如果想离婚也很困难，需要还清婚姻债才行。没有结婚也会有感情债，感情也会不顺利。化忌星入子女宫，化忌星入子女宫的人疼爱子女，子女少，欠子女债，管教子女严格，得子媳晚。化忌星入子女宫表子女必有问题，如流产或其他事故，妻易流产、堕胎，女命要防投胎易夭折、喜搬家。化忌星入子女宫，小孩固执执着，不好沟通，要防代沟，欠子女债，为子女操心，防小孩没出息、不听话或健康乖违。化忌星入子女宫，防沉迷色欲，如子女宫做桃花星又化忌的话，因为子女宫也是婚外情的宫位，也是小心桃花惹祸，尤其是遇到廉贞贪婪这种桃花星。化忌星入子女宫，防意外、病痛，也要防晚景差，宜修心养性、积德，因为子女宫为福德的宫中六位。化忌星入子女宫，
子女宫也是合火位，合火会很费心，容易出问题，所以不宜合火。化忌星入财帛宫，化忌星入财帛宫的人适合固定薪资或辛苦之得的现金生意，因为这样少风险，不利经商，容易为五斗米折腰。化忌星入财帛宫，格局佳者小生意赚大钱，可以积沙成塔。化忌星入财帛宫，爱财，爱算计，有金钱观念，不大方。其实财帛宫化忌不一定穷，怎么花钱还是有钱花，但想要节省就留不住财。化忌星入财帛宫，财帛宫也是夫妻宫的夫妻宫，表婚姻的对待位，所以容易彼此对待不好，夫妻聚少离多，也有可能是钱的问题。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化忌星入财帛宫的人表福分差，享受差，是个劳碌命，而且要注意配偶身体不好。化忌星入财帛宫，如为女命，亦为职业妇女。化忌星入疾厄宫，化忌星入疾厄宫的人表体弱多灾，有暗疾，也易有意外之灾。化忌星入疾厄宫，容易有忧郁症、躁郁症，容易闹自杀。化忌星入疾厄宫，疾厄宫是事业宫的田宅宫，化忌则表工作场所小，不舒适，还有可能有危险的工作环境。化忌星入疾厄宫的人，个性为尽本分、守成、内敛，可以吃苦，心地好，无心机，心软，是个老实人。化忌星入疾厄宫的人也喜欢吃醋，但容易吃亏，个子矮小，喜欢多计较。化忌星入疾厄宫的人与父母缘薄，桃花也少。化忌星入迁移宫，化忌星入迁移宫的人表出外不顺，宜注意车祸，心老是在外，少小就离家，不耐静，在外无贵人。化忌星入迁移宫，不善察言观色，容易实话实说，直来直往，城府浅而吃亏，不讨好，小气量的个性。化忌星入迁移宫，不善装扮，不喜欢虚荣伪饰，不重外表，不爱繁华热闹。化忌星入迁移宫，宜闲事少理，可以独善其身，少人控制大局。化忌星入迁移宫的人表不发少年人，大器也晚成，年轻时宜安稳上班，且不得赌博投机。化忌星入迁移宫，格局差时防意外，业力病，限运差时常天不从人愿。化忌星入交友宫，化忌星入交友宫的人表朋友少，朋友无助力，欠朋友债。化忌星入交友宫，格局差时防人生多起伏，难守成，收入不稳定，宜上班安定。化忌星入交友宫防体质身体不够健康，因为冲兄弟宫的体质位，也要注意配偶的健康问题。化忌星入交友宫，常遇到损友、损同事、损客户，困难的时候不能帮，好的时候却来害你。化忌星入交友宫，为人喜情、义气、仗义疏财，重承诺。化忌星入交友宫，善财少蓄，理财不得要领，所以不容易存钱，因为冲兄弟宫这个财库位。化忌星入官禄宫，化忌星入官禄宫的人表对事情执着，常换工作，心猿意马，在职怨职，事业不顺。
化忌星入官禄宫，无官运，有敬业精神，宜上班，专门技术，做现金生意。化忌星入官禄宫表工作忙碌或压力重，而且工作时间长。化忌星入官禄宫表配偶耿直厚道，不善甜言蜜语。化忌星入官禄宫格局差者，但凡婚姻少情趣，产生离心力的婚姻有貌合神离之感。化忌星入官禄宫，官禄宫也是婚姻的迁移宫，如果贪婪忌、廉贞忌，要小心烂的婚外情桃花。化忌星入田宅宫，化忌星入田宅宫的人心在家里顾家庭，对家很有责任感，重视家庭胜过一切，对朋友不多情，少人际往来，也有点自私。化忌星入田宅宫表主产不多，不动产晚得，节省或分期买屋，如第一次置产也宜或容易买二手屋。化忌星入田宅宫格局差者，容易出身较差或有家庭债，少主印余印，六亲少助。化忌星入田宅宫，因为环境所使而养成了勤俭守成、简约、安静守分、顾家、内敛、勤快的个性，容易辛苦白手起家，因为需一切靠自己，也能守住主业，但切勿投机。化忌星入田宅宫的人容易是长子，与生俱来的家庭责任负担都在他身上，也可能子息渊博，因为冲子女宫，也欠家庭债。化忌星入田宅宫，忌在田宅宫冲子女宫，表欠小孩债，存不到钱，小时候常常搬家，长大还未购置自己的不动产前，还是会常常搬家。化忌星入福德宫，化忌星入福德宫的人防重享受，不满足，敢花钱，而且舍得花用，因为财帛宫忌出自福德宫。化忌星入福德宫的人格局差时，防直性过重，直依气万，直所好而不能顾全大局，或玩物丧志，沉迷所好而人生偏废，荒诞，不能自拔，凡容易烦躁，自我意识浓，人缘不佳，难改恶习。化忌星入福德宫适合专业性的研发设计等兴趣的工作，如果会入权就会显得更好。化忌星入福德宫的人应少投机，远离赌毒酒色等不良嗜好，以免迷情妄欲，也防着于爱恨，偏执喜乐而自毁前程。化忌星入福德宫的人精神压力大，有福也难享受，容易悲观，凡事往坏处想，常有抑郁的情绪，尤其是女性常杞人忧天，如遇天机、文昌、文曲这些星化忌就比较明显。如果是遇到巨门或太阴化忌，还有可能猜忌多疑，或者心里想着想着就想偏了。化忌星入福德宫，命格不佳时，命运容易乖违、颠沛等困顿；现运差时，容易出现业力病，容易破财。化忌星入父母宫，化忌星入父母宫的人防脾气怪直、快人快语、喜怒形于色，容易得罪人，因为父母宫忌出到极恶宫。化忌星入父母宫的人，父母长辈固执，不好沟通，防与父母长辈有代沟。化忌星入父母宫，读书考试需认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很难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读书。化忌星入父母宫，格局好，
孝顺、爱念书，慎防成书呆子，但容易是嘴巴不甜的孝子，格局差时欠父母债，须尽孝养之责，或帮父母分忧解劳。化忌星入父母宫的人容易扛房贷，也防户籍、税单、证件、契约、罚单、支票等文书问题，所以要慎防与人金钱往来。化忌星入父母宫，与父母缘薄，欠父母债，父母亲体弱，喜欢管教，而且啰嗦不停。第7章节紫微斗数14主星介绍。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介绍了紫微斗数最精彩的四化星理论，配合紫微斗数10天干四化口诀，可以让紫微斗数的14颗主星产生不同的禄权科技的四化星质变，进而产生不同的特质及象意。在本章节中，我们将开始介绍紫微斗数14主星的星性及特质，这是未来学习论盘时的重要基础依据。关于紫微斗数14主星是否有好坏之分，吴明老师认为基本上这些主星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遇到了煞忌星在三方四正时，星性和运势就有可能变得不好。因此一些坊间的紫微斗数书籍常常说命宫如逢巨门星、破军星、七煞星，都说得很难听，他们的命都不好等等。但实际上这3颗星并非本质上的不好，而是当他们遇到煞忌星时，可能会让主星产生质变，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未来论命时，需要特别注意要善观入忌，即是否逢煞忌而论，不能只看星种就论命主其命不好，这是未来论命要特别注意的哦。紫微斗数14主星可以分为紫微星系和天府星系。紫微星系有6颗主星，分别是紫微星、天机星、太阳星、武曲星、天同星、廉贞星。这些主星的星性和特质主要表现在外貌跟五官上。而天府星系有8颗主星，分别是天府星、太阴星、贪狼星、巨门星、天象星、天梁星、七煞星、破军星。这些主星的星性特质主要体现在性格、行为等方面。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紫微斗数14主星的课程吧。紫微斗数14主星，紫微星介绍：贵星、财星、孤独之神。紫微星，北斗帝王之星，官禄公主，己土，也就是阴土，化气为尊，代表人物伯邑考，又称周伯义、周文王的儿子。紫微星也是贵星、财星，入命不发少年人，寿星，行宪逢之，人保安康而添吉祥，有解厄、解消凶恶、逢凶化吉、制化之功，对煞星有制服并化解其肆虐的能力。帝王之星主孤论，也主尊贵。尊贵品格耿直，耳根软，皮肤白，高贵善良，尊贵有气质。紫微星最好与七煞星同宫，因为紫微能治，七煞为善。紫微落在人位，就是人际关系比较烦，那落在事位，就会为做事情而烦恼了。紫微星也主思觉路，紫微最好有左辅、右弼、文昌、文曲同坐。独坐时好比孤军，缺少贤臣辅佐，容易独断独行，而为奸臣小人所成，成为奴欺主，难以发挥其威严，而有落寞有志难伸的心境，并常出现以外行之见去领导内行之人。
紫微星四化星有哪些？紫微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乙天干紫微化科，壬天干紫微化权。由于紫微星为北斗星系中的帝王之星，因此不受化忌的限制。紫微斗数14主星，天机星介绍：易算、智慧、善变之神。天机星，南斗正曜第3星，属紫微星系，兄弟宫主，乙木也是阴木，木主仁慈，喜接触宗教、命理，代表人物姜子牙太公，曾辅佐周武王，又称吕望、太公望、吕太公、齐太公等。天机星是易算之星，理智分明，机智智慧慈善，孤独命，婚姻晚或无婚姻格局，修道命不能做生意当老板，智慧高超，可走策划、参谋、设计、军师，智慧善变之神。天机星也主智慧、思想、手足、神经系统，化气为善，化忌为恶，伤脑筋，头脑打结。天机星四化星有哪些？天机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乙天干天机化禄，丙天干天机化权，丁天干天机化科，戊天干天机化忌。紫微斗数14主星，太阳星介绍：权星、动星、官禄之神。太阳星，中天斗主星，官禄宫主，典型的官禄主，士农工商皆可论的官禄主，也指事业方面、升迁方面，也是权贵之星，最爱逢化权。丙火，也就是阳火，主父、夫、子，也是一颗感情波动之星，其实就是太博爱了。代表人物比干，纣王的忠臣。太阳星主驿马，日出日落，主忙碌奔波。太阳星也主光明磊落，日照天下，博爱无私，宽宏大量，慈悲慈祥，非常忠诚，注重精神层面的施予和付出，不计较是非，对金钱没有控制力，爱好各种活动，喜交朋友，乐于助人，极为主动开朗。命宫做太阳星逢女命时，比较有男人之志，有事业心跟企图心，喜欢穿裤装，也比较不爱撒娇。太阳星四化星有哪些？太阳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甲天干太阳化忌，庚天干太阳化禄，辛天干太阳化权。紫微斗数14主星，武曲星介绍：将星、财星、财帛之神。武曲星，北斗第6星，财帛宫主，属正财星。辛金也是阴金，为将星，寡宿之星，正财星。代表人物周武王，周文王的儿子，周伯益的弟弟。武曲星也是正财星，财帛主，刚毅正直，主官，寡宿，寡宿指刚则孤寡。武曲正财星落入财乡，也就是财帛宫，主财旺，必是理财高手。与天府星同坐，则有受喜会贪狼这颗偏财星。武曲也是财帛主，紫微斗数第1颗大财星，属于正财星，主有财，但要付出劳心劳力得的正财。武曲星主个性果断勇敢，有决断力，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很严格，不受别人约束，
喜欢掌权，身材中等，孤傲，宜君谨直，因孤寡的个性，多主人缘不佳，与亲人不亲。武曲星代表的神明有关公、各种的将军庙、各种宗教的护法神、武将，宜吃素戒杀。武曲星为将星，性刚果决，也就是刀子口，心直无毒，也就是豆腐心，气量宽宏，没有隔夜仇，做事往往要求速战速决，比较没有深谋远虑，对任何人事物有不服输的坚持，主观意识高。武曲化禄在命宫，数学、金融观念特别棒，还容易吃素，也会让孤寡的性情这方面缓解了一些。武曲化忌在命宫，会更加孤僻，也会有小财迷的状况，容易有肺、骨骼、乳房、结石、牙齿的问题。武曲星也是寡宿之星，宜男不宜女的星辰，女命武曲要化忌才符合寡宿之星的特性，也表男女关系、夫妻关系会有强烈的争执摩擦。论婚姻桃花，因为武曲为将星，为少有情调，夫妻最好差9岁以上为最佳。武曲星四化星有哪些？武曲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甲天干武曲化科，己天干武曲化禄，庚天干武曲化权，壬天干武曲化忌。紫微斗数14主星天同星介绍：享受、福德、和气之神。天同星，蓝斗第4星，福德公主，益寿保身之星，也是颗寿星。壬水，也就是阳水，也是颗财星，入命不发少年人，代表人物周文王。天同星有延寿、解厄、制化之功，在命盘12宫中皆为福寿。少年主福，老年主寿，多福则少寿，少福则多寿。论个性而言，温和谦逊，温文典雅。论外貌而言，眉清目秀，耳朵有肉，也长得很福气。主聪明，脑筋灵活，智商高，反应快，博学多闻，但未必专精。天同星坐命宫，适合卜卦，走宗教修道者。福德温和之神，很有福报，懒惰之心，享受之心，这辈子足有福可享，是颗宜女不宜男的星种。天同化禄坐命，容易有福可享，进而变得更懒，安逸于现状。天同化忌坐命，思想思考容易偏激，愤世嫉俗，容易误入歧途，容易有内分泌、泌尿方面及跌打损伤的问题。天同坐命，男命不重事业，重享福，中壮年反而无开创事业之心，如有化权或化忌，可冲去懒散个性，变得有斗志跟事业的局面。天同坐命，女命的话，有福可享，主好命，婚前婚后比较容易有感情的困扰。天同星在夫妻宫，论婚姻，先生温和谦逊，温文典雅，太太身材主丰满，皮肤洁白。天同星在夫妻宫，论桃花，属肉欲桃花与交际公关桃花，如天同太阴双星同坐者，两者桃花皆有。天同巨门同坐者为肉欲桃花，天同天梁同坐者交际公关的桃花。整体来说，天同坐命论述为有点孩子气，有点懒洋洋，意志不坚定，做事犹豫不决，基本无远大理想，故一生较少积极去创造，
往往是形势所逼，非做不可的时候才肯动身去做。个性上温和仁慈，好文艺，文墨精通，诗情画意，喜欢整洁舒适的生活，很容易受感动，比较柔软，也喜欢享受，与美食、娱乐、文艺很有缘。天同星四化星有哪些？天同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丙天干天同化禄，丁天干天同化权，庚天干天同化忌。紫微斗数14主星廉贞星介绍：权力之星，善恶之神。廉贞星，北斗第5星，官禄宫主，表静态方面的工作为主，表征公权力之星，也是颗球星，官非，次桃花，善恶兼具之星。丁火，也就是阴火，也是颗偏财星，表示的是横财，代表的人物是商纣王的奸臣费仲。廉贞星主邪，化气为球，杀，表权威，所以也是代表公权力、公家机关、政府部门，泛指官非、诉讼、罪犯、罚单、军警、法律等事情。廉贞星主才华、才艺，在音乐、歌舞、技艺等水准相当高。廉贞星主次桃花，感情上积极追到手后就会甩掉，短暂的肉欲桃花，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也是官禄主，所以如果表示桃花的话，就是工作事业上碰到的桃花，如工作上认识到的空姐等等。廉贞星论个性而言，性情比较硬，浮荡不够沉稳，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心直口快，好胜心强，容易落入赌博、投机的行为，或聪明反被聪明误。廉贞星论外貌而言，颧骨比较高或凸，眉毛比较浓，所以很有魅力。廉贞星也是善恶兼具之星，容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要多注意，别走偏了。而天相人治廉贞为善，减少廉贞星恶的部分。廉贞化禄坐命，会更多情，才华横溢，艺术、设计、法律都表现得很好，但也很八卦。廉贞化忌坐命，执着于烟酒赌色，还容易惹法律问题，违反公权力或官非。健康上容易发炎、见血光，甚至癌根瘤。健康上如逢廉贞自化禄，就容易流血，或廉贞自化权，容易淤血、黑青。因为廉贞不化权，同宫星曜如果有自化权时，就可以同论。廉贞自化忌，容易内伤、发炎。又如大限官禄宫逢丙干，廉贞化忌冲本命命宫或本命官禄宫，这10年触犯公权力、官非诉讼的机会就会很大，要多注意哦。整体来说，廉贞坐命论述为大多靠自己努力，好强性硬，不认输，心直口快，好辩论，尤其做事神气活现，但会投机取巧，常有弄巧成拙的时候。偏向物质欲望，容易贪婪，而且比较现实，可以为了目的铤而走险，烟酒赌色皆可碰触，所以也容易因此有官非诉讼的产生，而可能被抓去关哦。廉贞星四化星有哪些？廉贞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甲天干廉贞化禄，
丙天干廉贞化忌，紫微斗数14主星，天府星介绍，权令之星，财库之神。天府星蓝斗第一星，代表财帛公主、田宅公主、官禄公主。戊土也就是阳土，代表权令之星，也是财星、库星，主丰荣，代表人物纣王贤德的夫人姜太后。天府星化气为令，又名禄库，乃富贵之基，有解厄延寿之功能。天府星是颗权令之星，权令指的是授权给你就有权利，如无授权就等于闲闲没事做，所以紫微星可以代表总统，天府星则会代表副总统。天府星之禄库属于官爵俸禄之财，而非积富之财，故不适宜经商事公职，所以表循序生发为按部就班的成就，少有主动冲劲及创造未来的能力，故不适合自己创业经商。天府星是颗财星，守财、憨厚、慈悲，才能慈悲财富双财星，富贵之神。天府星主有财有库，天府星钱财观念比较小气。天府星也是颗唠叨之星，有度量，但唠叨不停。天府星的星系也相当于一颗化科星，代表忠厚善良，心性温和，不奸诈，城府不深，主聪明灵巧，多才多艺，有才华，六亲不缺。天府星有解厄制化之功，最喜欢逢到六吉星，逢六吉星主贵，越多越显彰，也表才华才艺方面的贵。天府星大多自己具优越感，表孤芳自赏，孤傲，只要修正自我就可以改善孤傲的个性，且天府星好面子，爱摆场面，衣着相当讲究。整体来说，天府坐命论述为个性温和厚重，四平八稳，敦厚有余，威势不足，一般体型都不瘦，但较重视名利，具有高傲自赏的心态，掌握处理多项事务的能力，自立自强，不依赖别人，思想不偏激，不属于冲杀的个性，爱惜钱财，喜欢储蓄，是个理财好手，喜欢掌权管理，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天府星四化有哪些？由于天府星为南斗星系中的王爷，化气为贤，而且紫微星已经掌理群臣并颁布军法，因此天府星不可再与之争权相抗衡，因此天府星没有四化，也就是没有禄权科技四化。紫微斗数14主星，太阴星介绍，漂亮、田宅、财帛之神。太阴星中天斗吉星，田宅公主及财帛公主，癸水也就是阴水，主母亲、妻子、女儿，表征女性的心。代表人物贾夫人，也就是黄飞虎将军的妻子。太阴星也是一颗感情波动之星，快乐之星，漂亮之星，命理之星。太阴星也主驿马，越出越落，主忙碌奔波。女命太阴在命宫，温和柔美，娴熟文雅，内敛好静，很有博爱，同情心，易脆弱，有洁癖，注重家庭，异性缘重。在外貌来说，眉清目秀，皮肤洁白，古典美女，具有女人味，最好是留长发，因为这样太阴星的命会更好。
外表柔静，内心很急好动。婚姻感情方面带猜忌星、猜疑星。男命太阴在命宫，个性温和，语言举止斯文，或多或少有女人味，也就是娘娘腔，比较能得女人之缘，得女人之助。太阴如配文曲在命宫，在武术、易经、哲学、命理的格局相当高。太阳太阴同时坐命，容易情绪多变，典型夜猫子，晚归晚睡，日夜颠倒。太阴星为田宅公主，表整洁、贞洁、温和清洁之神。太阴若田宅宫，可论述不动产及住宅环境。见忌重视金钱，田宅为财帛的宫中六位，守承媳福，房子干净。太阴星也为财帛之神，一生财务稳定，是慢慢积蓄而来。太阴如配文曲在夫妻宫，因妻得贵。太阴落在夫妻宫，女命先生来看的话，就是个性温和、细心多情的好伴侣，先生比较容易跟异性接触。男命看太太，就是温柔漂亮，皮肤洁白，但太太就爱猜忌、猜疑。太阴星四化星有哪些？太阴星对照十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乙天干太阴化忌，戊天干太阴化权，庚天干太阴化科，癸天干太阴化科。紫微斗数14主星贪婪星介绍：桃花之星，欲望之神。贪婪星，北斗第二星，代表桃花主、财帛公主。甲木也是阳木，且性属水，代表桃花星，也主祸福。偏财星，也是才艺之星，武术之星，代表人物九天玄女手下的狐狸精妲己。贪婪星化气为桃花，为桃花主，主有桃花表，深具异性缘，但如桃花太腐烂而不知节制，则主祸；如有节制，则主有福有寿。贪婪星主祸福、欲望，贪婪星坐命宫，如安分守己，就主有福可享；但如贪欲之心过重，或巧取豪夺，就主祸，所以是可福可祸一线之隔之星。贪婪星为才艺之星，深具才华，而贪婪、廉贞两桃花星皆主才华、才艺。贪婪星为武术之星，对神仙术有兴趣，如坐禅、通灵、瑜伽术等，适合往神学、宗教、武术的方面发展。贪婪星与七煞星、破军星在命盘上永远位于三合宫位，而合称为杀破狼，为命运中大变化的转捩点。若行线逢至又逢煞星，即为竹罗三线，主大凶。但贪婪星的变动性比七煞星、破军星还小，其性质较偏向于酒色财气。贪婪星为偏财星，为紫微斗数第二颗财星，主有财有寿，如武曲星、贪婪星同坐，为横发之格。且贪婪星如与火星、铃星在辰宫、戌宫，属火贪格、铃贪格，也为横发之格。贪婪星主感情、酒、色，如化禄权为偏财星，如化忌则指私生活不检点，桃花偷心、贪欲、赌及投机。但贪婪化忌也容易持戒专一。夫妻宫如贪婪化禄，夫妻双方都有健全的婚姻观，所以晚婚最好，差5岁以上更好。适合贪婪星的职业有老师、文教、
文化工作者，才艺、文学、艺术、艺品指古董方面，烹饪、绘画、巧艺、修车、通灵、算命、风水、考古等职业都适合。贪婪星为甲木，且性属水，疾病症状大多与肝胆有关，器官如主肝、肾、脚，也就是腿、脊椎或性病、白癣，如贪婪化忌，男命主肾亏，女命主妇女病。整体来说，贪婪坐命论述为4颗桃花星，代表酒色财气，很有才艺，比如琴棋书画、修行、教育和各类专业的人才。而贪婪星主漂亮，好动外向，不耐静，多欲望，性刚猛烈，喜怒无常，做事急速，但耐心不够，常草草收场。贪婪坐命如为女命，长得漂亮性感，喜公关，灵活善变的个性，特别善于眼前捕捉机会，一有机遇绝不放过，目的性很强，但达到目的的就放荡不羁。行善和后天的修为对贪婪的人非常的重要。贪婪星化禄坐命主多情，才华横溢，可为文化人或演艺人员。贪婪星化忌坐命，对物质多欲望，感情迷乱，也容易有烟酒赌和性的问题哦。贪婪星四化星有哪些？贪婪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戊天干贪婪化禄，己天干贪婪化权，癸天干贪婪化忌。紫微斗数14主星巨门星介绍：是非之星，口舌之神。巨门星北斗第2星，代表口舌之神和是非之星。巨门星化气为暗，也是颗暗曜。癸水也就是阴水，主是非多疑，代表人物姜子牙的妻子马千金。巨门星象征命主口才出众，也代表是非之星，因此容易因口舌招惹是非。善用口才的人，例如教师、律师、广播人员、调解委员和民意代表等，通常都是能言善辩的可视之人。反之，如果常常言不及义，挑拨离间，散布是非，就是可非之人，因为祸从口出。巨门星也是颗暗星，代表小人之心，容易犯小人。如果巨门化忌，容易背后被放冷箭、重伤和毁谤。如果巨门化禄，就是爱吃、胃口好的品万物之心。巨门星对六煞星及化忌星则缺乏抵抗力。巨门星的性质如上所述，对于其他星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与六煞星及化忌星相遇，易造成感情困扰和口舌是非，需注意避免官非的产生。如遇擎羊、陀罗，易造成感情困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遇火星、铃星、地空地劫，主劳碌坎坷。巨门星如化忌，说话不好听，却又喜欢说，易引人反感，而生口舌是非，有不满现实的倾向。若在遇煞星，应注意口舌所引起的官非哦。巨门星如遇七煞星，则主行商之事，如遇紫微帝星，能制约其顽强之性质。若遇到禄存星，能解其压力和厄运。此外，若巨门星与太阳星相逢，而太阳位于妙望之位，则可解其暗星特质，使其更加积极向上。整体来说，巨门坐命论述为：足伶牙俐齿，
口舌是非，一张嘴不饶人，与口总分不开。巨门星化禄坐命，则表示这个人具有优秀的口才，非常适合从事业务、外交、法律、教学、讲课等需要善于说话的职业。巨门星化权坐命，则表示命主常雄辩，发号施令，别人根本无法拒绝他的意见。巨门星化忌坐命，表示命主这个人很容易在一生中遇到口舌是非，容易祸从口出的困境，而且猜疑心强，不太相信别人，容易搞到别人和自己都很烦。此外，他们也容易对邪门的事物感到兴趣，须多提醒自己常看佛书，心存善念，避免惹是生非。巨门星四化星有哪些？巨门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丁天干巨门化忌，辛天干巨门化禄，癸天干巨门化权。紫微斗数14主星天象星介绍：印星漂亮，衣食之神。天象星蓝斗第5星表印星漂亮之星，衣食之星，代表官禄公主。壬水也就是阳水，代表人物纣王的丞相文太师。天象星的人品格公正，工作任劳任怨，忠心耿耿，行事谨慎，有正义感，思考周密而稳重，能牺牲小我，处处替别人设想。他们见人有难时，就会有恻隐之心，见人不平时，就会抱不平之气。这些人乐于助人，做事有始有终，也非常勤快，因此他们是最理想的幕僚和秘书人才。天象星是一颗印星，其个性喜欢当和事佬，调停的工作，偏好介入他人事务。这种人通常聪明好善，热心助人，待人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喜欢讲好听的话，并倾向过清闲的生活，是种会急流勇退的个性。天象星也是漂亮之星，衣食之星，他们也喜欢穿着整洁、漂亮、舒适的衣服，对吃也很讲究。天象星代表官禄公主，能够平衡、制衡廉贞之恶，因廉贞星化气为球，但如廉贞化忌时，即使有天象星，也难以平衡廉贞之恶。天象星若得紫微星、天府星、文昌星、文曲星、左辅星、右弼星等吉星加会，表财官双美。逢擎羊、陀罗星，足有巧艺安身；逢火星、铃星，则易得残疾。由于天象星能制衡廉贞之恶，能佐日月之光，如天象星出现在命宫、身宫、官禄宫，表荣耀；而在子女宫，则表后代兴旺；在12宫，皆为福祥。天象星都是一种福祥，不会因为恶星的出现而转变性格，运现逢之，富而可期。整体来说，天象星坐命路数为：天象坐命拥有开阔的心胸、宽厚的个性和内心平稳的特质。他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并且协调能力强，不怕恶势力，能够济弱扶贫，打抱不平，容易让人信任，足以产生托付重任之感。天象星坐命也代表着司衣食和主爵位，其人具有端庄斯文、文质彬彬、稳重老实，喜欢干净整洁、规规矩矩的品格，同时也具有服务热忱、较好的管理能力和处理事务的能力，并且能够牺牲自我利益而服从大局，善于从中幽默调和，因此有和事佬之称。此外，他们安分守己，但缺乏爆发力和开拓力，知足常乐，因此宜于从事辅佐他人幕后的工作，但是仍属于有实权的幕僚，
毕竟天相二字也有宰相之意。天相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天相星的化气为印，因此它只是紫微天府星下的参谋角色，负责掌印的高级大掌柜，因此无法再像紫微星那样化权来争权。此外，在帝王之前，参谋的角色地位也不如紫微天府星，因此没有天相化科来讲道说理的舞台空间。因此有些命理学派认为天相星不论四化，但有些门派则认为跟天干的天相星是化忌的。有时候在命理上遇到跟天干，可以参酌天相星化忌之象意来进行论命，这种方法实际上也相当的准确。紫微斗数14主星，天梁星介绍：印星、寿星、医药之星。天梁星，南斗第3星，表父母星，也是个老人星、老大星。印星，医药之星、寿星，代表父母公主。戊土也是阳土，具解厄、延寿、承祥之功，代表人物武王的将军托塔李天王李靖。天梁星是一颗父母星，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聪明的思考逻辑，同时它也是老大星，有着爱面子、自负、霸气的特点，并倾向于出风头。此外，天梁星还是个印星，喜欢照顾他人，以及医药之星，代表中医中药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工作。在生病时，如限运逢到天梁星，有机会遇到良医，并且能够顺利康复。此外，天梁星也是颗寿星，能遇难成祥，具有解厄制化之功，和健康保健、中西医保健有关系，可以做医药方面的相关行业。天梁星做迁移宫，表说话夸张，如何巨门星串联一起，3分4说成10分。天梁星化禄坐命，代表这个人可能有善根，对宗教、哲学、玄学等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同时此人也有可能受到政府或长辈的照顾，并在高级草木、中医、教育等领域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整体来说，天梁星坐命论述为：天梁星是一颗印星和老大星，代表政府、军队、警官等权威职位，同时也是一颗碰风星，少年都有老气横秋的模样，个性清高，原则性强，不容易低头，喜为人排解纠纷，照顾别人，自律很深，具有老大的风范。然而天梁星的自我意识过强，容易让人产生嫉妒，成为孤芳自赏的一颗星。天梁星四化星有哪些？天梁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乙天干天梁化权，己天干天梁化科，壬天干天梁化禄。紫微斗数14主星，7煞星介绍：将星、煞星、肃杀之星。7煞星，南斗第6星，化气为将，是颗将星；化杀为权，也是颗肃杀之星。也主孤客，代表父母公主；庚金也是阳金，还代表了阴火，代表人物黄飞虎将军。7煞星是颗将星，主性刚果决，个性急躁，好胜心强。他的好胜心是强到不愿意认错的那一种，而且不容易相处，外貌威严。7煞星化气约煞，在数主肃杀，是颗肃杀之星，主孤客，也主聪明，有才华，好胜心强，倔强，平时话不多，喜怒哀乐不会掩饰，容易得罪别人。7煞星是一颗具有运筹帷幄能力和独断专行特性的星体，
最喜欢独坐，以发挥其理智和独立的力量。然而，任何吉星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只能增加气势，而任何煞星也胁迫不了他，只会增添辛劳。因此，七煞星坐命生宫的人，在人际关系及感情上不易与人接近，常有知音难觅的落寞感。七煞星坐命的人在事业上容易有成，在公职武职发展可位居高位，但不宜创业经商。在感情上也常不免于孤芳自赏而孤独无依，宜晚婚，以免为对方付出太多。七煞星虽喜独坐，但遇到紫微帝星则化煞为权，可降低其肃杀之气。其肃杀的气息可以被化解为掌握主帅权力的能力，并能得到紫微帝星的福印。七煞、破军、贪狼三颗动态星曜永远在命盘的三合宫位互相会照，杀破狼或竹罗三线的组合，大小线或流连逢之，必定会对命运造成变动。七煞星不喜欢与其他桃花星同宫，如贪狼、廉贞、文曲、右弼、红鸾、天喜、天姚、咸池、沐浴等桃花星同宫，遇之亦有桃花纠纷。女命七煞入命宫、夫妻宫或福德宫的人，宜修身养性，改变倔强的个性，对本命及运势定有帮助。整体来说，七煞坐命论述为：七煞星的外形特征为精悍，浑身是劲，行为粗犷豪迈，走路速度快，且个性刚硬倔强，但也有正义感、果断干脆的优点。在职场上，七煞星有着优秀的领导统御能力，在人生路上属于进攻开创型的人物，但也容易因为急躁易怒而惹是生非，不服从上司的个性也常常成为问题。此外，七煞星虽有着反叛性和好冒险的特点，但内心却可能脆弱，需要被人怜爱和关心。七煞星四化星有哪些？七煞本身不参与四化，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四化性质。实际上，七煞的四化需要留意它所处的宫位，以及同宫的主星的四化情况，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七煞的性质。因此，在分析七煞星时，还需考虑其他宫位和星体四化的情况，以获得更准确的论命解读。紫微斗数14主星破军星介绍：破耗之星，破坏之神。破军星，北斗第7星，代表夫妻公主、子女公主、交友公主。癸水，也就是阴水，主权势，也是另一颗偏财星，代表人物商纣王。破军星主霸气、霸道、杀气，4颗主损耗、破坏之星。破军星化气为耗，主破耗，主祸福。孤客之星，失夫妻、子女、交友，不利于六亲。遇紫微帝星则主有权威。破军星也是颗性情难明之星，个性难以捉摸，不按牌理出牌，寡合，好胜心强，不服输，但做事情很确实，不善闲聊，且与人有距离，喜怒不形于色，大成大败之人。破军星坐命的人主先败而后成，有破就有成，先破而后成。破军星坐命的人也主婚姻、子女、健康、家运，在这一生会有一种以上的破耗、破败。破军星化禄坐命的人如小霸王一样，捣乱又可爱，且难管教。破军星虽主祸福、破耗，如能修身、修心、修行、修道，能减轻破耗的状况。
整体来说，破军坐命论述为主破号男命身材比较厚黑且不高，女命爽朗或神经反复。破军个性不重礼仪，不修边幅，神经兮兮，爱吃零食，性急好强，独断独行，但做事贯彻到底，不认输却记仇，喜报复人，具有破坏性，喜欢以武力解决问题，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求变，个性乖张，无拘无束，人生多起伏，一张嘴说话常不留余地，导致人缘不佳。破军星四化星有哪些？破军星对照10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甲天干破军化权，癸天干破军化禄。第8章节紫微斗数吉星介绍。本章节将探讨紫微斗数论命时会用到的吉星。在前一章节中，我们详细介绍了紫微斗数14主星各星种的特性。紫微斗数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三合论盘可能会看到108颗星以上，而北派飞星因搭配四化而论命，故论命星种有18颗星。虽然两派论盘星种各有所长，但有时论命星种太多或不足，都会影响论盘的准确性。而现代论命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论命主要关注婚姻、感情、工作、事业、考运、财运及运势等方面。因此吴明老师参酌南派三合和北派飞星各派的特点，将两派论命的重要吉星分类介绍给大家。至于其他不常论到的吉星，我们会在以后论盘时再行介绍。相信大多数的同学都知道，紫微斗数的6吉星分别是文昌星、文曲星、左辅星、右弼星、天魁星、天月星。还需要关注其他吉星，例如禄存星可以看钱能否存得下来，红鸾天喜可以看婚姻的正缘及桃花天丁，天马星可以看一马奔波与是否适合创业。然而这些吉星的辅助作用还需要搭配适合的主星才能发挥真正的效果。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一起探讨紫微斗数吉星的相关介绍。紫微斗数吉星，文昌星、文曲星介绍。科甲之星，口才之星。文昌星、文曲星两颗辅星性质相似，故我们2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文昌星，南斗正曜星，五行属阳金，主科甲、声名。文昌星代表科甲，主正统文学，多才情，好诗书，利于事业、功名，且出口成章，主聪明随和，易受赏识，不计较，责任心重，考运好，爱面子，有风度且人缘佳，可表男生之心。文曲星，北斗正曜星，五行属阴水，主文艺声名。文曲星代表非正统的另类文学，如音乐和艺术类科目。文曲星的人通常非常聪明且口才佳，他们对于名声也非常注重，并且多才多艺，尤其是喜欢表演艺术，具有表演的天分，可表女生之心。文昌星也是文魁之星，属于正途功名，在精神面上，它代表科甲、科名、功名、文章、文学和口才；在物质面上，它代表支票、有价证券、文书、契约和文凭。
文曲星是文艺之星，属于非正途公民，尤其是学校正规课程外的东西，都是文曲星比较有兴趣的类型。文曲星的人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这样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和成就感。在论口才方面，文曲星排第一名，文昌星排第二名，第三名是巨门星。文曲坐命的人不仅口才好，而且很少因此而产生是非纷争，同时也主人缘好，善交际，且感情丰富，多彩多姿，拥有文化气质。而文昌坐命的人反应快，能言善道，聪明博学，有文艺气息才华，他们容易接触异性，主桃花，外貌清秀，有气质之美，且多感情困扰。他们容易口是心非，且喜欢美好的事物。文昌化科表聪明随和而受赏识，不计较，责任心重，好运好，爱面子，有风度且人缘佳。武曲化科表具有才华、才艺、浪漫，处事和生活上较不严谨，桃花运旺盛。文昌化忌表不利文书往来，易有交通事故，应避免使用支票，不要作保或标会，同时还应注意口舌是非，避免赌博。他做事不够果断，不能把握机会，也不按牌理出牌。此外，他还有表里不一的问题，常常会滥情。文曲化忌表性情多变，不讲理，而且急躁。他们在年少时容易多病，不满现实，怨天尤人，口舌是非多，不可赌博。此外，他们也容易木讷，难以把握机会，做事不按牌理出牌，也是表里不一，也容易滥情。与其他吉星可以帮助命主的状况不同，文昌星与文曲星的实力和竞争力都是靠自己努力学习而来，功名成就都得靠自己。整体来说，文昌文曲坐命论述为，文昌坐命的论述为，如果没有逢煞忌的情况，命主小时候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学习能力也很强，但逢煞忌的话，容易交到坏朋友，并且偏离正确的学习方向。文昌坐命的人可能对理科或文学有较大的兴趣，擅长写作且具备文思泉涌的能力，此外也拥有超强的记忆力。文昌坐命的人通常从小就表现优秀，对于学习也是内心自发的主动学习，不需别人逼着学习。如果命主第二大线没有逢煞忌的冲击，并且主星处于较好的状况下，文昌坐命的人可能会考上不错的学校，因为这通常是升学的重要时期。此外，文昌坐命的人在进入社会后，如果参加考试或争取晋升，也都比较顺遂。文昌与文曲最大的区别在于，文昌主要代表文章、文字，而文曲则主要代表才艺、音乐。如果要分别文昌与文曲的不同，文昌就是作词，文曲就是谱曲，两个星种是相辅相成的。文曲星坐命的论述为，文曲星主要代表文科方面的才华，包括艺术、创作、语言、表演等，而文曲星主要代表艺术口才能力。文曲星五行属阴水，因此容易招来桃花，使得文曲星的人容易表现出口才好、风流的特质，而且也容易被误解为滥情、游戏人间的感觉。尤其是当会到了桃花星，如贪狼化忌时，更加凸显桃花运，增加异性缘，显得比文昌星更加滥情。出社会后，文昌文曲坐命的人常常从事动脑、创作技术类的工作，
需要靠自我学习和努力才能获得成就，因此也主辛劳。不过，无论是文昌还是文曲，他们的贵人都是自己，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实力和竞争力。如果要区分文曲星和文昌星的不同，可以从他们主要代表的才华类型来看。文曲主要代表才艺、音乐、表演艺术，而文昌星则属于静态的文学创作，两者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文昌星四化星有哪些？文昌星对照十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丙天干文昌化科，辛天干文昌化忌。文曲星四化星有哪些？文曲星对照十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己天干文曲化忌，辛天干文曲化科。紫微斗数吉星左辅星、右弼星介绍：助善之星、自令之星。左辅星、右弼星两颗辅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左辅星北斗助星，五行属阳土，为助善之星，表人左右斡旋，排忧解难，为人随和、灵巧能干，有上进心，有雄心抱负，且具有风采斯文的特质，容易遇到贵人，可表男生之心。右弼星北斗助星，五行属阴水，为自令之星，主机智、专制、好施舍，也是颗贵人星，个性善解机智，传令排难解纷，是颗可表女生之星。左辅星为行善令之星，右弼星为行自令之星，主随和、聪明、有才华，个性耿直，有上进心，文采斯文，重感情，喜欢帮助别人。左辅右弼星的主要特质包括手脚灵活，尤其是擅长于烹饪、插花、弹钢琴、各种球类、田径比赛等技能。此外，他们也以慷慨著称，不过这种慷慨通常是有目的性的，可能是为了爱面子或对自己有帮助。左辅右弼星如单坐命宫，如命宫无主星的状况下，主幼年不顺、家境差，或父母忙碌于工作疏于照顾，跟父母亲聚少离多，主缘薄，甚至可能幼年被其他人收养，任义父母，或由其他亲戚抚养成人，或是二房三房所生。此外，这也暗示着需要寻求神明的庇佑，以给神明当儿子，去化解其双父母的命格。若在大限流年的命宫或官禄宫出现左辅右弼星，这代表主命主有再一次之象意，也就是表达了重修重考或休学退学后再完成学业之象意。若在大限流年的命宫或夫妻宫出现了左辅右弼星，也主命主有再一次的意思，可能会有二度姻缘，但不一定会有，或者婚前存在三角或四角关系，或选择的对象已经结过婚等状况。整体来说，左辅右弼坐命论述为：左辅右弼星最喜逢紫微星、天府星，是最善于帮助到这两颗主星的星，也最能辅佐这两颗帝王之星特性不足的地方。左辅右弼星的主要功能是辅佐，其星性不会盖过同宫主星，只能协助主星发挥其能力，因此要看同宫主星的强弱，才能确定左辅右弼贵人协助的状况。另外，只要主星与左辅右弼星有交汇，就必定有人帮助，
但是这种帮助无法超越主星的能力，因此无法扭转本命格不利之处。总体来说，左辅右弼星的作用类似于锦上添花，增添生命中的正能量，但是其帮助的程度仍需视主星强弱而定。左辅星四化星有哪些？左辅星对照十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人天干、左辅化科。右弼星四化星有哪些？右弼星对照十天干四化口诀表所呈现的四化有戊天干、右弼化科。紫微斗数吉星、天魁星、天月星介绍：天乙贵人、玉堂贵人。天魁星、天月星两颗助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天魁星蓝斗助星，五行属阳火，化气为阳贵，象征财富、贵气和强横之力。主阳年出生者或白昼出生者较为贵气，又称为天乙贵人，可表男生之心。天月星蓝斗助星，五行属阴火，化气为阴贵，象征桃花、贵气和刚强的特质。主阴年出生者或夜晚生的人较具贵气，又别称为玉堂贵人，是颗可表女生之心。天魁星所代表的贵人，贵在能够逢凶化吉，且往往出现的极为自然，无需刻意去寻求。当遭受困境时，贵人的暗助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化解困难。等到时过境迁后，当事人才会领悟到贵人的帮助。天魁星之贵显现于40岁之前，任何星曜及宫位都喜欢得到天魁星的帮助。行宪逢天魁，不论考试、求财、谋职、处事各方面，几乎随处皆有贵人扶持提携，一切常能顺利成功。而40岁以后，无论男女命、大小限或流年遇到天魁星，常常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能够施应于他人。任何星曜遇天月星，只要不加会煞星，都可无时无刻有贵人相助，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但40岁以后，天月星会渐渐失去贵人的力量，反而容易招致烦恼与阻碍。如在与红鸾星同宫，则常变成糊涂桃花，多在不知不觉中与异性产生感情困扰。只有妙望有力的主星或煞星，才能将糊涂桃花从糊涂中唤醒。天月星与右弼星类似，都带有桃花性质，故所遇贵人多半为异性，且常易与此异性贵人滋生感情的现象。天月星的贵人通常是自然、不明显、间接、无意、暗中的协助。天魁、天月星都表贵人星，是在适当时机能够指点迷津、逢凶化吉，于适时帮助命主的两颗星。所谓贵人，并非指显贵之人，包含显赫名声与身份的人，也包括普通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帮助会在一定的基础上去帮你，若无能力或成功几率不高，可能就不会帮你哦。整体来说，天魁天月坐命论述为表命主学习能力强，或在学习期间容易受人帮助，比如父母亲或师长的帮助，或给予好的学习环境。进入社会后，常常在表现出色之后，就会有贵人帮忙提升，或是提供更高的机会。与左辅右弼星的辅助性不同，天魁天月提供的是实质性的帮助，有时甚至比主星还要有能量。
也喜欢逢紫微星、天府星来发挥其主星的能量。此外，紫微斗数古书中所谓的魁月夹命格和坐贵相贵格，都是能够带来贵人帮助的格局。天魁星、天月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天魁星、天月星不会同宫，并且也不参与四化，以上特性让天魁星、天月星相对稳定，不受四化的影响，也不会被其他星体所冲煞，因此在紫微斗数中被视为一种稳定的吉星。紫微斗数吉星禄存星介绍：富贵之星，禄寿之神。禄存星北斗助星，五行属阴土，化气为富贵，主天禄、天寿，有解厄制化之功。禄存星是一颗吉上加吉、逢凶解凶的福星，在命盘12宫中，任何星曜皆喜欢与它同宫或加会，尤其喜欢入命宫、身宫、财帛宫、事业宫、福德宫，特别能产生作用，表命主的学业、事业、感情都会不错，尤其是事业跟财运，也表财可以为我所用。禄存星独坐命宫，性极保守，不喜交际，太注重保护自己，不免孤寂，且因有擎羊、陀罗双煞星相夹，虽主富，但辛劳难免，要特别注意富有之后亦有是非。禄存星喜爱与吉星同宫或会照，若和紫微星、天府星、天相星、天同星、天梁星、武曲星、太阳星、太阴星同宫，可相互争辉，主富贵。若三合宫位再与文昌星、文曲星会照，则为富有又具涵养的贵人。禄存星在命盘中不入辰戌丑未四木之宫，且永远前后有擎羊、陀罗二煞星相夹，故主孤、辛劳，易有纠纷，且遭人排挤，行事必须慎重。由于少了与擎羊、陀罗同宫或会照的机会，比其他星曜少了2个添加麻烦的敌人，且又永远不受天罗、辰宫、地网、虚宫的限制，因此禄存星的一生中可能会少一些波折，而相对更加顺利。大小限或流年遇禄存星，容易发挥出禄存星复原及更新的能力，能够将原本不利的环境转为好的状况。整体来说，禄存星坐命论述为：禄存星是一颗财库星，因此当禄存星坐落在某一宫位时，表示该宫位会有财富。但需要注意的是，若遇到化忌星或煞星，尤其是地空星、地劫星这2颗土匪星，就表示财富可能会被劫走。即使有禄存星的存在，最终可能还是无法得到其财富。此外，禄存星不喜欢与化忌星共同坐守命宫，也不喜欢遇到地空星、地劫星。由于禄存星坐命，其前后2宫必有擎羊星、陀罗星双煞星夹命，这称为羊陀夹忌格，是一种败局，主要带来孤贫和不吉利的事情。如果运势逢之，可能会历经失败或破财等不顺遂的情况。而且当禄存星和化禄星一起坐命时，若遇到地空星、地劫星，则会形成2重华盖格。这种情况下，主要表现为孤高贫困，但也容易与生佛有缘。最后，如果禄存星进入命宫或身宫，同时遇到化忌星，那么就会带来凶兆。若三方四正有火星、铃星、地空星、地劫星、四煞星或化忌星冲破，也可能会出现急促长凶的情况，
因此要谨慎行事，留意背后可能存在的危机，此时可以透过巧艺来安身立命。禄存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禄存星是颗成旺之星，其解厄制化之功还要参考同宫的主星来决定，主星强则强，主星弱则弱，故不论其四化，但禄存星最忌独坐，因为无法发挥它逢凶解凶、解厄制化的功能。紫微斗数吉星，红鸾星、天喜星介绍：婚姻之星、天丁之星。红鸾星、天喜星两颗柱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红鸾星中天斗柱星五行属癸水，也就是阴水，主要象征婚姻、喜庆和桃花，被称为正缘桃花。红鸾星通常被视为女生之星，因为其娇媚讨喜的特质。红鸾星如坐守于命宫、身宫，男性表仪表堂堂、聪明帅气，而女性则秀丽美丽、含蓄羞怯、亲切可人，具有良好的异性缘和早婚的趋势。天喜星中天斗柱星五行属壬水，也就是阳水，主婚姻喜庆、化凶为吉能力比红鸾星强。天喜星主各类喜事，偏重于天丁之喜，可表男生之心。天喜星坐守于命宫、身宫，表容貌俊美，性格豁达开朗，主动积极，活泼外向，婚姻多半早结良缘，且天喜星有化凶为吉的能力，能转化逆境为好，因此也主各类喜事，表多才多艺、应变能力强的人。红鸾星、天喜星做命宫、身宫的人，他们喜欢在欢乐、美感的气氛下工作，对于装饰、喜庆、婚姻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程度的兴趣和天赋，宜从事设计工作，可以发挥相关的才华。此外，这些人在50岁之后更加注重照顾配偶，在大小限或流年逢到红鸾星、天喜星时，宜注意打扮更加鲜艳，并在工作上多努力，可以有较好的构思和表现。红鸾、天喜二星早年逢之，唯有红鸾心动之喜，行限流年遇之，喜庆连连，有异性缘，表红鸾心动，可启动恋爱的开始，牵动恋爱的过程，但并不表示会有结果，必须配合参看命宫、夫妻宫及福德宫，若逢妙望吉利的主星，可有成婚之喜庆。红鸾、天喜二星中年逢之，多为天丁之喜，或会有外遇，会吉星也主有升迁之喜，然而需注意是否逢煞星，若遇凶煞，则会有家庭破裂之危机。红鸾、天喜二星晚年逢之，主多不利，恐有丧偶、血光之痛，此时应多加保重，并避免参加过于喧闹的场合，保持身心健康。红鸾、天喜二星入疾厄宫，逢擎羊星、破军星、七煞星、煞忌星，主有血光之灾，为刀伤或手术之厄，应特别注意安全。如有需要，应尽快就医治疗，以避免加重病情。整体来说，红鸾天喜坐命论述为：红鸾天喜坐命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对于婚姻缘来说，男命看红鸾，女命看天喜，这两颗星都是正缘星，表这个人在婚姻方面有良好的运势，容易嫁娶豪门，获得婚姻幸福。但是红鸾天喜星主要还是需要搭配同宫主星一同参考，
不同的主星会对红鸾、天喜两星性质产生影响。例如红鸾星与贪婪星同宫，那么这个人的桃花运就会比较旺盛，但若逢煞忌这类煞星，则桃花运容易倾向于不顺遂的烂桃花。而若紫微星与红鸾星同宫，表这个人对异性的态度会比较尊重，桃花运就会相对较弱。另外，若天喜星与天姚星同宫，则主风流，如遇感情邂逅时，则主婚姻。婚后运线逢天姚星，则容易有外遇或婚外情的产生。不过，若天喜星入子女宫或田宅宫，则主天丁之相，表示这个人在生育方面会比较顺利，有可能会生出不错命格的贵子。总之，红鸾天喜星虽然重要，但还是需要搭配其他星曜一起参考，并且不要把它当成唯一的判断标准。红鸾星、天喜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红鸾、天喜二星在命盘中永远在互相对照的宫位，主要参考同宫主星来论，而且两星皆主喜事，故不参与四化。紫微斗数吉星天马星介绍：牵动之星，驿马之神。天马星，中天斗助星，五行属阳火，化气为驿马，为丝路之星，主牵动。在命盘的12宫中，天马星只坐临引申四害四宫，所以此四宫位又称为四马之地。又因为此四宫是五行局长生12星的长生星所临的宫位，因此寅申四害四宫又称为四生之地。由于天马星本身就化气为驿马，主牵动，此种天生就具备活力与跃动的星曜，又入主具潜能而生命力强的四生之地，因而对于名利格外有机动性的注意。天马星属动态的星曜，所谓动则有吉，静则无功，因此天马星越是劳碌奔波，收获越大。代表劳碌之财，如遇禄存星、紫微星、天府星、太阳星、太阴星、武曲星等吉星及妙望的七煞星、贪婪星，多能使其天马星得以发挥。若能不停地奔走，必能外地发达而衣锦还乡，但只是较辛苦。天马星喜欢入夫妻宫，男命必得妻助。若得禄存星等财星同宫或佳慧，更会因妻而致富；女命则因夫而贵，自己并具有帮夫运哦。整体来说，天马星坐命论述为：论创业，最重要的就是看天马星所处的宫位及三方四正的状况而定。若命盘中有禄马交持之格局，或双禄在命宫三方四正交流，则有利于创业；而不适合创业的格局如下：则主马格，天马星如三方四正会照陀罗星或其他煞星，且本宫不逢禄，为标准的不宜创业，如财帛宫三方四正稳定，此种格局适合从事稳定的上班族工作。死马格，天马逢地空地劫拱照，表四处奔波，一无所获，赚到的只有劳碌与不顺心，因此也只适合从事上班族的工作。半空马，天马星的对宫直接有空劫两煞星来冲，或三方四正会地空星的时候，不但难以追求财富，还会累得半死，故也不宜创业哦。天马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天马星是颗驿马牵动之星，其吉凶还要参考同宫的主星强弱及三方四正是否逢煞来决定，故不需论其四化。而天马星如与禄存星同度，还需注意命宫是否有逢禄交持，才适合创业。
由于禄存星前后必遭擎羊、陀罗夹制，因此不可过早的断言命主适合创业，这是论命时必须注意的。第9章节紫微斗数凶星介绍。前一个章节我们介绍了紫微斗数论盘吉星各种星种的特性，这个章节我们一起来了解紫微斗数论命的凶星。紫微斗数最大的凶星基本上为化忌星，但还需参酌其他煞星的影响，来判断命主的命格是否被煞星所引动而破坏。这样的破坏可能导致命主原本好的命格变得不好，甚至在工作、感情、财运等方面出现不顺利的状况，如工作老是不顺利，感情老是无结果，或赚了钱却老是存不住等等。相信大多数的同学都知道紫微斗数的6凶星，有的门派也称为6煞星，分别是擎羊星、陀罗星、火星、铃星、地空星、地劫星。6煞星之所以称为煞星，是因为它们的缺点比优点多，对命运具有破坏力，对吉星有侵袭及杀伤力。遇到不好的格局或落陷的星曜，更会落井下石，而增添崎岖与波折。若命盘逢此6煞星中的任何一颗，通常都预示着凶兆，人生过程中可能会非常不顺利，但并不表示没有成就，只是平添波折及困扰。相反的，可以善用紫微斗数中的主星，如紫微星、天府星，来化解煞星的能量，或者利用煞星来激励温顺的主星，如天同星、太阴星，来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将煞星化煞为用，成就可能会比吉星来得更高。因此，化煞为用的能量是非常厉害的，让你能够在困境中发挥更好的作用。除了这些凶星外，我们还需参酌另外几颗煞星，如天姚星、咸池星这2颗野桃花星，看正缘以外的桃花状况，有时也可能预示婚外情或劈腿。孤城星、寡宿星则是用来观察感情上是否有孤寡、命带孤客等状况。由于上述煞星的引动会破坏整体命盘的格局，因此大家需要更加注意这些凶星对命主命格的影响。吴明老师依旧参酌了南派三合及北派飞星各派的特点，将2派论命的重要凶星都帮大家分类出来介绍。至于其他比较不常论到的凶星，我们依旧会在以后论盘时再行介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紫微斗数凶星的课程介绍吧。紫微斗数凶星，擎羊、陀罗星介绍。行商之星，反复之星。擎羊星、陀罗星2颗凶星性质相似，故我们2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擎羊星，北斗第1煞星，五行属阳火，又属阳金，化气为形，主行商，又名阳刃星。它象征着权威果断，性格强势激烈，不服输且亦有报复心的个性，因此宜修身养性。擎羊星是6煞星中最具破坏性与杀伤力的星曜，个性刚烈，脾气暴躁，有权威，有凶煞之气，对吉星有侵犯与破坏力，对煞星则有制衡的作用。所以擎羊星座命宫的人，无论男女命，在幼年时皆有行伤，这辈子一定会留下疤痕及跌撞受伤所留下的痛苦回忆。所谓的行伤也表可能会做整形手术，此外也容易好勇斗狠，
喜欢吵架干架，且一定要拼出结果才肯罢休。如果擎羊星坐申宫，这代表这个人主多愁善感，一生不顺，尤其是申宫代表后半生的状况，如逢煞气过多，则表明这个人的晚年可能会过得比较波折，需要不断的奔波忙碌，尤其是如果擎羊星落在六亲宫，就更容易刑克六亲，并且容易与六亲发生口舌是非。擎羊星落在辰、戌、丑未四木宫位皆为庙事，故命作此四宫为擎羊入庙格。这个格局代表擎羊星能够充分发挥其刚毅果决的优点，具有突发的表现，并有富贵升扬的机会。相反的，擎羊星落在这四个宫位之外的宫位时，其作用可能会受到限制。当擎羊星与火星同宫，而且两星皆属妙望时，则有以恶制恶的效果，可以发挥出激发力和权威出众的特点，主要是先苦后甜，而且具有文武双全的优势。擎羊星在五宫落陷守命为马头带剑格，这表示命主的人生容易遇到困难和挑战，往往会经历生命中的磨难，可能会遇到行商之事或漂泊不定的境遇。然而，如果擎羊星与天同星、太阴星同坐于五宫，可增加原本温顺的两星曜的奋斗力，并且利用擎羊星的冲劲来克服困难，从而获得成就。擎羊星好比鸣枪，落陷的擎羊星力量更强，所做或会造的宫位多会有刑伤或明显的挫折。一般星曜遇擎羊星，必争辛劳与横逆，若能得到吉星相助，尚无甚大碍。但擎羊星落在遇廉贞星、贪婪星、巨门星等凶星，则会使命运减色或破局。擎羊星五行属阳火、阳金，具有凶煞之气。然而，如果能根据其星性从事外科医生、军人、五金、电机等工作，则可充分发挥其特长而卓越有成。因为擎羊星做事积极，效率高，不拖泥带水，且具有前瞻性。但若逢化忌星、地空星、地劫星、七煞星、破军星等凶煞星冲破，则会反为下局。例如，若七煞星与擎羊星同宫，则多出凶恶之人，个性强出头，容易在外一言不合就干架。若贪婪星与擎羊星同宫，则容易因风流而惹事，甚至破财。陀罗星，北斗第二煞星，五行属阴金，化气为忌，主是非拖延，为六煞星之一，但其煞气比擎羊星较轻。擎羊星好比鸣枪，对命运的破坏力较明显，而陀罗星则像暗箭，对命运的干扰是不自觉的。陀罗星化气为忌，故可视为忌星，但不同于四化星中的化忌星，化忌星主凶相、灾厄、过失、嫉妒、是非，凡事困厄不顺，易惹是非。而陀罗星之忌为阴柔而不显著，凡事皆拖延。陀罗星若作辰、戌、丑、未四木妙望之宫，逢吉星同临或加会，再遇地空星、地劫星、火星、铃星或化忌星，反主激发，多能有奇特的表现。由于陀罗星有反复行动的特性，会使得事情在不断的挫折中完成，从而培养出专业职人的能力，而遇到吉星化煞为用时，更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陀罗星与贪婪星同宫时，亦因酒色而成疾。陀罗星与破军星同宫，则多有横发横破之势。
陀罗星与火星、铃星同宫，容易出现疥疮的皮肤病或感染传染病，而陀罗星入疾厄宫，则会面临暗病缠绵或是骨头、牙齿不好的问题。在大限或流年中遇到陀罗星，凡事较迟才能成功，而女命则不易成婚。整体来说，擎羊陀罗坐命论述为：擎羊星永远在禄存星前面，陀罗星永远在禄存星后面，所以这两颗星其实都是带财的星。擎羊陀罗星如果入财宫，并且搭配的主星是能够压制擎羊星陀罗星凶星性质的话，是有机会暴富或者持续不断有财滚滚而来的命格，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只有凶星的性质。这两颗星是亦正亦邪的星，主要还是要看三方四正组合的星种是否够强，并且要参看是否能化煞为用，转变为好的性质，这是论命时要特别注意的。而擎羊星陀罗星最忌讳空宫单坐，擎羊空宫单坐就容易变成明枪的大刀，陀罗星空宫单坐就容易变成暗箭的小人，尤其又逢其他煞星，会更加加重其不好的能量。所以两星所坐落的宫位皆主争吵、是非或停滞反复发生的状况。论行运好坏，如遇到擎羊星、陀罗星，还要参看当时遇到的主星来论吉凶。如遇到紫微星、天府星又不逢煞，表能化煞为用，但如果入财宫又逢武曲化忌，表破财外，还有可能要破好几年的财才能结束这样的状况。擎羊星、陀罗星四化星有哪些？由于擎羊星、陀罗星不会同宫，也不参与四化，它们的能量和特质主要是受到其坐落宫位之主星强弱及三方四正是否逢煞的影响。因此在论命时要结合整体命盘来分析，才能论其吉凶。紫微斗数凶星，火星、铃星介绍：性刚之星，性烈之星。火星、铃星两颗凶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火星，南斗第一煞星，五行属阳火，化气为煞，主性刚，为六煞星之一。火星具有很强烈的激发力，也兼具破坏力，不喜欢受拘束。由于火星太刚强，若没有适当的星曜制服它，多主幼年多灾病，宜过继改性。如再逢煞星侵扰，又无吉星相助，则有伤残之虞。火星虽是煞星，但并非全然凶兆，也非完全吉兆。若能遇到具有制服火星并将其化煞为用的星曜，如紫微星、天府星，则火星就有可能从凶变成吉，产生有建设性的效益。例如，若七煞星或擎羊星与火星同时出现在庙旺的宫位中，它们可以相互制衡，虽然仍需努力付出，但却可能获得突发性或创新性的特殊表现。若火星与紫微星同宫于庙旺之地，火星就会臣服于紫微地星的影响下，减少其破坏性的表现，从而缓解其负面的影响。火星最喜欢在辰戌丑未四木之宫与入庙的贪婪星同宫，可构成火贪格。若两星都入庙，则彼此阳善淫恶相互为用，常有机运聚然而发。而如再逢贪婪星化禄，主大富大贵，具有突发性的权威。火星独坐命宫，无论男女命都主有特殊的表现，且事业有成，但辛劳难免。
若火星入庙又得到6吉星辅助，则更为吉利，否则多横发横破，女命婚姻易生波折。由于火星的力量过于强大，任何星曜遇上火星都会增加困扰和波折，落入困境时情况更加严峻。唯独紫微星、七煞星、贪婪星和擎羊星能制服火星，化其凶煞为吉，有利于命运的发展。铃星、蓝斗第2煞星，五行属阴火，化气为煞，主性烈为6煞星之一。和火星相比，铃星的威力较虚，但是如果没有紫微星、七煞星、贪婪星等星曜来制服它，仍然容易带来幼年多灾病的困扰，需要考虑过继改姓。如果遇到的煞星侵扰又没有吉星相扶持，也有3长之余。铃星与入庙的紫微星同宫，能臣服于地星而减少损害；与七煞星同宫，会受制于七煞星的威权而减少破坏力。铃星在辰、戌、丑、未4木宫，与入庙的贪婪星同宫，则构成铃贪格。两星若皆入庙，则彼此相互为用，常有机会聚然而发。若再逢贪婪星化禄，必有突发之财或突创的事业。铃星独坐命宫，无论男女命皆足有特殊表现，且事业有成，但辛劳难免。若铃星本身妙旺，三方四正又得到好的主星或6吉星协助，更为吉利。否则也只多横发横破，多灾多难，女命婚姻易生波折。除了紫微星、七煞星、贪婪星外，任何星曜遇到铃星，皆会增加困扰与波折，尤其落陷时更为严重。整体来说，火星铃星坐命论述为：若火星坐命宫，不论男女命，都会表现出性格较为暴躁，情商较低，但其事业财运也会非常强，做事有效率。不过这个火容易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也容易大起大落。火星落入的宫位都主刑克，如火星入6亲宫，表与6亲容易争吵，产生矛盾，且应防做事急躁，不深谋远虑，不考虑后果，容易得罪人而不自知。铃星属阴火，是所谓的电流之火，看似无伤害性，但碰触后却会被电得哇哇叫。铃星入命主会表现出阴沉、急躁的脾气，但也表现出聪明、反应快、喜爱表现等特质。铃星入命的事业和财运也比较好，但也需要注意容易大起大落的可能性。铃星落入的宫位也都主刑克，例如铃星入6亲宫，容易与6亲产生精神层面的争吵，甚至长时间的精神折磨。铃星具有报复性强，容易记仇，其伤害性与火星相比也不低呢。火星铃星四化星有哪些？火星铃星是不参与四化的星曜，且有些主星还喜欢与之同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贪婪星。火贪格和铃贪格都属于容易突然暴富的格局，然而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异。火贪格是指火星与贪婪星同宫，但必须放在命宫、财帛宫，再差一点也要在迁移宫、福德宫，如此才会有财富爆发的机会。而铃贪格是指铃星与贪婪星同宫，但会比较偏向突然一夕成名，因此要放在命宫、官禄宫，再差一点也要在迁移宫、夫妻宫。但是如果是放在官禄宫或夫妻宫时，当工作不顺遂时，会导向感情世界寻求机会，存在一定的桃花煞或出轨的风险哦。紫微斗数凶星，
地空地劫星介绍：空亡之星，劫煞之星。地空星、地劫星两颗凶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地劫星，中天斗第一煞星，五行属阳火，为六煞星之一，主劫煞破失，是六煞星中最不利于钱财的星曜，也是斗数诸星曜中较不利于感情的星曜。地劫星的劫为劫财，它并非与生俱来，多半会在得到后而复失，甚至是得不偿失而负债累累，影响到日常生活，往往使人在物质与精神上受到双重打击，或许更因而引起官司诉讼，在感情上也有劫难，故地劫星可称作煞星之王，使人生历程犹如浪里行舟，非常不稳定。地劫星独坐命生宫，一生起伏不定，心性也无定规，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人生观，头脑聪明灵活，但就是太聪明，所以常常行为多乖张邪僻，不行正道，也不善言辞，结果难以聚财。大小限逢地劫星表之，必定破财，且可以依照其落入的宫位来看劫难为何种形式。如果地劫星入夫妻宫，则表感情之劫难；入财帛宫表财被劫走；入官禄宫表事业方面的劫难，且一生中会有很多次类似的劫难发生，这是必须要注意的。地空星，中天斗第二煞星，五行属阴火，为六煞星之一，主空亡多灾。有些门派会叫做天空星，是较不利于钱财的星曜。地空星非生来就是空，多半是得而复失，到头来空忙一场，在人生历程中会做得好好的，却突然遭受打击而半天折翅，一切也就功亏一篑。行限逢地空星，因守成而勿冒进，以免折翅而破财行伤。地空星做命生宫的人，此人思想独特且点子多，但往往不擅长表达自己，头脑聪明灵活，兴趣广泛，但性格多变。他们重义轻财，中晚年容易具有宗教信仰，并且具有强烈的企图心，能够自我激励，勇于追求卓越，并且具有研究精神，能够学习并专精一门技艺。然而，这些人往往行事虚虚实实，不走正道，成败多端，漂泊劳碌，不能聚财，财源不稳，收入减少，开支增加，或遭遇窃盗。所以在幼年时，这些人可能会经历坎坷、失学、失户、贫困、体弱多病，或遭逢灾厄。地空星座命生宫的人，这个人往往喜欢不断的转换工作，并且对新科技、新研究和新流行的事物有很大的兴趣。他们透过不断的努力，希望在工作岗位上独树一格，并取得成就，可以带动风气与变化。然而，他们不宜创业求财，否则容易陷入财务上的困境，最终只是辛苦忙碌，却得不到真正的回报。因此，他们应该专注于工作表现，或专注于阅读、写作，或是努力发展自己的文艺或技术方面的专长，以达到更多的成就和新境界。地空星座命生宫如逢女命，感情易受到波折影响，可能遇不到理想的对象，或者即使谈起恋爱来也不容易成功。此外，如果地空星坐在六亲宫，这个人与亲人的关系容易出现聚少离多的情况，
如果地空星坐在六四宫中，就表示各方面都比较不稳定，经常会遇到变化和不确定性。整体来说，地空地劫星坐命论述为，若地空星坐命宫，表示命主更容易发生空亡的情况，也就是本来该是命主的东西或机会，却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而且失去的状况是突然而来，命主无法预防或掌握，因此会感到无能为力。地空星落入疾厄宫反主疾，因为原本有疾病的状况会被空掉，反而变成健康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地空星的空亡状态是无法阻止的，命主应该谨慎行事，以免失去重要的机会或资源。地劫星坐命宫主劫走、劫难两种状况。劫走指的是财被劫走的意思，而劫难则是指命主在大限流年中会有劫难发生。若要想办法化解劫难，就需要观察地空星的位置来论吉凶。由于地劫星主财被劫走，因此可以利用行善捐钱的方式，提前将钱财捐出去，以化解财被劫走之象意。这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方式。地空星、地劫星四化星有哪些？地空星、地劫星主空亡、劫走之意，而且两颗星要一起同论，不能单看。看地劫星就需参看地空星的位置与状况，且四化星不怕地空星、地劫星，故两星也不论其四化。而论命如遇到地空、地劫星，还需看其大小线状态来定出发生的时间，有可能已经发生或尚未发生。千万不要看到地空星就论命主一定会空亡或劫煞等状况，且如遇到解神星或青龙星，就不能论其空亡、劫煞之意，因为会被化解掉，这是论命时必须注意的。紫微斗数凶星，天姚、咸池星介绍：淫欲之星、邪淫之星。天姚星、咸池星两颗凶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天姚星五行属阴水，化气为破败，主桃花、风流、风骚，表聪明伶俐，有幽默感，人缘好，喜交际应酬，喜欢挑战刺激，易受异性青睐，有艺术的天分。天姚星为桃花星，变异性大，难以捉摸，聪明机灵，心思多，因此他们在桃花结缘方面非常快，能够迅速的吸引异性。此外，他们非常大胆开明，重情忘我，敢作敢为，具有创造力，非常适合从事多彩多姿的行业。唯一的缺陷就是他们缺乏稳定性，通常难以长期坚持某一件事情。天姚星座命生宫，主多疑、貌美，往往不甘寂寞，思想早熟，感情丰富，而且多才多艺，注重服饰外表的装扮，有独特的风格，并且具备表演欲。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才华轻松地展现在工作中，并且事业常与异性有关，例如演艺、娱乐和服饰业等。天姚星座命如男命主口才好、聪明，缺乏克制力，容易分心，并沉迷于男女感情之事。女命则主面容姣好，有大众缘，有爱心，乐于助人，但玩乐心过重，做事不太容易集中注意力。天姚星入庙为风雅，有艳福，有才艺，受异性喜爱，富贵。天姚星入庙再会吉星，反而超凡脱俗，利于从事艺术、造型、设计类的工作。天姚星现地主过于多情，多疑离散，旁门左道，
亦耽于酒色；遇煞忌星则倾家荡产，亦因色而犯刑。大小限或流连逢之，不用媒妁之约就能招手成婚，容易遭遇水厄之灾。此外也要注意因此陷入重婚的困境。天姚星如与紫微星同坐于子午卯酉四败之地，为桃花犯主，主风流，容易陷入感情纠葛，应注意防范血光之灾。天姚星与右弼星同宫，也可能面临感情上的困难和纠葛。此外，若天姚星遇到红鸾天喜、咸池沐浴等桃花星，应特别留意感情上的危险，要警惕设置头上一把刀，避免遭受先乐后苦的灾难。天姚星的三合宫位逢贪婪星、廉贞星、沐浴星，主少年夭折，应特别注意保健和安全。天姚星与擎羊星同宫，也宜防夭折和其他不幸的灾害。天姚星喜欢在迁移宫，这有助于遇到贵人提供帮助。相反，天姚星不喜欢在福德宫，这可能会导致身心忙碌和感情困扰。咸池星五行属阴水，在数主邪淫，又名桃花煞、败神，在紫微斗数命盘中永远居于子午卯酉四宫，为桃花之地，也称四败之地。如命宫无主星，有咸池独坐入命宫、身宫、福德宫，主为人好淫欲，且为肉欲桃花，重男女之事，轻财，好虚荣，好赌，喜游荡。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咸池星一定要在三方四正逢属水的主星，才会有上述的状况出现。因为池中必须有水，才会有桃花。若没有属水的主星引动，则咸池星无法发挥其属性及作用。若有咸池星入命，处事平和且待人宽厚，感情丰富，依从乖顺，体贴仁义，温柔可人，心地善良，而且异性缘好。然而他们缺乏主见，又少原则，易轻信他人而遭欺瞒，幻想过多，不切实际，虚荣心过重，致使常有贪念，容易因下半身思考而被异性欺骗。咸池星若与天同星、天相星、太阴星等水性之星同宫，会更漂亮艳丽，但其个性浮荡淫邪，风流浪漫，好打扮，天生好色，言行轻浮，放荡不检点，不害羞，无伦理道德观，有虚荣心，见异思迁，私财，喜花钱，易沉迷于欢乐场中，喜欢喝酒，喜欢投机赌博，性急，聪明灵巧且多才艺。这里指的是在色情上面。慷慨大方，善得异性之青睐，喜交异性朋友，且关系较好，且多而广。咸池星入命者，如男命若与禄存或桃花星化禄同宫，其人可经管以女性身材的娱乐事业，从而以此类不可告人的钱财起家。女命若与禄存或桃花化禄同宫，且家会左辅右弼，天魁天月，主其人会沦落风尘或为侍妾，其人亦沦为地下夫人，且物质和生理欲望极强。若咸池星坐财帛宫，加逢煞忌星，容易因酒色、赌博而破财，更容易被仙人跳或诈骗等骗局所陷。若咸池星坐迁移宫，需特别注意，小心在泛舟、水域活动时可能会发生水厄灾害，要特别注意安全。若咸池星坐田宅宫，可能表示住家附近有水道、公厕或
风月场所等，需留意相关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咸池星与天姚星同宫，则其桃花运势必相当强盛，容易陷入不理性的情感关系，亦有不谋而合的桃花事件发生。整体来说，天姚咸池星座命论述为：天姚星座命论述为主桃花、风流、异性缘家，其桃花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喜欢男女之事，并期盼因此得到感情，因此他也很重感情。咸池星座命论述为主邪淫，其桃花主要是偏重于下半生思考的男女之事，感情上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的想法。而天姚星、咸池星皆属阴水，若再遇主星心性属水，容易形成桃花格，引动命主偏重于男女情爱、娱乐享受或男女情欲之事。如逢煞忌太多，容易引发桃花煞，要特别的注意哦。天姚星、咸池星四化星有哪些？天姚星、咸池星若与四煞星、化忌星同宫，常因酒色、桃花、赌博而遭失败，或为异性桃花情色困扰。但在论感情时，需要观察命宫与夫妻宫之间的关系。单单以天姚星、咸池星是无法影响整个感情状态的，只会增添其桃花性质，因此需要考虑四化的引动来判断吉凶，故不论其四化。紫微斗数凶星，孤城寡宿星介绍：孤独之星、孤寡之星。孤城星、寡宿星两颗凶星性质相似，故我们两颗星可以一起来介绍。孤城星五行属阳火，主孤独，为阳孤，忌入命宫、身宫、福德宫、父母宫，喜诸疾化解，讨厌与各凶煞星同宫。家遇天机星、天梁星、武曲星、天相星，则更孤僻。男命看孤城星。孤城星个性消极固执，不近人情，孤独自主，见解卓越，思想超脱，一生多漂泊，六亲无依。主阳火表行动力强，比如喜欢一个人出外旅游。孤城星不依赖他人，有脱俗出尘的人生观，能自力更生，常孤芳自赏，有宗教缘，喜欢独处，常淡泊名利。寡宿星五行属阴火，主孤寡，为阴孤，忌入命宫、身宫、福德宫、夫妻宫，喜诸疾化解，讨厌与各凶星同宫。家遇天机星、天梁星、武曲星、擎羊星、空劫星，则更加孤独。女命看寡宿星。寡宿星自尊心强，内向谨慎，有时显得有些神经质，常常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人交往，多情深且专一。若对象能够明白自己的个性，则感情容易长久。寡宿星喜欢宅在家中，享受独处的乐趣，不太喜欢社交场合。寡宿星的个性清心寡欲，不贪世俗的名利，在处事方面较为消极悲观，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善与人交往，对于周遭的事物也容易起疑虑。寡宿星的个性上不喜欢伤害他人，但也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在感情上，寡宿星较为脆弱，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也容易产生宗教缘。整体来说，孤城寡宿星座命论述为比较喜欢独自工作，从事写作、绘画、创作等独立创作的工作，或者喜欢独自研究学问或技术，
可发挥其潜能。孤城星、寡宿星的孤独多表现在心情上，有时是自己主动拒绝与人交往，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享受独处，会让他们感觉十分轻松自在。如果孤城星、寡宿星出现在申宫，则可能主晚婚，而若与华盖星相遇，更容易出现晚婚现象。换言之，当事人的个性偏向独立自主，喜欢孤独，才能发挥其能力。因此，命宫如出现孤城寡宿星，不一定代表会孤独一生，或有配偶离异之事发生。论命时应专注于命主的个性及影响状态即可。孤城星、寡宿星四化星有哪些？所谓男忌孤城星，女忌寡宿星。命宫中有孤城星、寡宿星，并不意味一辈子会孤苦伶仃，而是需要观察这些星体入到的哪些宫位，与这些宫位呈现出一种孤独或隔阂的关系。此外，论命时孤城寡宿星需要一起考虑，并且要注意所遇主星是否逢煞忌，因为这是论断吉凶的重要指标，故也不论其四化。第10章节紫微斗数命盘12宫之阴阳通则。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紫微斗数各星种的特质，接下来的主题是如何将这些特质应用到命盘12宫中去论命。在进行论命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紫微斗数阴阳通则，其中包含了太极的含义。在了解命盘12宫、南派申宫以及北派来阴宫的基本概念后，另一个快速论命的方法是利用紫微斗数命盘12宫中的阴阳通则来探讨命主命盘中2个相邻宫位的关系。透过这2个相邻宫位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所要论的事情更加细部化，并且找出事情的前因后果。因此，在本章节中，我们将教授大家紫微斗数命盘12宫之阴阳通则的论命原则。易经说道：亦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是阐明宇宙从无到有、阴阳转化以及万物化生的过程。太极可以解释为阴阳、日月、男女、吉凶、好坏等等含义，而紫微斗数各宫位的对应也恰好符合太极的状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太极与紫微斗数的关系。太极图也称太极阴阳图，这个世界从混沌状态到万物生成，都是由这个太极系统发展而来。这个集天地之灵气的太极图，看似虽然简单，却隐藏了相当大的宇宙含义。太极图中阴阳两仪所形成的 S 螺旋体夹角为23度、26分、21秒，这恰巧就是地球公转与自转轨道间黄道与赤道交角的角度。而太极图的外圈代表的是黄道，代表的是太阳运动的轨道，也可以比拟为天，而内部 S 型曲线则是代表赤道，是太阳运行时在地球投影的轨迹，也能比拟为地。而黄道与赤道因为有相对应的角度，才有了地球上的日夜更替与四季变化，进而孕育了天地间的众生万物。相传三皇之中的伏羲依据河图跟洛书绘制了太极图及演绎出了八卦，而巧合的是，人类 DNA 密码恰好又符合了太极图上的双螺旋结构。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像也像极了人类 DNA 的螺旋结构，而 DNA 64对染色体竟与八卦的64象
也对应上了。相传伏羲与女娲都是人首蛇身出现在世人面前，加上在上古石器时代人类智能尚未开化，哪来智慧去发展研究太极与八卦？所以伏羲与女娲可能是外星高等文明前来帮助地球发展的外星人，帮助当时的人类创造文明，并在时机成熟后就离开了地球，留下这份太极图与八卦的秘宝，代表着天人合一及和谐共生的意义。其实紫微斗数相邻宫位就蕴含了太极阴阳转化的含义。阴阳通则就是说明相邻宫位中所谓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关联。吴明老师就来说明各宫位的阴阳通则及其代表的含义。命宫与兄弟宫共生一个太极，也就是所谓的本是同根生的含义。易中有同之解释为，虽然不同宫位，但都是同血亲。同中有异之解释为，虽然同血亲，比如禄在命宫就为自己，禄在兄弟宫就为兄弟。四化相搭配星种在命宫则以我为主，占7成的影响力，兄弟宫为辅，占3成的影响力，反之同论。例如天梁化权在兄弟宫，表示兄弟姐妹有化权的特性，爱管我，老大心态。如果我的命宫没有主星或四化相可论命时，此时就能借兄弟宫的天梁化权来论我的命宫，但影响大约3成，没有兄弟宫的兄弟姐妹天梁化权那么的强。夫妻宫与子女宫共生一个太极，关系为直系血亲。易中有同之解释为，化禄在夫妻宫问子女时，表示子女也有禄的特质，因为子女是跟父母学习的。化禄在子女宫问感情时，表示你喜欢的女孩子也会有禄的特质。同中有异之解释，禄在夫妻宫重夫妻胜过子女，禄在子女宫重子女胜过配偶。例如看小孩的个性，可参考夫妻宫的四化相跟星种。夫妻宫如太阳星，这是男星，化权，小孩子如果是女孩子，就有男生的个性，或嫁的老公有爸爸的味道，也就是所谓的恋父情节。夫妻宫如紫微星，也就是女星化权，太太的能力强，掌权，霸道，有才华能力，喜欢主导一切，自负，有优越感。太太能力强，事情都做好了，其他人就显得无能。但婚姻通常不太好，因紫微星的特性就是主孤，又霸道又掌权的话，婚姻当然不会太好。用阴阳通则论夫妻宫的紫微星化权的子女状况，就是女儿像妈妈的个性，嫁出去也会管先生，儿子娶的老婆也会是紫微化权的个性。化权在夫妻宫，配偶比较强势；化权在子女宫，配偶容易有婆媳的问题。财帛宫与疾厄宫共生一个太极，财为养命之源，疾厄代表身体。易中有同之解释，虽然不同宫位，但一样喜欢赚钱。同中有异之解释，禄在财帛宫，为了钱不择手段；禄在疾厄宫，以我为主，赚钱是其次，所以两者还是有所差异的。例如巨门化忌在财帛宫，是以口为业，财帛宫有巨门化忌，等于疾厄宫也有巨门化忌，表示会因饮食不当而生病，吃太好营养过剩，三高的疾病、食道疾病，有口的地方都有可能生病，胃也有可能有病，而且容易犯口业，欠嘴巴债，
口舌是非多，爱赚钱，有职业病，因为在财帛宫。相反的，如果巨门化忌在疾厄宫，就比较爱吃美食，身材可能胖胖的，但比较不爱赚钱。迁移宫与交友宫共生一个太极，出外靠朋友，异乡逢故人。易中有同之解释，出外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入在迁移宫是在外面的吃喝玩乐，入在交友宫是与朋友的吃喝玩乐，社交相当活跃。同中有异之解释，入在迁移宫出外是为了赚钱，注重自己；入在交友宫，我交朋友是为了赚钱，因为我注重朋友。例如，迁移宫化忌也等于交友宫化忌，在外欠朋友债，对朋友很好，人际关系有是非纠纷的产生。官禄宫与田宅宫共生一个太极，光宗耀祖。一个人的成就建立在给家庭怎么样的资源，自己创业时家庭能给予怎么样的帮助。田宅宫出问题，相对的就会影响官禄宫。易中有同之解释，虽然不同宫位，但都是为了家里而工作赚钱。同中有异之解释，入在官禄工作为了赚钱，入在田宅宫赚钱为了家庭，还是有所差异。例如，化权在官禄宫工作抢着做，等于在家也抢着做家事；反之，化权在田宅宫就是在家是老大，会抢着掌权，但也会做家事，但相对在工作上虽然也是化权，但就没有在家那么的强势。福德宫与父母宫共生一个太极，要生给谁当子女，就是要看福报。易中有同之解释，虽然不同宫位，但都有继承了祖先的福报福业的意义。同中有异之解释，两宫位有禄，但意义却不相同。禄在父母宫为父母给予福报，让你享受；禄在福德宫，因你的福报够，才能当他的子女。例如，化禄在父母宫，父母脾气好，父母给你禄，让你享受；化禄在福德宫，你相对有福报，成为他的小孩，你的福报也够好，去享受父母给你这些东西。上述为紫微斗数阴阳通则的讲解，下一集我们再来谈谈另一个也有太极含义的本宫对宫通则的解析。最后，无名的师父说，相邻宫位阴阳通则论命的诀窍在于要看主星及四化在哪个宫位为主，占7成影响力，另一宫位为辅，占3成影响力。阴阳通则用来论命论事宫位，如没有四化相坐落或无主星时，就可借由相邻两宫位原本存在的阴阳通则，去借四化星象来找出原因，去理出正确的方向，解决并了解命主相关的问题。第11章节，紫微斗数命盘12宫之本宫对宫通则。上一章节我们讨论了利用相邻两宫位的阴阳通则进行快速论命的原则，而另一个同样具有太极阴阳含义的本宫对宫通则，也是论命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宫对宫通则共有6条线，包括命迁线、父吉线、兄友线、子田线、夫官线和福财线。这6条线也是快速论命的基本法则，唯有将各星种的特性融会贯通阴阳通则，并与本宫对宫通则相结合，才能将紫微斗数与太极间的阴阳转化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在本集中，我们将教授大家紫微斗数命盘12宫之本宫对宫通则的论命原则。
前一集我们提到5000多年前商皇中的伏羲根据太极推演出了先天八卦图，而后天八卦出自于周文王，之后流传到儒家及道家，更经由易经中的阴阳、八卦、五行等，衍生出了许多算命术，并将太极跟八卦的各种含义灵活地运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上。所谓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也就是生成阴阳，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相生相克，两仪又生成了四象为老阴、少阳、少阴、老阳。四象也能表示地理的东西南北，时间的春夏秋冬，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土就是中心，以及紫微斗数的禄权科技，因缘果报。而四象再分阴阳，就形成了八卦，为坤、坎、震、兑、艮、巽、离、乾。88再生成64卦象后，就可以论吉凶了。紫微斗数本宫与对宫通则也是另一种太极的方式表现。所谓大至无外，小至无内，12宫位回归六合。这里吴明老师就来说明各宫位的本宫对宫通则及其代表的含义。命牵线，也就是命宫跟迁移宫连成的一线，指个性跟待人处事的态度。我的个性和走到外面社交的事情。命宫属静态，代表我这个人的思想、理念、性向、专长、风度、度量、气质、习性、观念、想法和作风。迁移宫则属动态，就是在外面的我，在外面的表现跟评价。例如刻在命宫，乐于帮助别人，但太重于感觉，也就是重第一个印象。刻在迁移宫，在外声名评价佳，知书达理，在外贵人多，或喜欢帮助别人。太阴化禄，如果是男命女星在迁移宫，拿钱给太太去外面买东西，太太心情就会好了。巨门化禄，男命女星在迁移宫，带出去吃东西、逛夜市，找别人聊天，心情就好了。巨门化禄，女命男星，只要男生跟女生聊天，心情就会很好。破军化禄，男命女星在迁移宫，入照命宫，破军来照，破军是女星，也就是指老婆外向、活泼、爱热闹，男生可以得到女生的帮助，禄就等于财，来帮助他，异性缘也不错。父极线指的就是父母宫跟极恶宫连成的一条线，指长辈跟思考能力，自己身体健康的状态。我的身体健康和父母、学业、前途，也就是所谓的光明位。父母宫直系血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可以代表教育、养育、功名、科甲、考运、文书、文凭、契约，也属于正式的文凭，比如说高考、特考或大学、硕士、博士等等的文凭。而极恶宫代表我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因为藏于内，所以代表的是极恶宫，代表我们的健康以及疾病。例如化禄，男星在极恶宫，学新东西很快，领悟力强，读书没有耐心，虎头蛇尾，博而不精，通才，马虎不谨慎，不仔细，懒惰，也是很会读书的。找爱读书的伴侣，环境也要改变，他就会很爱读书。化权在极恶宫，他的念书方式就是抓重点要领，讲求效率，小以大义，就会激起他的读书的企图心。化科在极恶宫，
有乃父之风范，书香门第，读书考试一级棒，读书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复习，而且跟功名有缘，读书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条件。化忌在疾厄宫，读书容易产生障碍，理解能力不强，有心念书也是可以念得很好。化禄在父母宫，造疾厄宫，爸妈对自己很好，有功名，爱读书，可考公职或当老师。化权在父母宫，看男女心，操劳不得清闲。化科在父母宫，是由父母、长辈、老师、长官安排及造就于你。找帅哥美女当老师，小孩功课就会变好，或去自己老师开的补习班补习，功课也会变好。化忌在父母宫，冲疾厄宫，功名与我无缘，欠读书债，要比别人更加辛苦，付出更多。要会读书的解决方法，念别人记的笔记跟书，选适合的老师或与老师沟通，有必要也需要看心理医生。兄有线指兄弟宫跟交友宫连成的一条线，指的是创业、工作成就跟人际关系。我的人际关系交往和我的成就经济有关，也是另外一个成就位。而在兄弟宫来论，兄弟宫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也能代表功名、读书跟考试，所以我刚说它也是另外一个光明位，但属于非正式的文凭，就是自我学习的一些证书，比如说职业上的证书，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证照考试等等。而它也指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背景。交友宫指的是所交往的朋友，例如禄在兄弟宫，指我有兄弟，在乎自己兄弟胜过外面的朋友，与兄弟朋友关系比较好，借钱找兄弟借一定借得到，也等于禄在交友宫，工作可以做服务业、选举财、中介业，而且也代表读书跟考试运不错。第二大线走到会感觉领悟力跟学习力增强了，那是因为禄在兄弟宫，你在此时吸收到化禄的效果。但如果同学结党不是读书而是玩乐的话，可能就无法得到功名。而当然化禄在兄弟宫，可能年纪轻轻就偷偷抽烟、喝酒跟玩乐。权在兄弟宫，兄弟才华能力好，属专业技能者或主管。兄弟朋友喜欢掌权、争表现，所以你要习惯当老二，在兄弟宫的状况，你就会比较快乐。化权在兄弟宫，第二大线可能就变角头老大、班上的头头或地下的班长，容易招忌扮小人，高傲功课好，但容易与同学产生纠纷。指兄弟姐妹的时候，就会指兄弟姐妹很操劳，不得清闲。科在兄弟宫，兄弟姐妹在外评价佳，知书达理，斯文温文儒雅，学历工作水准都很高。化科在兄弟宫，第二大线走到，会因为桃花而影响功课，所以要注意读的课外书是否适合他。忌在兄弟宫，就是欠兄弟债，容易与兄弟姐妹有代沟误会，或兄弟间的个性就是化忌。忌在兄弟宫，也指财库在兄弟宫，所以容易被兄弟所劫，因为冤亲债主在这一世就会成为家人，这也可以去看前世。化忌在兄弟宫，代表读书有障碍，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化忌在兄弟宫，因为代表欠兄弟债，读书有障碍，这时候其实去教学弟学妹，就会使得自己的功课变得进步了。禄在交友宫，重视外面兄弟比家里多，在外人际关系好，借钱跟朋友借就有。化禄在交友宫，容易为朋友出头，爱与朋友出去玩。权在交友宫，交的朋友话权多，社会地位高，有主管专业技能者居多。朋友喜欢掌权争表现，所以一样要习惯当老二。化权在交友宫，势力范围延伸到校外，
所以会结交到校外的朋友，有可能也是角头，要注意这样的状况。科在交友宫，以文会友，容易参加社团活动，交往的朋友容易重视感觉，因为会有筛选的状况，朋友间互相尊重。化科在交友宫，去参加外面的补习班，他的功课就会变好。忌在交友宫，为朋友牺牲，欠朋友债，付出后又惹来一堆误会是非，遇到朋友就事事答应，也就是有求必应。忌在交友宫等于财库在朋友那里，你的钱就会被朋友所劫。化忌在交友宫，忌冲兄弟宫，在外人际关系就容易出状况，可能容易被同学霸凌哦。福财线，也就是福德跟财帛宫连成的一条线，指的是享福跟用钱赚钱的态度，我的赚钱方法和我的想法以及享受的方法。福德宫指的是福报，这是前世，德报就是这一世。财帛宫指的是财库以及你的赚钱的能力。例如化禄在财帛宫，很爱赚钱，财源不断，生财有道，但不代表会存钱。看有没有转寄到收藏宫，才能知道这些钱能不能留得住。化权在财帛宫，就是劳碌命，赚的是专业技术财，有主管格。化科在财帛宫，会烦恼工作不顺，赚不到钱，应该求稳定之财。行政、企划、教育都适合他。化忌在财帛宫，履行赚钱的义务，很爱赚钱，欠赚钱的债，所以很小气。入戊位的话，主有德财库，所以不怕没钱，有努力赚才有钱。但因为冲福德宫，为了工作赚钱而失去人生的生活品质，赚钱多寡跟福报都有关系。化禄在福德宫，如巨门化禄，就是以口为业，就是做老师或业务员。化权在福德宫，奢侈的享受，买车是买宾士，而不是国产车。化科在福德宫，精神方面的享受，要赚钱就要他很有感觉，他才会去努力的赚，但他有计划性的享受。化忌在福德宫，节俭的享受，所以刚刚我们说化权的福德宫是买宾士，化忌在福德宫，它就是买中古车或国产车。子田线，也就是指子女宫跟田财宫连成的一线，指的是家庭、经济、亲属、下一代、合伙位，指的是合作关系，我的孩子和家庭天伦之乐。子女宫如有四化坐落，表示有子女也有不动产，因为田宅宫在对宫，所以子女宫有四化相，也等于田宅宫有四化相，指的是在家外面表子女、员工、晚辈跟下属。田宅宫如有四化坐落，也是会有不动产，也有子女命，因为子女宫在对宫，也可以同论，指的是家里面或家里的风水，代表家族、家庭、成员、风水地理、收入空间，或是公司工厂。化禄在田宅宫表家庭、家族经济宽裕，用钱不缺，家庭成员相处和谐，容易相处。这间房子的风水可以住起来赚钱，这个人在各地都是很容易相处的人。化权在田宅宫为操劳之象，也指家里面的人都很操劳、勤劳，操劳不得清闲。家里面的人很有才华能力，爱掌权，另一半的人比较好命，因为操劳的不是他。不过这里也是要看男女心去判断。化科在田宅宫，念旧舍不得丢，旧的东西特别多，理想主义者喜欢布置家庭装潢，主贵人，家里面的人都很乐于帮助别人，也容易受人帮助。主桃花，
家里面的人际关系都不错，主功名，书香门第，家里面的人很有气质，家庭形象好，主家里面的人都有艺术天分细胞。画忌在田宅宫，很顾家，太重视家庭，容易为家里的人担忧，所以容易产生代沟、误会、争执、吵架，所以要懂得淡然处之，随缘，不要太在意，得其利，免其害。贪婪画忌在田宅宫，要看男星或女星，属于双财库，很节俭，很重家庭，但冲子女宫，太过重于家庭，给大家很大的压力，所以应该淡然处之。化禄在子女宫，意中求同，就是同田宅宫，有不动产，所以带财。如巨门化禄在子女宫，看风水的话，表示家外面吃的东西很多。巨门是女星，所以家里面的女人桃花重，女儿不愁嫁不出去。天同化禄在子女宫，子女聪明，但爱耍赖、懒惰。化权在子女宫，子女很有才华，很能干，子女具有表现欲，子女容易有叛逆性格，所以要有耐心的去教导他。天同化权在子女宫，子女才华能力强，但爱耍宝。化科在子女宫，子女具有艺术天分细胞，很理想完美主义，很斯文有礼，也指在外面的表现评价属于化科，如有气质、脾气好，但也主桃花，分男星女星去看，容易带有桃花，异性缘重。天机化科在子女宫，五行天机属木，化科也属木，木主风，看风水的话，住家外面可能有巷子对冲，而有风流向家里面。化忌在子女宫，太在意小孩，会造成小孩的负担压力。冲田宅宫，家外面容易有风水问题，比如路冲等等。冲田宅宫也冲到了财库，田宅又跟官禄为一个太极，这是我们的阴阳通则有说到，所以表示工作财来财去，留不住财，因为无财库，表示这个人的资金掌控不好，财务不会规划。子女宫代表的也是合伙人，指的有可能是合伙人也会出问题。太阳化忌在子女宫，五行太阳属火，也属于电，化忌的话，家外面会有电线杆，如果为男星的话，忌冲田宅，家里面的人会受伤，男人无财库而无法存钱，男人不喜欢在家，喜欢往外跑，欠外面的人的债，但是也是一个烂好人，欠子女债，跟子女不容易沟通而有代沟，子女不认同这个家庭，所以子女可能都在外面，这也是个桃花位，家里面的男人容易犯桃花，在外金屋藏娇，所以解决太阳化忌在子女宫的话，就用小孩子去黏住男人，你就有可能去斩掉他的桃花。天同化忌在子女宫，老会抱怨自己的小孩不好相处或不懂得他。夫官线也就是夫妻宫与官禄宫连成的一线，夫官线表示工作跟异性的关系，我的感情、配偶和从事的职业的关系。而夫妻宫主内，也主情，内在的事业，结婚后经营的责任，内在的感情，也是异性缘的宫位，也是桃花位，这属于正桃花。在夫妻宫也属于辅助幕僚人才，属于内勤助理，也可以代表副业。而在官禄宫就主外了，主物质面，主一个人的官禄就是他的收入来源跟他的食禄来源，工作经营的理念，工作的态度，行为表现，也属于在外的桃花，社会的形象地位，目前的人才因为属于外勤，官禄宫也属于正事业的财位，
表示勤劳跟行为的代表。例如，化禄在官禄宫，喜欢工作，是个工作狂，工作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和洽，烂好人却缺乏效率，工作收入不少，喜欢投资投机，也喜欢跟人合伙做生意，大部分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化权在官禄宫，属于竞争、专业技能以及管理者。化科在官禄宫，文职、内勤、行政、才艺、社工、基金会、公益事业都适合。劳心劳力者很重视工作的形象，公司在外的评价，内部的装潢，与同事相处的感觉。化忌在官禄宫，专心在工作上，欠工作债，工作态度认真敬业，但没有效率，容易产生麻烦，没有掌握工作的要领方法，容易跟同事主管产生误会。要懂得经营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及工作的要领跟方法。因为冲夫妻宫，所以因为工作而疏于夫妻感情经营，或聚少离多，或两人有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太阴化忌在官禄宫，如果是女星的话，女生会有外桃花，太太重工作胜过夫妻的感情。化禄在夫妻宫，也是要看男女星，属于姻缘早发早恋爱，不代表会早结婚，异性缘不错，因为照官禄宫也可能得到配偶的资助，这个会先成家后立业的几率比较高，配偶容易相处，人际关系配偶也会帮忙经营。化权在夫妻宫，配偶爱掌权霸道。化科在夫妻宫，配偶很漂亮或很帅，脾气好，夫妻相处融洽。化忌在夫妻宫，也是看男女星，重视配偶，会尽夫妻的义务，但个性固执，钻牛角尖，不知变通，也属于不解风情，不知温柔风趣的夫妻关系。太阳化忌在夫妻宫，看男女星，如果是男星，老公的个性固执，钻牛角尖，不知变通，不解风情，不知温柔风趣，不懂得经营气氛，懂得善尽夫妻的义务。冲官禄宫，先生工作不顺利，但这里也属于正桃花。最后无名的师傅说，本宫对宫通则论命的诀窍在于要去了解两宫互相的关系，并搭配阴阳通则一起来看，掌握住阴阳通则与本宫对宫通则，就能利用其表里、阴阳、是非、吉凶、好坏、对错、成败、存亡的状态，去理出正确的方向，解决并了解命主相关的问题，而利用紫微斗数论命方法与太极阴阳的演化相互搭配，就能将命理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第12章节，北派飞星紫微斗数字画基础理则。这个章节主要介绍北派飞星紫微斗数在论命时所使用的字画理则，尤其着重于字画忌在论盘时所能提供的许多关键资讯，例如身体状况、疾病的轻重、是否会开刀还是癌症等等毛病，还有是否要注意大限流年会因此破财、破产等等状况。这些资讯可以补充南派三合论命的不足之处，让我们在论命时更加全面。本章节重点介绍字画忌及禄权科技四画做工时的论命方法及诀窍。这些方法及技巧对于之后的章节，当我们开始教授大家如何论命时，会是非常实用的工具。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深入了解北派飞星紫微斗数字画基础理则吧。论盘应先看四画相意，不然犹如瞎子摸象，找不到方向。
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聊聊命盘四化相意的重要性。上官入纪是紫微斗数论事的关键，毕竟入因记果，入始记终。入大多不用太担心，但有忌也不用太过气馁。所谓单忌红尘俗事，双忌为病，三忌为破，四忌为败等等，所以要上官入纪，再去理事情的方向，想出处理的方法，才是论盘的重点。如果只看同宫有哪些星，就开始判断事情的方向跟严重性，就好像看到黑影就开枪一样，但事情根本就不关这一宫位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四化相意，无因无果，如何来论事理的方向？当然有可能从别宫入转纪回到这一宫，就可以将此宫位纳入论事的方向，但如果从此宫出发，那犹如无头苍蝇一样，完全找不到重点，就无法想出处理的方法了。还有入就是入，忌就是忌，别混在一起论命，应该两方都看，并且来看出吉凶。上官入纪是要大家只要专心只看入或忌的走向，而不要同宫有入有忌直接相加减，就觉得没事了，甚至把全科又纳进来抵消忌的冲击，那真的这个论盘完全是无法知道前因后果的论盘，反倒是比较像是胡说八道了，这样无法解决问事者的问题。实际上禄全科忌应该这样用，论吉者禄全为用，科为辅；论凶者专以化忌为用，才是正确的方法。而科能缓忌而非解忌，一科一忌同宫，事情将拖拖拉拉；二科一忌同宫，则坏事有气也无力。有些书标榜可以解忌，其实反而误导了真正理事情的方向了。因为大多数人对字画忌比较不了解，所以吴明老师特别将其整理出来，让大家明了字画忌的真正意义。如某宫做生年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则此生年忌力将被字画忌出所消耗，有凶也少凶。如某宫双忌逢本宫字画忌出，事情将反复的发生，生病就反复生病，事情就反复的出现，但还是能有解决的一天。如某宫做三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出，则事情将苦无对策，且烦乱焦灼，停滞后又再一次发生。如果格局不优，则事情将很难收拾。如某宫做四忌，又逢本宫字画忌出，将事尽人亡，无法解决或玉石俱焚。命盘12宫多逢字画忌出者，必然格局有损。此命盘主人性格容易少方向、少耐性、少坚持、少城府，不冷静、短思、大而化之，而让许多事情半途而废，许多机会也将擦身而过。以健康为例，设吉二会一忌及逢本宫字画忌出为小病一桩，稍作调试即愈。吉二会两忌逢本宫字画忌出为中病一桩，看医生服药后痊愈。吉二会三忌逢本宫计划忌出为大病一桩，急诊看医生、住院打针，甚至手术切除，服药一段时间后痊愈。吉二会四忌逢本宫字画忌出为病情危急，非住进加护病房即转往太平间。
前2集我们详述了紫微斗数命盘12宫各宫位的相关含义，相信大家对于紫微斗数命盘12宫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来详解字画在紫微斗数命盘12宫，大家就能比较清楚及明了。而所谓紫微斗数命盘12宫的字画，指的是此禄权科忌四化星并无转化或化出到其他宫位，而是此四化星在本宫就消散终止，即属于所谓的四化星自化的现象。而自化代表气中断、无所谓、不扎实、能量容易消散的意思。自化又依禄、权、科、忌分为4种状况。自化禄的含义为看起来很友善，对那个宫位有天真的想法，不设防，容易被其他宫的忌进来劫走，造成我被骗，人财两失。自化权的含义为强势、有能力，看起来挺唬人的，但一会儿就过去了，结果是纸老虎一只。自化科的含义为看起来文质彬彬，但也斯文讲理。自化忌的含义为看起来无原则，反反复复，容易中断和消散，有留不住的意思。此自化忌之宫会反过来吸收飞来的禄，飞入禄自化忌之宫，就是飞出禄之宫加倍的损失。这里说明一下，所谓的坐宫指的就是坐落在命盘12宫的任意宫，而生年四化星指的是生年天干画出的禄、权、科、忌四化星。接下来吴明老师就来谈谈紫微斗数命盘生年四化坐宫与字画的状况。如生年化禄坐宫逢字画，本宫坐生年禄又逢字画禄，乃同类字画相抵消，为不加珍惜之意。化禄无用，钱进来又轻松花掉。本宫坐生年禄又逢字画权，乃有福而更加求福，比较敢用，有得用，字画的效果则到对宫去了。本宫坐生年禄又逢字画科，赚钱本轻松，字画科乃为轻松赚钱，科字画效果到对宫，表节制也有得用。本宫坐生年禄又逢字画忌，赚钱本容易，字画忌变成要付出更大的心力，结果还是赚不到钱。禄逢字画忌其实是足损失。生年化权坐宫逢字画的状况如下：本宫坐生年权又逢字画禄，化权之力泄到对宫，主能力强，出外有人助，若不出外，乃无力发展之象。本宫坐生年权又逢字画权，同类字画不及，乃不知珍惜本身之才华能力，因自视过高而误了自己的前途。本宫坐生年权又逢字画科，本身有才华且有人提拔，而能力才能可以发挥。本宫坐生年权又逢字画忌，有权星本属吉利，由于忌星之相克而变成凶相，蛮横霸道，占人便宜，不可理喻。生年化科坐宫逢字画的状况如下：本宫坐生年科又逢字画禄，主有贵人印，但观念上好像是人家应该给的，乃理所当然，而无感激之心。本宫坐生年科又逢字画权，权主龙显，科主贵，故较易龙显、贵显，
化权主人力、才华，而不主财物。本宫坐生年科，又逢字画科，同类抵消，主贵人不明，即本来很容易成功之事，反而变成困难重重。本宫坐生年科，又逢字画忌，科星可解忌缓忌，科压制忌的凶相，使之减轻凶兆。生年化忌做宫逢字画的状况如下：本宫做生年忌又逢字画禄，禄星失去其作用，即贵人帮忙帮不上，有忌做宫，禄来无力，以忌为强。本宫做生年忌又逢字画权，权星必须要费劲把忌星压制下去，故主多辛劳，又主是非纠缠。本宫做生年忌又逢字画科，科星之力弱，无力解忌缓忌，忌星做宫，其力较强，主贵人不多，有人相助，亦不接受。本宫做生年忌又逢字画忌，反复不定，为人个性与作为皆在反复之中，主不领人情，个人好坏吉凶自己承担。最后无名的师父说，字画以人而言，指愿不愿意在于自己；字画以事而言，指做事有头无尾；字画以财物而言，指财德中有失。且字画禄之宫要转忌，被此忌所冲之宫为最凶，要多注意。字画忌之宫要看禄在何宫，再以此禄转忌以定吉凶，以明了字画忌之原因何在。如此活用字画禄、字画权、字画科、字画忌的用法及诀窍，定能掌握紫微斗数论命的前因后果。这也是飞星派紫微斗数论命相当重要的方法与诀窍。第13章节12地支与紫微斗数的关系。紫微斗数论命强调天干四化的作用，但相对的运用12地支的论命细腻度就没有八字的喜忌用神来得完整。尤其是在论疾病健康时，应更注重参酌12地支的象意。本章节将重点介绍12地支在紫微斗数中的角色。12地支在中国传统中代表一年中的12个月份、方位、四季和12生肖等意义。在紫微斗数中，12地支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与其他星体的位置和运行轨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命盘。每个地支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方位、能量和五行属性，在命盘分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例如，命盘中的命宫对应着当时的地支，以此推算出命主的个性特征、事业运势等方面。因此，12地支在紫微斗数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论命时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此外，12地支还可以与八字喜忌用神结合使用。八字中的年、月、日、时、四柱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地支，可以将八字与紫微斗数命盘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更全面的命理分析。总体来说，12地支在紫微斗数论命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判断吉凶的重要依据。它对于紫微斗数命盘的分析和解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指导人们如何面对命运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现在我们就来深入了解12地支在紫微斗数中的角色吧。
之前影片我们有聊到，详解自化忌在疾厄宫对应疾病健康的状况。这集我们先来聊聊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下一集再来聊紫微主星与疾病的关系。因为要是没有先了解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再来深入讨论紫微主星与疾病的关系的话，可能会有许多同学脑筋就会打结啦。所以了解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之后，大家就能更清楚知道病症的前因后果与找出缓解病痛的方法。这集大家就跟吴明老师一起先来了解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吧。其实我们在讨论紫微斗数时，很多时间都花在天干四化的讨论，这也是吴明老师觉得紫微斗数细腻度略显不足的地方，反倒是八字就运用了地支喜忌用神的方式，做的就很细腻。其实12地支在紫微斗数也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才行，这样才能把论命的细腻度跟准确度做到最高的状况。由于12地支在命盘的位置是固定的，与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命盘12宫位、每年12生肖、一年12个月、一天12个时辰、人体12经络相配，尤其是在论疾病上面，就可以用12地支来看出疾病的相关象意。由图例可知，在紫微斗数命盘中，依12地支的分布有12个宫位。从方位上而言，以子午、卯酉为轴心，分出了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的方位。在12地支，寅卯辰位指东方、春天，主肝脏；巳午未指南方、夏天，主心脏；申酉戌未指西方、秋天，主肺脏；亥子丑未指北方、冬天，主肾脏。所以有了方位，就可以依照紫微斗数命盘看命主的吉凶祸福的方向、季节、身体的部位，或论财位、风水方位等等。所以当忌在地支的哪个位置，在那个方位或身体部位及季节来到时，就要注意去调整及避免忌冲的凶相。其实把紫微斗数命盘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时，就能看出午位是指人的头部，正南阳气重的意思；子位是指人的下阴部，正北阴气重的意思。其余4位是指人的右肩，未位是指人的左肩，辰位是指人的右臂，申位是指人的左臂，卯位是指人的右腰，酉位是指人的左腰，寅位是指人的右大腿，戊位是指人的左大腿，丑位是指人的右小腿，亥位是指人的左小腿。如此整个命盘就能看出身体疾病与各个部位的状况。简单的观看疾病的方式就是，忌在地支的哪个位置，那个位置就会有相关的症状。如忌在午位，就要小心头部的病症；或如忌在子位，就表示命主要注意下阴部位置的病症。忌在哪里，病因就在哪里。天干地支一样可以看出疾病的象意，由此可以了解病症。因为12地支在紫微斗数命盘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用天干的4化星种来看疾病，
用地支在命盘的位置来看疾病会发生在身体哪一个部位，所以用紫微斗数天干地支一样可以论疾病的，因为这也符合天地人的关系，所以多忌发生在哪个地支宫位，表示在那个宫位相对应的身体部位就会出问题，可能有相关位置的疾病。如果又遇到忌转忌，遇到生年忌，保证所患疾病会变得很麻烦。想要改善或治愈疾病，就要自己找入全科，不要找交际的状况，去找出对应疾病的方法。而12宫位也在紫微斗数命盘中代表一天12个时辰。以图例这张12经络养生时间表来看，当忌在哪一个时辰，也能对应出相对经络时辰的身体疾病状况。如忌在子时，也就是23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属太阴，也是胆经的位置。在丑时，就是凌晨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候，属少阴，也就是肝经这个位置等等，以此类推去找出相关经络的位置。以上几种方式对于论命者常常找不出生病的原因，都是一种能初步找出病灶的方式哦。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些方法去找出这些疾病的象意。最后无名的师傅说，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中提到的1年12个月的位置，无名老师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关联，同学们可以利用下列方式快速的记忆起来。首先，寅是1月，卯是2月，辰是3月。寅卯是绿色，所以属青，属春，属冬，属木。辰是春夏交接之位，所以是黄绿色的。巳是4月，午是5月，未是6月。巳午是红色，属夏天，属南，属火。未是夏秋交替之位，是橘红色的。申是7月，酉是8月，戌是9月。申酉是白色，属秋，属西，属金。戌是秋冬交替之位，是淡黄色。亥是10月，子是11月，丑是12月。亥子是黑色，属北，属东，属水。丑是春冬交替之位，是深绿色。如此更能了解地支对应每个月份的真正意义，搭配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在论命时就能达到辅助论命的效果哦。第14章节，紫微斗数化忌主星与疾病的关系。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已经了解了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接下来，让我们深入研究紫微斗数化忌主星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紫微斗数化忌主星会因为星性四化的不同而对应着不同的疾病，再加上会到命盘三方四正其他主星四化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疾病状况。特别是当论命时，身体健康与疾病常常是重要的关注点。因此，透过深入了解紫微斗数化忌主星与疾病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进行命盘分析，为日后论盘提供有力的帮助。这个章节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紫微斗数化忌主星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吧。上一集的影片，我们论述了12地支与紫微斗数命盘的关系之后，这集我们就来聊聊紫微主星与疾病的关系。紫微主星依照星性的不同，有其相对应的疾病，加上命盘三方会到的其他主星的不同，又会有不同的疾病状况。这集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紫微主星与疾病的关系。
在生死与疾病在命盘中出现的相意为何那部影片，我们有大略说明了病痛与疾病的相关用法。还没观看的同学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的连结去观赏复习。吴明老师就不再重复论述。而病痛与疾病在果报宫属先天定数，较不好掌握之外，如发生在疾厄与兄弟两宫，可借由人为的饮食、睡眠、情绪与养生、运动、医学等做好调控，依旧能让身体恢复健康。而生病相意一定是化忌，且与6个健康宫位分别是疾厄宫、命宫、福德宫、迁移宫、子女宫、兄弟宫，都要参酌去看化忌的状况。而单忌属劳忙，不能称作是生病。会两忌则劳忙中又加上了忧劳，可能即将衍生为病灶。3忌则已然成病灶，就要赶快去看医生。4忌或4忌以上则病情可能不妙，至于是否能康复，就要看果报中的福分是否可以逢凶化吉了。不同的星曜化忌，单忌不足为病，需串联其他星种并成双忌或以上之破，才能产生不同的病症。且不化忌的星曜为紫微星、天府星、天相星、天梁星、七煞星、破军星、左辅星、右弼星，皆不主病痛灾疾，所以不会有病痛与疾病的相意哦。记住，论病不能胡乱猜。紫微斗数论病痛与疾病是有一套很缜密的逻辑的。紫微星系会化忌的星种如下：天机星主脑神经、关节、脊椎类、补骨的。天机星是乙木，多忌属手、手指、脚趾之伤或人体末梢的毛发、掉发、秃头及末梢行血的问题，也会造成筋骨的酸疼或行血不良的麻跟痹。相关的症状如下：痛风、尿酸就是天机忌加文曲忌；坐骨神经痛，天机忌会武曲忌；失眠、日夜颠倒、忧郁、躁郁，就是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手足不能、渐冻人、帕金森氏症，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数理障碍，天机忌又主思维、理解或记性，多忌容易产生脑袋打结的状况；晕眩、恍惚、自残、自杀，就是天机忌会巨门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记性差、低能、老人痴呆、精神异常，涉其多忌串联于迁移或父母忌出2行于外的宫位，或多忌又逢忌入对宫的忌出及本宫自化忌出，都容易产生上述的状况。意外、车祸，也就是天机忌会巨门忌或太阴忌或廉贞忌，串联于迁移或子女，与疾厄所化串联成破，容易产生机械故障或恍神而发生意外或车祸。如果加廉贞忌，容易有血光之灾。太阳星可以指心脏、头痛、眼睛，也是血光星。以自然界而言，太阳是太阳星系里头的主轴，应于人体主控制精神、神经系统的头，也就是主管全身肉体的心脏。太阳又主光明，所以也代表眼睛，所以多忌容易造成头疼、晕眩、高血压或低血压、心血管疾病，严重者呈脑溢血、中风、心脏病或狭心症。
心脏无力、心脏衰竭等危险病症。近视、眼花、散光、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也可以从太阳星化忌来看出。若是瞎眼、脱窗，也就是瞳孔异位，就是太阳忌会太阴忌，涉其多忌串联于迁移或父母忌出两行于外的宫位，或多忌又逢忌入对宫的忌出及本宫自化忌出，都会有上述的症状发生。武曲星指补骨、肺气、脊椎类、骨头。武曲星五行属心经，主呼吸器官的胸、肺、鼻及乳房和牙齿、骨头、指甲及结石等。如久咳、肺积水、肺炎、肺结核，就是武曲忌会廉贞忌。肺癌、骨癌、乳癌，就是武曲忌会廉贞忌或巨门忌有险。武曲星串联多忌，则举凡骨质疏松、骨折、蛀牙、牙痛、牙周病、无齿之徒以及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或输尿管结石等等病症就会发生。门牙的断裂、掉落、门牙不整齐，也就是多忌串联于迁移或父母忌出于两行外的宫位，或多忌又逢忌入对宫的忌出及本宫自化忌出，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天同星指内分泌、鼻药、耳鼻喉、肚子痛、滞消化的状况。天同星是壬水，也就是阳水，主泌尿系统，从膀胱到尿道口，主流动的水，故主膀胱、输尿管等问题。天同星管辖的是从胃部末端的幽门到肛门间的12指肠、小肠、大肠、直肠、肛门的部位。天同忌是福星，也主免疫系统、抗体、内分泌的问题。大肠癌、直肠癌、腺体的癌症、淋巴癌，天同化忌串联廉贞化忌，再加上巨门忌，就有可能发生。聋哑，天同也主耳朵、听力的问题，天同化忌会巨门忌就可能发生。手术、意外、流行性疾病，因为天同星是福星，如果天同化忌串联成多忌，并会到廉贞忌，容易发生大灾难或危险性高的手术的相关状况。天同星是颗福星，主消化系统，多忌防食欲、大小肠的毛病、腹胀、腹泻、便秘、肠胃炎、肠癌、痔疮、厌食等毛病，如会廉贞忌或巨门忌有险。廉贞星指媚药，增强性欲的药，肿跟发炎，可能也有消炎的药、很贵的药的意思。廉贞五行属丁火，多忌主身体的虚火、发炎、发烧、溃疡、化脓。火为红色，故也主血液、血光之灾、血癌及有关血液的病，如血虚、血崩、血脓、血热、循环不良、栓塞等毛病。廉贞忌属火，故主不良嗜好中的香烟、毒品、色欲，会多忌则成难戒的吸毒、毒品、纵欲的状况。纵欲，廉贞忌又会多忌，尤其又会到了贪婪忌有险。毒素、流行病毒引申为熬夜、饮食不当的多食炸烤而产生体内燥热的毒素，或外来的流行病毒，如会巨门忌的话，中毒、服毒自杀、
廉贞忌会巨门忌或天机忌。烧烫伤廉贞忌会太阴忌。花柳病廉贞忌会巨门忌这个暗药。长瘤癌症难治的癌症，也就是廉贞忌会巨门忌，是绝对的毒素累积，所以能治病。癌症是绝症，必然串联至少4剂或以上之大破败。所谓剂多为癌，剂少为瘤。相关症状如下：吸毒、毒品、命宫、疾厄宫、福德宫坐或化廉贞忌或贪婪忌，成双忌或以上者，容易沾惹难戒的不良嗜好，也就是酒、色、烟、毒、赌的状况。最后，无名的师父说，论疾病而言，一、疾病相关象意，主要看生年纪在哪里，那个位置就容易有病。再转记到哪个宫位，再看这相关联的宫位的化忌星是哪一颗星，就是疾病相关问题所在。二、疾病相关象意，哪一颗星忌最多，哪一个宫位忌最多，都是病。三、串联3忌的病，可能老是隐痛或持续要吃药，有时候还可能检查不出来。四、串联4忌或4忌以上的病，可能为癌或瘤，可能需要手术开刀，甚至危及生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上一集的影片，我们论述了紫微星系主星与疾病的关联，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多多复习及熟悉呢？这集我们就继续来聊天府星系主星及2颗时系星文昌星与文曲星与疾病的关联。天府星系会化忌的星种如下：太阴星指皮肤、荷尔蒙、眼睛，月亮也表示女人。太阴星五行属癸水，癸水为阴水，代表膀胱以上的泌尿系统的问题，也属于肾到膀胱间的输尿管。相关症状如近视、眼花、散光、白内障、青光眼，就是太阴忌会太阳忌。月事不顺、经痛，太阴忌会廉贞忌。皮肤病、整容，太阴忌会廉贞忌。中邪、阴煞，太阴忌会巨门忌这个暗药，多忌摄于果报宫位，果报宫位引申为无形的世界，所以就会造成中邪、阴煞的麻烦状况发生。弱视、眼盲也是太阴忌会太阳忌，尤其多忌串联于迁移或父母，忌出于2行外之宫，或多忌成破，又逢忌禄对宫的忌出及本宫自化忌出，就容易有这些状况的发生。贪婪星指中草药、补骨的脊椎类的药。贪狼是甲木，于人体中主大腿、肝、肾、胰脏，多忌则引发腿疾、截肢、小儿麻痹、肝炎、肝硬化、肝脓伤、肝癌、胰脏癌、肾病、肾萎缩、尿酸、糖尿病或肾癌、尿毒洗肾等问题。贪狼化气属水，故主肾，肾虚则容易耳鸣、掉发、腰膝无力、腰酸背痛、精神不济、倒阳、性冷感，以及女人生育方面的妇科疾病等等。贪婪也主酒色，多忌防纵欲、肾亏、好饮酒、嗜酒等毛病。纵欲必然精气神日虚，久而久之就百病丛生，也要防精尽人亡。相关的症状如下：肝癌就是贪婪忌会巨门忌及廉贞忌；胰脏癌为贪婪忌会廉贞忌再会天同忌
尿酸为贪婪剂会天机剂，糖尿病为贪婪剂会廉贞剂，肾脏炎为贪婪剂会廉贞剂，尿毒洗肾为贪婪剂会廉贞剂再会文曲剂，妇科疾病疾厄会子女，多剂病会贪婪剂，再加上廉贞剂发炎的状况，就是妇科疾病。纵欲过度为性格宫位、命宫、疾厄宫、福德宫做或化忌，串联贪婪忌或廉贞忌，若再串联太阴忌或巨门忌，容易有不良的习惯。巨门星是个暗曜，指发炎、肿、西药、治痛的、消化的。巨门是指胃以上到口之间，含胃部、食道、咽喉、口腔，也指中邪、阴气，因为是暗曜，而巨门忌是隐痛的症状。主西药容易是慢性病，所以又称药罐子。巨门因品万物，代表口与胃，多忌足口腔、食道、胃病或语言障碍。因为巨门星是颗暗曜，多忌故也容易病情反复，小病不断，中邪着魔。巨门忌会天机忌、文昌忌、文曲忌，长瘤、癌症。巨门多忌辰破，又会廉贞忌，聋哑。巨门忌又会天同忌，自杀。巨门忌设于命宫、疾厄宫、福德宫，所化多忌辰破，性格容易造成灰色思想、自杀、自残。会天机忌、文昌忌、文曲忌，就会有这些坏念头。意外车祸，巨门忌如射、迁移或子女，所化串联疾厄成多忌。会天机忌、太阴忌、廉贞忌，就容易发生意外跟车祸。六旗星会化忌的星种如下：文昌星指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药，管状类的。文昌主气管，会致抽痛的，因为文昌忌是抽痛的状况。文昌星属实心系，故主脑神经。属阴经，容易支气管炎、声带沙哑长茧，也与肝斑、雀斑、老人斑有关。相关症状如下：记性差、失眠、忧郁、躁郁、恍惚、日夜颠倒，就是文昌忌或文曲忌会天机忌。脑神经衰弱、精神疾病，文昌忌会天机忌。手足不能、渐冻人、帕金森氏症，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晕眩、自残、自杀，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再会巨门忌或太阴忌。容易急诊上医院手术注射，文昌忌会廉贞忌。记性差、低能、老人痴呆、精神异常，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有忌出之象，就会出现上述状况。意外车祸，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会巨门忌或太阴忌或廉贞忌，在迁移、子女、疾厄串联成破，就容易发生。文曲忌指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药，文曲主大肠、输尿管、带水的。文曲星也属实心系，故也主脑神经。文曲星属阴水，代表膀胱以上的泌尿系统。相关症状如下：记性差、失眠、忧郁、躁郁、恍惚、日夜颠倒、口疾、唠叨等，就是文曲忌或文昌忌会天机忌。尿酸、痛风，就是文曲忌会天机忌及贪婪忌。尿毒、洗肾，文曲忌会太阴忌，会廉贞忌，会贪婪忌。口疾、唠叨，
文曲忌会巨门忌。泌尿系统问题，文曲忌会太阴忌。手足不能，渐冻人，帕金森氏症，天机忌会文曲忌或文昌忌。晕眩、自残、自杀，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再会巨门忌或太阴忌。意外车祸，天机忌会文昌忌或文曲忌，会巨门忌或太阴忌或廉贞忌，在迁移、子女、疾厄串联成破，就容易发生。最后，无名的师父说，论健康而言，凡福德宫、果报位与迁移宫、果报位、子女宫、福德的共中六位等三果报宫家者，主多寿、少病，或病得良医、贵人显，遇难成祥，老运也会比较好。夫妻宫也属果报位，也主少小限，小孩的第二大限前的年岁的健康，都可以从夫妻宫来看。凡夫妻宫得双忌以上，坐或冲则，小孩幼现恐多乖违，因崇拜父母或做神佛的义子义女，方可缓和小孩幼现难养或多病的情况哦。第15章节紫微斗数论盘实例解析。经过14个章节的努力，恭喜大家来到本课程的最终章节。现在我们将进入命盘实例解析，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环节。相信各位同学在学习前面章节的内容后，对于紫微斗数星性的掌握、命盘12宫的关系、四化星及禄权科技字画各象意的解析有更深切的了解及认识。不过无名老师还是提醒大家，研习紫微斗数是条漫长的马拉松赛，仅仅完成了6个小时的课程，这些知识对于利用紫微斗数论命来说仍然是不足的。因为紫微斗数论命是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及对于人生的无常及起伏有深刻的体会，才能精准地解决论命者的问题，进而达到趋吉避凶或方向的指引。所以这个章节我们着重在命盘实例解析，先针对论盘前一些常见的问题进行说明，再针对整体命盘的实例分析做详细的解说。期待大家可以因此获得更多紫微斗数论命诀窍及方法，达到我们一刚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看完本课程的影片就能自己论命的丰硕成果。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一般大众对紫微斗数看盘时的一些误解。紫微斗数分好多门派，大家论盘手法都不同，加上近年来网络的发达，很多人开始自我学习紫微斗数，但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单以书上或网络上的论述，很容易陷入迷惘的状态。比如众多灾星就是一种误解，因为如果单以灾星就判定自己的命不好，其实是有点太过操心了。紫微斗数其实有分主星跟副星，有些是分甲吉星、乙吉星、丁吉星等。灾星大多属于非主星类的星，就如同大树上的树叶或小虫等，真要影响大树，其实不会很大。紫微斗数也是一种观星术，天上的星星众多，有明有暗，难道每颗星都能影响到真正主星的发展吗？真的是有点太过担心了。而论命应先观格局，格局好，犹如大树稳固，即使有灾星同宫，又何须烦恼呢？
这同样回到门派的问题，每种门派都拥戴自己的论盘手法。吴明老师觉得，只要论得准，不论论盘的星种有几百颗或几十颗，都是好的论盘。只要相信自己及相信老师，并提供正确的资讯，给老师抓出论盘的方向，自然会问到想知道的方向跟答案。但千万别用挑战的方式去挑战老师，因为给的讯息不够或错误，都会影响到老师论命的方向跟重点。你越相信老师，老师与你的气场跟默契就会越好，就越能感受到你的意念，去读取命盘上的资讯，给你更多正确的方向。吴明老师觉得，如果今天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就单纯请老师去论事理的方向，这样比较能够清楚的知道方向跟做法。此时如果还长篇大论的去论盘，从头开始看，从1岁开始论命，那就有点远水做不了近火了。很急着想知道事理的方向，建议就直接切入要论的宫位，这样也能尽快找出解决之道。如果还有充裕的时间，再慢慢来看命盘的格局及比较细节的部分。所谓子时，以古代12个时辰来看，23点到隔日的1点为子时，子时为一天的开始。但由于西洋24小时制跟命理学各有不同的看法，加上现在大多是电脑排盘、手机 APP 排盘，因为很方便，结果导致很多子时出生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命盘到底要算当天的子时还是次日的子时。吴明老师认为，西洋24小时是现代计算时间的方式，但古代就是以12个时辰为基准，子时就是一天的开始。所以比如1月5日子时出生的人，出生的日期跟时辰应该用1月6日的子时，而不能反算为1月5日子时去排紫微斗数命盘。但不论怎么去排命盘，吴明老师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2天的子时都去排出命盘，再来初步的定盘，看哪一个盘准，就用那一个子时的命盘去论命。但在吴明老师的经验来说，子时算次日定盘的几率比较高，但有少数论命者觉得算当日的盘比较准，这就看各老师的功力了。能在子时出生的人其实很特别，所以才有子时难论命的说法。主要光定盘就分好几种门派跟算法，导致准确几率降低了不少。吴明老师觉得会在子时出生的人，前世因缘果报或今生的责任都与一般人不同，所以才会在这特别的时辰出生。因为也许带有特别的因果，才会让在子时出生的人不容易论命，因为你们就是那么的特别。命会不会越算越薄呢？常听老一辈的人或不相信命理的人都会说，不要常常去算命，不然命会越算越薄，好命都越算越糟，福报福气会越算越少的讲法。真的是这样吗？在吴明老师看来，其实如果要说命会越算越薄，何不解释成我们利用算命来趋吉避凶？只要我们不妄求不属于自己的福分，当然也就不会遇到所谓的大破运。所以怎么会有命会越算越薄的道理呢？以紫微斗数来说，这属于把人先天运势当作统计学的基础理论，加上我们每个人后天的环境条件，
估算出来未来有多少几率是吉是凶，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几率高低而已。台湾各地方同一个时辰、同一天出生的人，以台湾人口2000多万人来算，紫微斗数命盘只有25万种，所以等于共同拥有相同命盘的人就有80个。但为何不是人人是王永庆、郭台铭呢？因为每个人的出生环境、家世背景都不同，后天机缘也不同，所以同命就不会同运，当然就不会同时出现80个王永庆、郭台铭了。所以算命应该算是统计学方面的一种学问，而不是迷信，更扯不上命会越算越薄的道理了。术士算命是泄天机吗？传统的民间说法认为术士替人算命是泄天机，就是泄了太多天机给问事者，所以算命老师会折寿，福报会减少，下场通常都不好等等迷信的说法。其实命理就跟科学的学问一样，也是人研究出来的一套理论。算命老师替人论命，他也只是个平凡人，当然一样有生老病死，一样有吉凶祸福。也许一般人都认为从事算命这行业的人多半在社会上不得志，才会有这种因为算命老师泄了太多天机，命都不好的印象及想法。其实算命老师也是论属于你个人的运势、行运的好坏，哪来的泄天机的道理？老师们也是照着命盘上看到的东西，根据他的经验给予你方向及指点，配合你的行运起伏，提醒你该注意的吉凶好坏跟时机。其实算命老师更像是个心理医生一样，根据你的命盘聊聊你的状况，找出你的方向，提供你正确的解决方法，减轻你心理上的负担，让你用不同的心境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造福报，而不是泄天机呀。我们就用总教练林岳平的紫微斗数命盘来预测中华队最终的战绩。因为棒球比赛中，总教练是整队的中心，总教练的大限、流年、流月运势越佳，本命命格上辅佐总教练的贵人越多，对结果的成败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要观看林岳平总教练的运势，就能一窥中华队最终的战绩结果了。至于对于林岳平总教练的命盘该怎么论断，我们之后就以丙总来作为称呼，而首先就是替丙总定盘了。因为基本上除非丙总来找吴明老师论命，否则没人知道他真正的生辰八字。但我们依旧能用几项他生涯关键的状况来定出丙总的命盘是哪一张命盘，这样我们才能去论断今年2023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中中华队的最终战绩。不然错误的命盘，当然预测的方向就会天差地远。而吴明老师依据丙总2007年5月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及2021年12月接受第二次瓣膜置换手术的事件的时间点来定盘。因为这种生死攸关的状况，在紫微斗数命盘是很容易可以找出相同的时间点的，加上再配合其本命盘及大限盘相对应的状况，并以2020年其带领中华职棒统一师总教练夺下中华职棒年度总冠军的运势来做三才定盘，就能顺利找出丙总的命盘了。依据这个命盘，我们就能论断今年2023年经典赛中华队最终的战绩了。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作为中华队史上最年轻的总教练，丙总在比赛中调度的表现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丙总是一位具有丰富棒球经验和优秀技术的球员，
他在中华职棒统一师生涯投手能力也是有目共睹，尤其是转任后援投手后更是大放异彩。目前也是担任统一师总教练一职。首先依照紫微斗数三才理论，我们先来论断丙种本命盘的命格好坏。本命盘天梁化禄坐命，对宫天同、禄存，上方四正又逢天喜红鸾来拱，会照天月、文昌、文曲，并加会天机巨门，表聪明又有口才，也加会了太阳、太阴、日月拱照，且不会忌煞。而本命有个天梁禄，故基本论断丙种本命具绅士风度，个性谦和，气宇不凡，机遇及贵人多，且多为长辈，并且喜欢照顾他人，扶助弱小，可得掌上之财，且禄存做迁移，以向外求财为宜。职棒选手基本上就是在外忙碌奔波的比赛，去努力追求高薪，又逢鸾喜对拱，人缘、社交能力均佳，异性缘也佳。综合上述丙种本命盘的格局，可以属贵格论之，但可惜疾厄宫不佳，因化忌正坐，且连两个大限26到35岁及36到45岁，又逢大限流年疾厄宫化忌叠加相应，故这两个大限在2007年流年猪年及2021年牛年皆因心脏瓣膜而手术开刀，但因本身天梁化禄，故可得到好的长辈医生的帮助下，及本命格相当稳固，故2次手术皆顺利过关。看完了本命，我们再来看看丙种这10年大限运势是否好呢？这10年走的是36到45岁，其实大限命宫廉贞贪婪双桃花星正坐，看来是人气很旺的10年，对职棒选手渴望又是个不错的10年。但很可惜的是，煞忌全在这10年大限汇集，地空、地劫、擎羊、陀罗、火星、铃星6大凶星齐聚，尤其擎羊又在本命疾厄宫，恐怕又是身体即将动刀。果然在2021年再度因心脏开刀，而6大凶星煞星齐聚，所以丙种也在2018年36岁刚走进10年大限的第1年，就宣布从职棒统一师隐退。毕竟大限命财官皆因煞星而破，如果再继续球员生涯，恐怕会伤痛不断，成绩也不会很好。由于其本命格稳固，故选择急流勇退，确实是个相当正确的决定。但10年大运如果不佳，不代表没有机会，因为只要流年运势佳的那一年，还是有机会再创造一波成绩。尤其丙种大限上方四正，紫微逢左辅右弼，天府逢天象及武曲财星，表示有掌权及重新获得有报酬的合约的机会，且逢贵人相助，果然在2020年39岁那年接下代理统一师总教练一职。由于该年流年逢大限上方四正，火贪、灵贪双加持，表这一年会有突破性的表现，遇良机则巨然横发之象，故在当年意外的在中华职棒总冠军1胜3败劣势下，一举逆转，以4胜3败击败当时最具冠军相的兄弟象队，带领统一师夺下2020年中华职棒总冠军。隔年也顺利正式签约，接下统一师总教练一职，正印证了大限运势虽差，但流年运势好的时候，也可以来个名利双收的收获哦。至于2023年丙种在 WBC 是否能带出好的成绩呢？首先我们先依照今年吴明老师癸卯年的流年运势分析，来分析丙种今年的流年运势。首先看的就是贪狼化忌在流年的哪一宫。丙种今年贪狼化忌在本命子女宫、大限迁移宫、流年兄弟宫。
扣除掉个人贪婪化忌部分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大限迁移宫如果碰到流年贪婪化忌，会出现本想要出国念书或旅游，就是会有阻碍，可以缓缓明年再去。但这个象意，尤其此宫又遇到了地空地劫双煞星， WBC 棒球经典赛晋级第2轮复赛是需要出国到日本的，这样不能出国的象意变成了晋级的隐忧，因为不太可能晋级了，总教练不去日本吧。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流年命宫的状况。丙种流年命宫作天机巨门，运势扣除个人影响的部分主辛劳，是非难免。这一年利于事业，不利于感情。既然利于事业，表示今年丙种在自己总教练的工作上应该会发挥的不错，加上刚好相应到本命贵格的三方四正会照太阳太阴的日月拱照，及天梁禄加会逢天喜红鸾来拱，会照天月文昌文曲来相助，故表示在这次的经典赛中，不论旅外球员的资源及贵人的辅助上都有很大的帮助，支援丙种这次的带兵。但当中当然还是有一些辛劳，比如选择中华队30人名单中的烧脑跟取舍。是非指的就是旅美好手张育成一刚开始不愿意征召的状况，及后来旅日西武队好手张毅的受伤，这些事情的阻挠，但还算是个不错的流年运势。第三部分来看看丙种流月的运势。2023年3月8日 WBC 预赛首战是在农历的2月，我们看看农历2月丙种的运势如何呢？丙种属狗，农历2月属狗的运势，扣除个人的部分，属狗的同学这个月依旧是个忙碌劳心奔波的一个月，这个月可能就要为工作忙碌不停，有种停不下来的无奈感。这样看起来对丙种不错哦，越忙碌越表示有机会前进日本。但流月逢太阳化忌，首先太阳也指心脏，丙种的心脏2度开刀也相对影响到的运势，并且太阳星冲击到的就是男生，工作上男生在事业升迁都会不太顺利，也主这个月会更忙碌奔波，变动性很大。这个月只需要求付出，不要去考虑收获，否则得失心会很重的象意来看，月运方面丙种只有忙碌，但似乎很难看得出能有所收获。第四部分就是来看看丙种流日的运势，这就是最关键的部分。我们依照 WBC 4场预赛赛程的丙种流日运势来预测当天的胜负。首先是3月8日农历2月17日中华队对上巴拿马，流日三方四正紫微逢左辅右弼，天府逢天象及武曲财星，表示当天调度上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票房也会相当的好。但可惜的是煞忌全在本日汇集，地空、地劫、擎羊、陀罗、火星、铃星6大凶星齐聚，阻碍重重，看来本日获胜几率不高，所以这场比赛应该会以低比分落败。再来是3月10日农历2月19日中华队对上意大利，出现了杀破狼的状况，调度上依旧看来很稳定，但依旧无法摆脱地空地劫煞星的纠缠，打击上可能会发挥的不错，但依旧是双方都是大比分的状况，中华队可能因此还是落败哦。第三场3月11日农历2月20日中华队对上荷兰，天机巨门表示丙种会来个神调度，而且台湾观众会努力的加油，太阳太阴日月拱照，加上文昌文曲天魁天夜来相助，吴明老师反而认为这场比赛虽然荷兰队很强大，但中华队获胜的几率会很高，
或许会惊险的抢下经典赛的第一胜呢。最后一场3月12日，农历2月21日，中华队对上古巴队。古巴队是这一次认为是最强大的球队之一。本日相应了丙种大限的命宫。大家都知道，丙种10年大限的运势并不是很好，因为煞星齐聚。这回又回到了6大煞星齐聚之处，而且此日煞气能量更大。这关看来非常难过，所以预测是大比分的落败给古巴。综合上述丙种的大限流年流月流日相交互去验证，吴明老师认为2023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最终的战绩应该是以1胜3负作收，加上丙种今年流年并无出国之运气，农历2月比赛的日期运势刚好也没帮助到丙种太多地方，所以今年大家要有继续吃四海游龙，也就是虽败犹荣锅贴的心理准备啦。以上就是吴明老师对于此届2023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战绩的预测。相关丙种的命盘及预测的准确与否，就请大家自行评估，就让大家在3月8日经典赛开打时一起见真章吧。本课程已经完全教授完毕，但是紫微斗数知识博大精深，还需大家持续努力，并更精进的研习更多的紫微斗数知识。吴明老师建议大家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紫微斗数，这样才能建立稳固的基础和实力。如果大家没有持续努力的研习，很快就会忘记好不容易研习的紫微斗数相关知识。因此，本课程影片可以反复观看，加强大家需要加强的章节。吴明老师已经将各章节的时间点都标注出来，方便大家随时收看需要加强的章节，并记得下载本课程的讲义，就在频道首页或影片说明栏下方有下载的连结。还有不懂的部分，可以在影片留言区提出，或加入吴明老师专属LINE群组或 FB 社团发问，吴明老师都会亲自解答你所有的问题。最后，吴明老师承诺大家将持续每周更新影片，提供更高阶的紫微斗数理论和更多的命盘论盘实例解析。也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点赞并分享吴明老师的影片，这对吴明老师的创作是相当大的鼓励，也能够实现吴明老师师父生前的心愿，将紫微斗数之精髓发扬光大，造福更多的人之伟大梦想。